有蛟龙翻身，引发山洪暴动，被修士一记断死。有人已经说，受苦快凌空而下，罚款500银。这是一个极有利于个人的小知识。而我，一个自小穿越而来的三好少年，今天却在太马与牛郎间。没想到出门就撞上了这么大一只虎妖，看来欺软怕硬也是妖怪生存的本能啊！所有人的气味啊，就让本大王好好享用吧。你这是要吃我，还是睡我？有区别吗？都要死了，还关心这个？当然有区别。那就先睡再吃。完了，想我一生积德行善，没想到要命丧虎口，连清白之身都保不住，而且还是个公的。早知道那年就成了村头王寡妇了。就你这二两肉肉，还想睡谁？小子，被吓傻了。比王寡妇还大，吃什么长大？仙女姐姐小心！这么大的虎妖，一见就没了。牙口不错，模样也是上佳。听我一句劝，别到处乱跑了，趁着年轻快找个富家小姐嫁了吧。我不是乱跑，听人说北边有仙门开山收徒，我是要去拜师求道。可惜了这么好看的一张脸，简直是老天爷钦定的先天染饭圣体，想不开修什么仙啊！唉，相遇就是有缘，我也要向北去，就顺带你一程。此次多谢仙子救命之恩，不光保住了我的清白之身，还搭上仙子的顺风车，楚河永生难忘，唯有以身。小事，以后如果发达了，借我个100、10万零食就好。看你小子就不是个知恩图报的家伙，给老娘滚！记住了，我叫周焕期，来自青云仙门，有缘再见。该死，给小爷我等着！待我日后修仙有成，一定要遍访九州，哪怕历经千难万险，也要找到青云仙门报上这一腿之恩。这青云山高耸入云，山路漫漫，少说要爬个几日功夫，还是先填饱肚子再说。这位朋友，我没带吃食，能否行个方便？是村头王寡妇喜欢的那个。此子快赶上我1/10的英俊了，如果求仙失败，说不准是未来的软饭桶。白吃的没有，不过小溪里有鱼，抓来我可以帮你烤。随后被后世认定带坏了修真界风气的2大罪魁祸首，进行了有些尴尬的第一次交流。没想到楚兄还有这样的遭遇，在下陈千帆，京城人士。我听说京城有个陈家大少陈千帆，花天酒地，无恶不作，15岁就把自己搞得半身不遂。你和他同名啊？我就是那陈家长子陈千帆，虽然我是去过几次窑子，但是我还是元阳之身。千帆倒是个好名字，想必令尊是希望你历经千帆，初心不改吧？这名字是我爷爷起的，我出生时合欢宗在搞千帆月，我爷爷坐在花船随口给我起的。陈兄能吃辣吗？这辣子可是我从百年老店偷学来的，尝尝。不好意思，我有治病，吃不得辣。没想到拜入仙门第一步就有如此磨难，修仙果然不是什么易事啊！楚兄，不是你说什么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沿途的风景，然后带着我专走小路吗？我靠！回想起这7日光景，玉猛虎、躲蛟龙，那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我大抵是被这小子给坑了。乞丐也敢来收徒大典，还真以为自己能有仙运不成？好嚣张的家伙，这人好像在哪里见过啊？公共场合随意吐痰，你罚款5两纹银。你少爷，听闻这仙门修士都喜欢浪荡红尘，装成乞丐，然后人前显圣，这大义不得，让老夫来交涉一番。是我家少爷失礼了，我们愿交罚金，愿交罚金。还是老人家懂事，下不为例。敢问二位仙长可是青云仙门的前辈？我家少爷刚才只是猴急复发，可没有半点小瞧仙门的意思。不是，那就是其他仙门的仙长了。老夫是礼部尚书家的管事，说不定我们在京城还见过的。也不是，既不是青云仙门的人，也不是来参加大典的来客，那这二人是什么身份？别胡思乱想了，我们也是来参加收徒大典的。两位小兄弟，既然你们也是来拜师的，那你们收什么罚款呢？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咔！
老夫真是有眼不识258万了。事到如今，咱们就手底下见真章。慢着，你们看看我是谁。来，每次出门，路边就会响起一声猛的呻吟声，不仅女人的四手发抖，就连男人也勒紧裤头，不见声喊，然后50匹燕子遮着拼命的不是大家害怕，而是他的确资本雄厚，每每提起都能把人吓退3里之地。虽说本少确实帅气逼人，对方也吓得抖如筛糠，但是为什么他们要捂着下3路抖来抖去呢？你就是那男女通吃的采花大盗3条腿。什么3条腿？现在认出本少了吧？糟糕，是金鱼易容的采花大盗3条腿。李狗儿，你说本少爷是谁？这不陈少吗？是我眼拙，刚才没认出您老，真是够晦气的。给老子小心点说话，照子放亮点。您老不是离家出走了吗？怎么来青云仙门了？你能来，我不能来。别说本少欺负你，那金子算你的孝敬，本少爷给你个好东西。这等宝物陈少还是自己留着吧，小李我受之有愧啊。客气什么？这是我从家里偷出来的虎骨膏，你拿回去沏完水煎成1碗，每天3次，必能提升你的灵根。记住，必须口服。好浓郁的兽性散发，果然是好宝贝。你给那家伙啥了？你让我捡的老虎屎。这礼部尚书的儿子也没见过啥世面，给点老虎屎还这么高兴。小李，怎么几天没见，瘦这么多啊？别来打搅老子！这混蛋怎么敢问着？老腿，你猛说自己在京城怎么吃得开，看来也不行啊。你少胡说，那小子就是虚不受补，现在不方便开口罢了。你去京城打听打听，本少在那可是拳打100岁老学究，脚踩6不关2代，谁听见我陈千帆的名号不得抖3抖？我觉得还是你3条腿的威名更让人抖3抖。庶子，已有取死之道。开个玩笑，不过你陈家都号称天下第1世家了，还来青云仙门求什么道？不瞒楚兄，其实我是因为一桩婚事离家出走的。一桩婚事？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退婚流？楚兄你也知道，世家传承依赖血脉，所以像我这样的嫡子，为了家族传承，家里就给谈了桩婚事。我属虎，对方也属虎，就是比我大了一点。大多少？1轮？大我320轮。好一句你属虎，他也属虎，这婚事要是成了，老陈你不得位列仙吧？我还在想修仙不成找碗软饭吃，没想到老陈是背着软饭来找修仙路的。要不说人家是世家嫡子呢，目光就是长远。为何来青云仙门拜师？求道寻仙。可曾犯过法？没有。可曾做过亏心事？问的还挺详细。你会注意点，有啥说啥。那是问心剑，只要说出违背本心的话，就会有反应。没想到修仙界还有这种非科技测谎仪，不会测出我穿越者的身份吧？老腿，有问心剑在，你是采花大盗3条腿的事，怕是瞒不住了。问心剑，只问诚心。我陈千帆一生无愧于人，自是不怕。恨不得前几天才送给小李那虎骨膏，你倒是忘得飞快。籍贯：青州天户城黄土县楚家村，村口向南第7间房左转。年龄：16岁2个月07天，又10个时辰。这哪来的傻孩子？要是都按他这么说，我今天的文书工作岂不得翻个几倍？为何来青云仙门拜师？为了守住我的元阳。元阳，这是多少人一生中的痛啊！哪一年我18，他也18，我带着花，可是他却说我不守难得，把我一人抛下。师弟，你不是合欢宗去夺了，山水毁损，所以才没师姐师妹愿意理你吗？孽畜信口开河，今日留你不得。老腿，加油哦！姓名：3条腿。小子，在老子面前开挂，当我不存在是吧？陈千帆，我叫陈千帆，都怪楚河那贱胚天天喊老腿，把我喊的都嘴瓢了。籍贯：秦州京城陈府。进门左转过7个院子，右转，再过有12亿灵石的灵石库，再左转过陈家渡劫进老祖们的闭关地。兄弟和你心连心，你和兄弟玩脑筋啊！我说老腿，你真就这么问心无愧？你再喊老腿，我就跟你绝交！
我出门的时候从家里拿了点东西，所以问心剑对我没用。姓名宁柔宇，籍贯说简单点就行。青州宁家，年龄也说简单点就行。 16，为何来青云仙门拜师？逃婚，青州只有青云仙门能挡住我家里人。一连3个逃婚的，没想到现在外界小年轻们婚姻压力这么大。逃婚经验哪家强？青州仙门找青云。当逃婚的小年轻诈尸出现在人中门，是种什么体验？就在今天，被视为青云耻辱的逃婚3人组开始了青云考核第2关灵根测试。老陈，你说如果我灵根不过关，把你作弊的事举报上我，青云仙门能破格收了我不？哼，那你尽管试试，老子也是有后台的。 若求仙无望，也不过是做了场梦吧。那时候我就回去跑我的商队。别担心了，如果你没灵根，就去我陈家，保你一世富贵。老了，我们还能喝上几杯。不对啊，老腿，你怎么一点不紧张？你知道自己有灵根？你放心，只要你能进仙门，等哥们混好了，以后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一个碗刷。双属性灵根，火中藏木。道友好福气，第一个就是双属性灵根，此子日后可是个炼丹的好材料。算不得什么，只盼能有一个单属性灵根的天骄来拜。毕竟大事将要来临，老夫也希望我青云仙门能多些人才啊。人如鱼，水灵根。那就是您家大小姐吗？单属性灵根啊，这样的天骄几10年难得一见，听说还是逃婚出来的，不知道喜不喜欢我这款。哥们，你知道镜子这个东西吧？回去买一个照照自己，很好用的。来吧，小宝贝，在整个修仙界面前亮个相吧。变异灵根，不愧是青州色魔3条腿，竟然是传说中的脸灵根。脸灵根竟然是传说中的脸灵根，这是什么灵根？这你都不知道？你知道？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你说个屁！听起来和脸有关，是不是能易容啊？不对，可能是脸皮异于常人的厚，说不定天劫都打不穿。明明是万众瞩目的时候，楚河个王八蛋居然坏我好事。治灵根，老子是治灵根。原来不是脸灵根啊，真是可惜。是啊，没想到3条腿竟然是治灵根，这下九州少男少女危险了。老陈，你别生气啊，这里也有我的一番苦心啊。回去我就请我家老祖用雷法劈一下你这黑了心的家伙，看看你这家伙的脸皮能不能抗住天雷。你的灵根注定未来就是九州翘楚，而我却是一个有没有灵根都不知道的凡人。我刚才吼这一声不是为了坏你装逼，只是希望能让我这个人深刻的留在你的心。希望当你成就仙尊的那一日，还能记起有一个曾陪你翻山越岭、吃烤鱼、躲马蜂的兄弟。我楚河这辈子就值了。真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这位小兄弟说的不错。说到兄弟情，九州老话说得好，人有4大点，所以是兄弟，就一起来合欢宗加深友情，2人同去，享9折优惠哦。他是合欢宗推广大使，拉10个客人能享受1次半价，大家别理他。话是说的好听，那么实话呢？自己失败固然可怕，但是兄弟的成功更令人揪心。让你装成这批，我是什么灵根今晚都睡不着了。老楚，你一定要有灵根啊！我就在这等着你进来，进来喊我师兄的那天。也不知道现在举报老陈作弊还来得及，不然进了青云仙门总感觉要被打击报复啊！道祖保佑，三清保佑，菩萨保佑，上帝保佑，喀秋莎保佑，三上老师保佑。见灵根，又是一个变异灵根。青云老鬼，你是不是做邪法了？你们青云仙门怎么来了这么多天骄啊？在场真是憋不住了。此时此刻，他们只想重点出击，将青云真君当场拿。棒子，不就是3个稀有灵根吗？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青云仙门？不关我事啊，都是这青云老狗，别打我！万象，同为仙门，听说你们这届就一个丹灵根，你不行啊！还有你6德书院，上次收到丹灵根弟子是130年前了吧？要不我借一个丹灵根给你们充充门面。救命啊！青云门众人，开护山大阵，好合搬到内门，快把我的宝贝们搬到内门去，这里我来应付。太难了！
日灵根，修仙百亿，无所不精，此子何该入我气风？修仙百亿丹为先，至灵根当然是我丹风最合适了。胡说，丹气两道有没有至灵根有什么差别？3条腿当然该是我阵风的弟子。看到哥们多受欢迎没？这可都是青云仙门的长老。诸位长老别争了，快去救救掌门吧，他被10几道身影围殴，眼瞅着就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救什么？掌门嘎了正好我上位。我们还是说说这只灵根归谁？什么你上位？我是大长老，肯定是我上位啊！掌门之位，至灵根都该归我阵风。青云仙门真的是正道宗门吗？肯定正道。青云仙门和我们陈家一样，那是正儿八经的正道翘楚，大秦皇朝认证的。你们陈家能教出你个卖虎骨膏的，估计也挣不到哪去吧。老楚，你这剑上面怎么还有一双眼睛啊？灵根评估，作为穿越者不可或缺的装批入门诀，注入5星10倍轰然碎裂，天机异彩纷呈之际都是家常便饭。而眼前这位杀马特，就拥有着所有男人梦寐以求的超能力，一双洞悉万物的透视之瞳。我去，这小子有灵谋啊！可惜是个剑灵根。是啊，丹灵根好见，灵谋难得，可惜是个剑灵根。可惜是个剑灵根啊！诸位长老什么意思？我这灵根长废了？不是长废，只是九州除你之外唯一的剑灵根修士就是青云仙门的6长老，你估计会被送去给他当徒弟。哦，对了，那位6长老的外号叫九州之害，你品，你细细的品。其实我觉得青云仙门可能不适合我，请问一下转学剑宗的手续怎么办？姐，小楚，进了青云仙门，大家就是一家人，说什么走呢？还能活着回来，老八功夫见长啊！我就说老八一个人对付外面那些人游刃有余，根本不用去救。你们不救倒是把护山大阵给我打开啊！剑宗那7尺老鬼一下子掏出了12把仙剑砍过来，要不是老子闪得快，就交代在那里了。开护山大阵不要临时啊！我是青云仙门的7长老，掌管水云峰，你可愿意拜我为师？弟子愿意。七师妹既然喜欢这女娃，那就辛苦七师妹了。老2、老3，既然七师妹选择了您家女娃，楚河送去老6峰，那不如我们战一场，胜者的至灵根如何？怕你这老东西不成？不对了，这小子不是灵谋，是仙眼啊！仙眼？别看我，这小子刚听到你有仙眼就这样了。抠了，快把他眼睛抠了！这双仙眼中有苍茫之感，似有河水流动，恐怕能看见最为神秘的光阴长河。是咒道仙眼。若是咒道仙眼，他是楚河小子以后能观古望今，预知未来啊！这般天赋，万年难得一见啊！对。其实我觉得剑灵根也不一定要送去6师解纳，老夫也是略懂剑道。瞒了师兄弟们这么久，其实正道只是我的兴趣爱好，剑修才是我的真实身份。老匹夫想抢我爱徒，你既有取死之道。老剑盘根，屠龙转。你们怎么能这样？师兄们不是答应过6师姐，如果有剑灵根入门，一定送去给他做弟子的吗？今时不同往日，我们是答应给6师妹一个剑灵根，但是没答应给她一双心眼。不如这样，我只要脑袋，身子归6师妹了。既然如此，我要她的体质。我是先天道体，最擅长开发体质了。把她剑灵根挖出来给6师妹，2师兄你我平分。转眼间就要给我分尸了，这青云仙门果然待不得。老2、老3，你们真要和我抢？现如今我也不瞒了，楚河是我流落在外的私生子，你们真要破坏我们骨肉团聚吗？几千岁的老元阳也能有私生子？大师兄的笑话越来越幽默了。既然你们不敬师兄，就不要怪我不爱护师弟了。护山大阵起！他娘的，掌门叫你开大阵你不开，现在知道开了，你这大师兄不要也罢。冲洗！青云仙门内乱在今日开启，而在纷乱的战场外，有3人正悄咪咪地向老6峰飞。这可是仙门的垃圾池，没想到青云仙门如此环保，让人钦佩。你小子真是个会说话的，小楚以后多来我们水云峰走动，我先走了。
这里不会就是老六峰吧？看这光秃秃的黄土地，明显是被祸害的不成样。周前辈，你又救了我一命。周师姐，我们速速逃去水云峰，再晚怕是来不及了。水云峰，好好的为什么要去水云峰？周师姐没听过六长老那九州之害的外号吗？这样的人物，一顿饭不知道吃几个小孩呢。我就是第六峰长老周焕清，你觉得我要吃几个小孩？还有九州之害是什么意思呢？我的好徒儿。刚刚这些话都是我兄弟陈千帆说的，我当场就反驳了他。我说六长老不用看，光猜都能知道是位柔情似水、美若天仙的存在。结果这小子还不信，仗着长老们宠爱，大放厥词。可恨我手无缚鸡之力，否则必让他血溅当场。我们之前已经见过了，既然入了我第六峰，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那我想转学去水云峰，不是因为师姐多，是我单纯喜欢那里的学习氛围。可以，不过水云峰只收你弟子，我这里有阴阳转身秘法，或者你嫌麻烦，我也可以帮你快刀斩乱麻。那我想转学去剑宗呢。这么想转学，我倒是有条门路，把你转去合欢宗可好？你的灵根天眼，少说能卖合欢宗10年的收入吧。合欢宗吗？我这样的资质，去了合欢宗最多被奉为圣子，每日和各种御姐萝莉花天酒地，在双修、三修、多修中无敌于世间。可惜这样的人生不是我想要的。是现在就出发吗？眼前这个美貌少妇是一位老赖，她以一己之力欠下善家，在九州之地狠狠破了风。为师一生清贫，是灵石如粪土。不过你是为师第一个徒弟，为师就赐你3件宝物。那合欢宗的事作废了。真想去也行，不过我提醒你一下，我的阴阳转身秘法就是从合欢宗偷来的。以你的资质，去了一定能马上当上合欢圣女，还能男女随意切换，这岂不是快乐加倍？好男儿顶天立地，我要凭手中剑走出自己的道路，岂能沉溺温柔乡中？这才是我第六峰的气魄。接着，能以青云2字命名，恐怕是青云仙门压箱子的功夫。青云剑诀炼气品，传功堂出品，售价5枚灵石。所以这烂大街的玩意就是师傅的宝。功法不在高深，而在好用。这本剑诀可是为师精心为你挑选的。确实够精心挑选的，我可是听说外门的炼气期弟子每个月都有30枚灵石的补贴。我觉得师傅您老的良心才是真正的宝贝。怎么说？你这叫收我为徒，拿这个考验徒弟，哪个徒弟经不起这样的考验？还有这件为什么一直在震动？都怪二师兄那傻缺，研究了个什么防盗锁，不是从正规渠道买来的武器都会一直震动，让人无法正常使用。10枚灵石的剑你都要透，您老宝贝的都不肯把良心拿出来用一用吗？这个是真宝贝，为师跟你保证，这个盒子里的东西价值上亿灵石。真的假的？你别骗我，我还小，承受不住太大的打击。来吧，你噎了我，噎完我去水云峰当女弟子去。这老六峰我是1秒也待不下去了。别，有话好好说，为师不是要你替为师还，只是暂时放在你那。你也知道为师我为人素来正直。不知道，完全没听过。负债使为师心痛难眠，夜夜受无形之身煎熬，所以为师把这些欠条给你，是为了让为师的内心可以得到些许安宁。当然，你要是愿意替为师还几张，那就更好了。甩都甩不下来，玩赖的是吧？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小债为孙，巨债反之？所以为师给你这些欠条，也是在保护你。我现在只感觉你是个孙子。你别不信，当年为师被困在秘境，九州第一商会就派出了5位合体期和1位渡劫大能来救我，否则我死秘境里。貔貅商会得有6个分会长因为要不到债下台。然后呢？然后为师跑了，那几个分会长因为没收回欠款下台了。这么多年过去，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爬回当年的位置。好了，小孩子该睡觉了。这也是你偷的？我真要睡这上面，还有命在吗？
你是剑灵根，天生就是万剑至尊，这些剑怎么会伤你呢？这就是你现在的修行了。新入门的都来齐了，那本座就简单讲2句。老楚啊，我昨天做了个梦，梦到你是剑灵根，还有仙眼和特殊体质，给我吓得呀，醒来一身冷汗。那不是梦，我就是剑灵根加仙眼加特殊体质。你放心，以后兄弟帐有哥们一口饭吃，就有你一个玩耍。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楚河小贼胆敢如此欺我？不愧是我认定的对手，老腿这双红颜恐怕不在我仙眼之下，看来得找个机会忽悠他去合欢宗学一下阴阳转生秘法。掌门说得好，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也简单说几句。那是谁啊？这么大面子还能打断掌门说话？这是首席弟子杨春雪师姐，合体修为也是变异灵根。哦，那杨春雪师姐是不是有个弟弟叫杨春面？一把细面，半碗高汤，5钱猪油，一勺京城老陈家的酱油，再烫上2颗脆手的小白菜，一吃一个不吱声。果然是同道中人。对了，昨天我被七长老直接带走了，你拜入哪一峰啊？丹阵符箓我都想学，几位长老最后一商量，让我轮着几峰慢慢学，不用拜亲传师尊。你不拜亲传师尊，那你就是内门弟子了。小陈啊，我昨日已拜6长老为亲传师尊，你见了我要喊师兄知道吗？陈楚2师弟还有宁师妹，你们3个等一下，其他人领完新手装就可以先走了。见过首席师姐。哼，不敢当2位师弟这声首席，2位师弟还是叫我杨春面吧。小楚，谁叫你侮辱我最尊敬的首席师姐的？现在给我受死！经常修仙的朋友都知道，越亲的兄弟就越危险，搞不好下一秒就给你招。你这是什么玩意？价值上亿灵石的无上秘。唉，真是2个活宝，早知道就不要嫌路远，去其他仙门拜师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们，同时有3位绝顶天骄入门，在青云仙门历史上都未有过。师尊说了，你们3人可以再出1位首席弟子，让其他宗门见识一下我青云天骄的实力。所以你们的一言一行都要给师弟师妹们做好表率，知道了吗？首席师姐，请问首席弟子有什么好处呢？首席弟子微同长老，能参与仙门事务，丹药功法等不限量供应，好处多多。那首席弟子能换亲传师尊吗？师姐做了首席弟子，仙门包婚配不？这都什么人啊！一个刚入门就想着背叛亲传师尊，另一个居然问仙门管不管婚配。哼，等你们当上首席就知道了。唉，你少和他们2个玩。老腿，首席师姐这件事让我记忆深刻呀。看来我们以后一定要小心一些。难道这2个活宝真的被杨师姐的话点醒了？没错，我们一定要研究出能瞒过合体真君说小话的传音法宝，这样以后就不会被抓了。好，等我引气入体，就去气峰学艺。唉，宁师妹，要不要去我第6峰玩会儿？我就不去了。没事，去你水云峰也是一样的。听说水云峰的师姐们都是个顶个的绝世美人，正好去看看。男弟子不是进不去水云峰吗？七长老昨天说了让我去玩，不信你问师妹。是有这回事。老楚这种人都能去，那我应该也可以。你不行，师尊说了，男弟子擅闯水云峰，先打断1条腿。没事，你是3条腿，断1条又如何？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好气！何人擅闯青云峰？杨师姐，是陈师弟闯下的大祸，我亲眼所见。你个狗！举报师弟行为不检，是我等亲传应该做的。陈家陈花海，想必阁下便是春雪仙子吧？失礼了。不是六叔，你咋来了呀？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你不知道，我就知道了。修士欠条因果过重，随意损毁篡改都会引起对方注意，应该是你大侄子手中的欠条把道友招来的。原来如此，看来是我错怪陈师弟了。你丫刚才跑挺快啊，还给我整上举报有功这套了。
不要胡说，我是先保全自身。你想想，如果我们都被抓进去了，谁救你呢？哦，原来是我错怪楚兄了。六叔，给我削他！大侄子，这里是青云仙门，你六叔罩不住。我这大侄在京城鼻孔朝天的，多谢你和他做朋友，来的突然，也没带什么礼物。不过楚小友是周仙子的弟子，干脆这张欠条作废，这1万灵石就当做我给小友的见面礼了。打扰到陈叔叔清修，已是晚辈的不是，岂能让陈叔叔吃亏？这欠条还能复原吗？我神念来此，也是为了协商或修复欠条的。不过楚小友一路这么照顾我家千帆，若是认我这叔叔，就不要再推辞了。六叔，不如把这欠条改成老楚欠我1万灵石，他替师还债，我提前收你个红包，如何啊？还能这样操作？可以是可以，不过这不是胡闹吗？陈叔叔，既然这样，那就把债主身份转让给我吧。不行，这小子肯定不怀好意。有时间，我想办法带你去水云峰逛一逛。转，一定要转！楚河是我挚爱亲朋手足兄弟，我们明天就结拜了。六叔，你现在就转。好吧，那我就陪小友胡闹一次。老六师尊，你就等徒儿我回去慢慢调教你吧。楚师弟，你带着这么多六师叔的欠条，是心疼六师叔，想主动替他减少负担吗？我就知道六师叔看中的人不会是背叛师道的小人。楚师弟，你就是凡间常说那种明明很喜欢尊敬，表面上还要装作不屑讨厌的人吧？傲娇，那叫傲娇。师姐，我拿到这些欠条后，常常会听见耳边有人催债，这是正常的吗？正常的，这是上古大能开发的一道术法，名为欠债还钱，会不断在欠债人心中升起催债之声。或许这也是六师叔对你的厚爱吧，这不是什么坏事，反而能加强你神识和心境的锻炼。的确如此，我就见过有人这样磨练心境的。就是我六叔，打小在脂粉堆里长大，后来觉得不能沉溺温柔乡，所以常常去合欢宗和各大青楼考验自己的定力。结果呢？结果考验失败，肾亏了几百年才化神，这辈子怕是废了。我先走了，陈叔叔再会。小哥修仙拜得老六师尊，却摊上一件烫手山芋。这一次他决心不再隐忍，烫也要烫得有尊严。周焕清，你的债主来了。小楚啊，魏师傅白胜雪，花容月貌，前凸后翘，腰细腿长。你一个血气男儿对为师有冲动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仙门是禁止师徒练的。师傅，你如果能抽掉魂魄，把身体炼制成一具肉傀儡，我是勉强能和你的某部分背叛仙门。哦，为了我高洁有趣的灵魂，你竟然愿意背叛仙门，看来你很懂为师的好嘛。我的好徒儿，你帮我还了1万灵石。哎呀，口干舌燥，来壶茶吧。这上山一来一回，腿都酸了。好徒儿，你看你师父就是个弱女子，剑宗那个铁剑真君成天追债，吓得为师都睡不好。你想想办法呀。也不是不行，不过我有个条件。呵，男人，你到底想怎么样？换师傅，这老六峰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可以，但你得知道，换了你的日子可就不长了。知道老三为什么想要你的体质吗？因为你不光是特殊体质，还是个仙体，只是被封印了而已。什么意思？难道我这仙体是有什么副作用才会被封印的？怕了，你的仙体乃是上古就有，且拥有者都会掀起一个腥风血雨的大时代。我到底是什么仙体？听好了，你的仙体名为炉鼎，你是炉鼎仙体。耍我玩有意思吗？你不信？我信你个鬼！你说我是炉鼎仙体，我看你还是肉傀儡仙体了。唉，那就让你看看吧。一瞬间，楚河感觉自己的灵魂都要被抽走了一般，如同几天几夜没睡般疲惫，也不知道是被脚气熏到，还是封印正在解除。你要是还不信，就去藏书阁第3层有关于各种仙体的古籍。这是我的6长老令，你凭此才能上去。不过记得，炉鼎仙体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炉鼎仙体拥有者天生容貌绝伦，气质超然。拥有者普遍在16后才觉醒体质，且魅力会持续增长。这不就是在说我吗？难怪只听过老虎吃人，没听过老虎睡人呢。周老六确实没骗我。现在信了吧？
所以我就是个行走的唐僧肉了。你真正的危险不过是怕被人觊觎罢了。有为师在，自可保住你的元阳。所以你笃定我去了合欢宗会被变成合欢圣女，也是因为我的炉鼎仙体。男修毕竟有提振期嘛，女修又没有。你再断了月事，天天都能双修。我谢谢你啊，人家师傅都是保徒弟仙路顺畅，你就保我元阳不谢是吧？切，没事了就回去修炼吧，什么时候引气入体了再说。炼之力3段，级别1级。3段，果然是个不成器的废材。那你又是几段？3段。那还不是和我一样？你嚣张个什么劲？你懂什么？我早已突破炼之力10段，成功凝聚炼之气旋。那你为什么又变成了3段呢？其实你们这一套9州一直有，他们叫炼技1层至10层，然后还有炼技大圆满，半步筑基期。陈叔叔怎么还没走？不知道，说本体没喊他。陈叔好。如果小楚你真是我侄儿就好了。小楚你定亲没有？我们陈家可有不少好姑娘，一句话陈叔给你安排。晚辈现在实力低微，暂无他想。小楚多虑了，你能凭借自身引气入体，还是用剑灵根独有的方式，未来成就不可限量。我这几天过得已经够惨了，你还在这扎我心？陈叔刚才说外界有半步筑基的说法。外界散修成就有限，所以境界划分细致一点。那如果一个门派炼气期去郊游，半步筑基去不去？还有一个门派筑基期开会，喊不喊你半步筑基呢？啊！厉害啊，老楚！六叔这神念起码能存在1个月的，被你一个问题问炸。没想到我的聪明智慧已经达到能镇杀化神期的地步，我真是太天才了。你胡咧咧什么呢？六叔这是神念思考太多，消耗完了。散会，六叔走了，我也回去了，你继续耍剑吧。再说一遍，我是练剑，不是耍剑。差不多，这次回去我要学一门大神通，让我们筑基再见吧。早就听说陈家老六肾亏，没想到还没开始他就结束了。六爷别瞎想，你就是累了。我们合欢宗有秘制虎骨膏，最养身体了。六爷来点。我问你，假如你是半步筑基，门内现在郊游，炼技1队，筑基1队，你跟哪一队？我这是造了什么孽，碰上这位主？看来这位陈家六爷不是肾水不足，是脑水不足啊。不怕兄弟过得苦，就怕兄弟开路虎。3位筑基，这就是陈千帆对兄弟最好的报答。陈师弟，现在看看谁是谁的师弟。哼，楚河小厮，上次用水云峰把我骗了出去，你以为我还会上当吗？没想到老楚还在用这样的低级手段，既然如此，就等着我一会去狠狠的打脸吧。笑什么呢？我笑那楚河无谋，剑灵根少智。这是你写的？爹娘，孩儿不孝，不能给你们养老了。先去归返殿。筑基了，比你快7天，我来的时候你闭关了。杨师姐也叫你去归凡殿了？叫了，我也以为是你的继子，没去，师姐就来接我了。那你回信没？本来想回句你爹来了的，结果我从信上闻到一丝香气，我一想你个傻缺哪里认识什么师姐师妹啊，找人代笔都找不到，所以没回。此话一出，陈千帆绝望了，他的心永远死在了16岁的秋天。宁师妹，许久未见，你也筑基了？楚师兄，陈师兄，这是怎么了？怎么感觉印堂发黑，面有血光啊？老陈没几天了，到时候桑宴记得早点来。陈师弟的事先放放。首先，恭喜你们3人都达到筑基期。都是缘分，都是缘分啊！因为你们率先突破，内门又没有其他筑基弟子，所以我打算让你们3人组队外出历练，相互之间也有个照顾。唉，我这般勤奋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不想和这2位活宝一起做任务。现在我这名声估计也快臭了。这枚玉牌可召唤门内太上长老救援，楚河你最先突破，就交给你携带。
可是遇到危险时，我们就捏碎玉牌，保全自身。想什么呢？外出历练本就是为了磨砺你们，遇到危险就想依靠长辈，如何才能成长呢？师姐说的对，遇到危险，我自己就会想办法解决。若是连眼前这点困难都过不去，何谈仙路？这令牌是遇见有其他仙门想抢人时用的。楚师弟，尤其是剑宗的人，你一定要更加小心。只要是遇见了剑宗合体大能，不要犹豫，立刻召唤太上长老。是。好了，出去选任务吧，7日内出发。那个陈师弟，你留一下。老楚，你要拉兄弟一把呀！你要买什么出行道具，兄弟全包了。年轻人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好好在这聆听师姐的教诲。其实你们来之前，我已经挑选好任务了。以我们3人的实力，再加上师尊赐下的法宝和丹药，应该足以应付。就是不知道楚师兄觉得如何？那就听师妹的。不过我们拜的是一个宗门嘛，怎么令师妹你的待遇和我们不一样啊？楚师兄你没有吗？要不我去问师尊给你拿点。不了，这次出门怕是要些时日，我要好好和师尊道个别。来时六师叔说要外出采风，现在估计已经不在了。我才是第6峰的亲传弟子吧，师傅不在我都不知道。这周老六有没有把我当老6峰的弟子？六师叔临走交代了，要你去师尊那里一趟。那就走吧。你不要听外面那些弟子说自家师傅给了多少多少好东西，那都是装面子的。你是为师唯一的弟子，为师的东西以后不都是你的，只是不希望你被万物迷惑了本心。你要好生体会为师的良苦用心啊！除了那坑爹3件套，半点宝贝没有，这也叫良苦用心？你可真是我的好师尊啊！六师姐这般年纪了，还是这样爱玩闹的性子。你别见怪，缺什么就来水云峰拿。哇！谢七师叔赐。如果不是六师姐说，我都没想到你竟然是炉鼎仙体。以后再来水云峰可要小心了，水云峰的弟子们有些可调皮的紧。没事的，你放心，这件事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好厉害，楚师兄拥有剑灵根、仙眼和仙体，我这辈子怕是连楚师兄的尾巴都追不上了。不过怎么感觉好像在哪本书上看过这个体质呢？柔宇的娘亲和我是闺中密友，柔宇自小就是我看着长大的，她也不会乱说的，你放心。全听七师叔的。六师姐这次出去就是为你寻灵物的，等你这次回来，应该就可以开发仙眼了。晚辈研制了一件法宝，想请一位长辈给些意见。师尊不在，可否劳烦七师叔？柔宇，此宝有大因果，你不要看，先出去。此宝成，原因竟也难奈何我。师叔，那我就先告退了。好可怕的法宝，不愧是六师姐的弟子。初出茅庐的3只蚂蚱被妹妹串上了烧烤酱，本以为能美食一顿，殊不知蚂蚱扎口，迟早要将它剁成辣条。妹妹今天收获不错呀。是啊，遇到3个行人就一起抓了回来。好俊的少年郎，而且阳气充沛不说，味道还如此好闻。这第2个也长得挺像人的，就是丑了点，祖上怕不是有我们妖族血脉。还有这个女的，你带回来干嘛？姐姐，这个我是专门带回来养着，孝敬上使的。哼。姐姐，不如就把这个少年给妹妹吧。哼，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准备迎接上使，都是妹妹外出觅食，就遂了你的愿吧。来人，把这个丑东西搬到我房间，另一个带下去好好养着。小郎君，你怎么能长得如此好看？而且为什么味道还这么好闻？都让奴家舍不得吃你了。当然是因为我涂了能封锁灵力的净灵香了。你是醒着的。还是让我们跳过前戏进入正题吧，我的大宝剑已经饥渴难耐了。嘿，小娘子，看剑。你不讲武德。也不知道2位师兄怎么样了。变，给我变，快给我变！
楚师兄此举必有深意，我还是装没看见的好。为什么选老楚去选我？说我丑，我气死老楚头！啊，算了，我还是找个地方等师兄们完事吧。黑白二蛇掳走行人猎户，吸取阳气后吞噬尸身，共害31人。可惜我们来晚了，未能救下那些无辜之人。这2只蛇妖的事解决了，不过我刚才还问出了些其他东西。你们没问出那个上使的事吗？啊，楚师兄是问到了关于上使的事吗？不然呢？我打那白蛇不是为了情报，难不成是为了出气吗？谈事就谈事，不要含沙射影。老陈还是经验不足啊，没事，等回去我教你一套大记忆恢复术，一用一个不吱声。听起来这似乎是九州4大魔教之一血魔教的手段。你是打算把这人也拿下？他什么修为？筑基大圆满，半步金丹。筑基圆满，我们倒是能对付，可是消息准吗？放心，那上使每次来除了收血时，还会和那2蛇妖苟合数日。白蛇说他觉察上使根基有损，肾水不足，最少10年才能突破。我听说老陈你修行了变化之法，可化身妖兽，到时候为了降低那上使的警惕，只能委屈老陈你了。怎么，刚才失身了？正在回味吗？也不去打听打听我青州铁扣裆的名号，我看老陈你才是失身了吧？那白蛇好歹还和我玩点情调，黑蛇那么嫌弃你，怕是直接进入正题了。笑话，我京城元阳圣佛的名头也不是吹出来的。你那手上亮光的是什么玩意？该不会是那黑蛇有花柳大病？陈师兄你中招了。认识你们真是我的福气。这是手工砂，我离家出走的时候，那位前辈给我点上的，这是他同意让我来仙门的条件。所以你失身了会怎么样？被始乱终弃？他会马上把我带回去成婚。原来如此，那位前辈什么修为？渡劫期吧，应该。我说老楚，你可别乱打我主意。一个拥有魅惑天下的炉鼎仙体，一个身怀能召唤渡劫大能的手工砂。听说跟在气运之子身边的狗腿子都是死得最快的，看来以后选任务得小心点了。楚师兄，你这身剑宗服饰从哪里来的？什么叫从哪里来的？吾乃剑宗圣子楚半尺。啊，剑宗宗主以7尺清风为道行，号7尺道人。你这半尺又是哪里算来的？我觉得我现在筑基初期大圆满，全力之下可战筑基后期。若是动用秘法能媲美半个金丹境，以半尺为名，应当不为过。所以，楚师兄，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呢？我们青云弟子在外要维护师门威严，许多事都要顾及形象。这时候我们只要换一个造型，既能避免以后被仇家记恨，又能方便行事。可是师兄，你这样不怕被7尺宗主知道吗？你知道商会的非洲上放着一排供人消遣的玉符吧？我看到有一个9州通缉令的玉符，就想看看那个采花大盗3条腿到底长什么样。打开玉符，第1页，第一个人就是青云仙门6长老，我的师父周焕清，悬赏100亿灵石，死了的翻倍。那时候我就知道，出门在外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身份。老楚，你说的对，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你看我这套衣服怎么样？经常穿越的朋友都知道，强者没个3、5道身份，在修仙世界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混过。而今天青云小分队就教你如何正确使用身份。这不是秦皇的装束吗？正是，这是我从家族宝库顺的，这可是当年先秦始皇穿过的龙袍。始皇是先秦皇朝的建立者，也是咱9州大地的头号老大。那我以后是要陈家的从龙之功，还是做先秦皇朝的擎天保驾之臣呢？好难选啊！陈师兄，你还是收起来吧。青云弟子外出时使用外物，会影响回宗的贡献的。既然你们不让我穿龙袍，那我就化名为青云仙门亲传弟子楚河总行了吧？你装成我，那请问我伪装的意义在哪呢？别闹了，有人来了。你们是谁？小黑、小白呢？阿弥陀佛，黑白2位施主己去往西天极乐世界。老腿，我是小队长，这个时候应该我回话。施主，这里没有老腿，贫僧乃功德宝山元阳活佛。唉，2位师兄，我先去称称他的斤两。坤之大，一锅装不下，如何称斤？师妹都不听你的了，老楚你主动退位，禅让于我，我封你做副小队长如何？不愧是私藏龙袍之人，原来你早有反心。
哼，既然你们找死，本尊就吃了你们，再慢慢找小黑、小白问个清楚。记住，杀你们的是本尊李葫芦。等等，无耻，竟然搞偷袭这一套！筑基初期就有如此实力，吃了你，本尊金丹有望啊！不要，你太恶心了。你以为这是你说要不要的事吗？翻江又倒海。不是只有到了金丹才能掌握御空飞行之法吗？冰师妹怎么会飞呀？这是七师叔的看家本领，以水雾操控包裹自身飞起来，算不上真正的御空。你对七长老的看家本领这么了解干嘛？你又上不去水云峰。队长怎么这么说？你可是答应过要带我上水云峰的。你觉得我如果说话不算数，我的良心会不会痛？泼水打大象，宁师妹这么打下去，怕是只有输啊！这老家伙确实有点东西。宁师妹，血水也是水啊，你就不能借用一下吗？这可是我炼制温阳的血水，还想操控反攻我？你以为它是水灵根吗？我乃水灵根，江河湖海之主。你的主人终于归来了，小小楚河还不速速认主？小辈，今日之仇本尊记下了，日后不杀你三人，本尊誓不承担。记住，今日灭你的是我青云仙门陈千帆。记住，灭你的是我剑宗圣子楚半池。等等，楚爷能不能饶小的一命？我倒是无所谓，可我师弟师妹在这，这到手的业绩不能丢啊！好，能与楚圣子一战是我的荣幸，无论生死，我都无怨无悔。可恶啊，又让他装到了。此人竟还能突破半步金丹1重、2重、3重，天啊，竟是半步金丹9重境界，可称半步金丹中的半步金丹。那师兄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就他变异的功夫，老楚捅个10几20剑都够了。既然让他用绝招，老楚心里肯定有数。楚半尺，来战吧！就这？不应该啊！我明明已经用了底牌中的底牌，为什么还是被打得和路边野狗一样？交代一下吧，上线是谁？还有多少下家？在血魔叫什么职务？总部在哪？这是你们逼我的。糟糕，真够阴的！这世界真是英杰无数啊！楚半尺，老夫要谢谢你，不是你，老夫没有勇气吃这血魔丹。倔强青铜对战荣耀黄金，到底能有几分胜算？这让躲在背后的老六迟迟不敢有所动作。这大值屁用没有，还是看我神兵天降，来一手化神逆战金丹吧。相差2个大境界，好紧张。有我合体真君在此，作为师姐，我决定让他们3人放手一搏。看我12把仙剑齐出，恭迎剑宗圣子回宗，小小合体竟如何挡我？看这3傻子真好玩。金丹境，10年苦修，只为今朝。我陈千帆的时代终于要来临了。你才上山4个月吧？哪来的10年苦修？李葫芦来战！我为大帝，当镇压世间一切敌，归变。变化到不过当着我的面这样跑，真的吗？居然没死！我手持钢鞭将你打死你个国王吧！
不对，我现在就是活王八。狗日的老楚，你教我这曲子的时候是不是就知道了？真不错呀，老陈。我老陈的实力那是没得说。陈大帝，光看你躲乌龟壳了，也没见你动手啊。灵龟便知小蛇打洞。咦，怎么这么恶心？拿舌头当武器。这是巧舌如簧符箓，我请长老帮我改良的。先这么用着，后面我弄条小蛇爬背上，直接玄武变。你这招虽然厉害，但是老腿你再不继续，他伤口都要痊愈了呀。你行你上，哥们能破开金丹防御就不错了。哼，我上就我上，那谁来战？宁师妹快跑！李兄，我很信任你啊，你怎么能背着我干这种事呢？师兄，你受伤了？没事，是他的血。老楚，你又换新皮肤了。本人周焕清向剑宗铁剑真君借款300万灵石，100年内还清。你这白袍里面不会都是这东西吧？此乃我的底牌，线条护身印。卧槽，这线条还能这么用的吗？那六师叔有没有跟你收什么使用费？初半尺，乌龟人，我承认我今天杀不得你们，但是今日之仇，李葫芦终生铭记。你刚才还说不杀我们，誓不成丹的。他妈的，谁知道你们3个都这么猛？师兄，除恶务尽，不能放过他。放心，他跑不了。师兄，还是你穿着吧，只有你能伤害到那个魔头。小事而已，我还有啊，那师兄小心。喂，你们够了呀！什么叫只有老楚能伤害到魔头？我那巧舌如簧的威力，宁师妹没看见吗？孽畜，我们再战！此战你也算是见过魔修的手段了。那连死都不怕的魔修，你知道他们会怕什么吗？不知道。鸟为食亡上句是什么？啊，人为财死。对。两位，好巧啊！快把储物戒还我！怎么回事？李葫芦的速度越来越慢。看法宝。都让你装完了。老陈，你说什么？我听不见。对了，你怎么知道我跨境界斩杀金丹魔修了？谁给你说的？你在老六峰吃什么好东西了？绝对有问题！我要向杨师姐举报。老陈挺幽默呀，老六峰连只屎壳郎都没有。要不是有好心人送饭，我都要吃土了。你说我吃了什么？对了，储物戒破开没？李葫芦那么在意，8成是有好东西。他神识太强，估计得明天吧。师兄，你催动仙眼过度，还是好好休息吧。有此子，可保陈家10万年昌盛啊！打电话我不接，你打他有啥用？小何啊，帮我盯一个人，是个血魔教的元婴魔修，找人暗中围起来就行。你手头方便到多少人啊？回6爷，立刻能动的有3名化神，10名元婴，再从其他城镇调人，3天内能有20位以上的化神。那就20个化神，元婴的就别去了，免得露馅。然后过几天会有青云仙门的3个小家伙去，你们暗中保护。是不是大少爷出什么事了？对，不过不用管千帆，重点是那个叫楚河的，那是我们陈家姑爷，一根毛都不能掉了。姑爷不知是娶了族里哪位小姐？还没定呢，反正是姑爷，你小心伺候就好。这陈花还搞什么？给那么多线索和宝物，根本起不到锻炼3人的作用。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喂，重土城镇摩斯吗？我是青云仙门杨春雪。7尺忍住，一定要给圣子最好的第一印象，要风风光光的把圣子迎回宗门。二师弟，你在宗门吗？快，把师傅叫来，还有太上大长老、二长老，总之一句话，合体以上，剑宗能喘气的都叫上，快来跟我迎接圣子回宗。10万年雷击木、东海蛟黄角、合体凤凰精血。剑宗的好东西是真多啊！早知道当年就去剑宗当长老了，福利肯定比青云强。倒是能给我省点材料。
他回来了，按照约定，我现在把你带到他身边。不过最后他归谁，就看个人本事了。读过书的朋友都知道，但凡据实显字者，未来注定是一方霸主。可是当事人却偏偏不敢承认，这到底是为什么？剑宗兴，楚河王，贼子，你果然有叛我青云之心。这肯定是有人栽赃陷害。你实话和我说，这块石头是不是你放进去的？你等着吧，我这就回去给杨师姐打报告。听说长老们对渡劫大能留下的手工沙很有兴趣，我也正打算回去一趟。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了。你们来看这些，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简直像是洗劫了一个宗门的宝库。难道是李葫芦从血魔教里偷出来的？不管是不是，现在都是我们的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李葫芦的上限可能不只是金丹境界，这可不好对付啊！菜就多练。仙丹元婴对我而言皆土鸡瓦狗，我挥挥手就能让他们灰飞烟灭。牛都给你吹爆了，师妹，我们别理他，我们先回城再说。老二，我不是说了把合体以上都叫过来，怎么现在才来了这么点人？我们可是要做好和青云仙门全面开战，顺便把青云真君给宰了的准备啊！这个，宗主，你把刘隐球送回来之后，师傅他们都看了。看完之后呢，我专门录下楚河战李葫芦的英姿送回剑宗，就是让他们重视啊！这怎么还起反效果了？师傅他们觉得剑宗君临天下就在楚河，现在带着一众太上长老去祭祖了，说要让列祖列宗在地下乐呵乐呵。祭祖？那群老顽固，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哼，算了，你赶紧让他们快点过来。现在先把精力放在楚河身上，他这次的对手可是跨越了2个大境界，他还能赢吗？宗主放心，楚河圣子天赋异禀，定能不负众望。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我这计策一旦实施，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到时候无论是金丹元婴还是化神炼虚，都将俯首称臣。你倒是说啊，到底是什么妙计？楚河师兄，我们都听着呢。此计名为摇人。摇人，这是什么意思？天才的道路总是孤独的。现在我们掉头去貔貅商会，花钱联络仙门，说有血魔教的线索，让仙门派人来，懂了吗？那我们呢？回仙门修炼啊！现在已经牵扯到元婴起步了，你打还是我打？不如将线索上交给师兄师姐们，让他们来大显神威。事成之后，我们两边都能分得贡献点，这样岂不是双赢的局面？而且我现在自己也有麻烦在身上，这戒指里的老奶奶一直都在骚扰我，甩都甩不掉。老奶奶，李葫芦把他奶奶放储物戒里了。楚河，你说谁是老奶奶？你说清楚，谁是老奶奶？皮皮虾，我们走。我们是发现任务的人，可以对来做任务的人选提建议。水云峰，你觉得怎么样？师兄让水云峰师姐们来完成任务，难道是为了照顾我？队长，你让水云峰师姐们来做任务，是为了我去水云峰做打算吗？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臣兄，还是老腿你懂？我不替哥们考虑，还替谁考虑？走，我们现在就出发。老二，快把师傅他们带过来，圣子要深入虎穴了。回山了，那我调来的20个化神期干什么？这可都是我自己出的钱啊！回山了还怎么薅羊毛啊？还等着7尺再送2口仙剑呢。楚师弟，对，我在宗门，什么事？我叫凌焦殿，元婴修士，九州西大魔教之一血魔教外门护法。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觉醒来，突然就被一群强者包围了，其中有京城陈家的化神高手，崇山城镇摩斯的铁面判官，还有青云仙门一拳打断了我3条肋骨的娇柔女修士。最恐怖的是，我看见了暴怒的7尺道人，口中说着什么我害他们剑宗的圣子丢了。我叫凌焦殿，我不想当焦点啊。快说你上线是谁？接头方式，下属还有多少流窜在外？这次表现不错，而且知进退，不逞强，下去好好休息吧。是，谢杨师姐夸奖。
说起来，杨师姐还真是吓人，一直冷冰冰的。听说门里从来没有师兄敢追求她。我在京城时就听说她外号叫冰罗畅，我估计这辈子是找不到道侣了。师兄，我之前看你和陈师兄一直眨眼，这是什么暗语吗？令师妹都知道了，其他人不会也发现了吧？例如某位有可能跟了我们三人一路的杨师姐。出门在外小心为好。令师妹想学吗？我来教你。老陈，我刚才又新编了一套密码，以后我们两个用的。好兄弟，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听兄弟一句，以后有杨师姐在的地方少说她的坏话。哼，我说的就是事实，她找不到道侣，还能赖我不成？师兄，宁师妹，关于这个眨眼暗号，我重新设计了一下。哎，说暗号不用叫上陈师兄吗？不用，我新设计的是你我专用的。我们两个专用的吗？宁师妹呀，我新编了一套眨眼密码来教你的。新密码不用叫上师兄吗？不用，这套密码我们两个知道就行。你也有些事不想让老楚知道的，对吧？哼，我觉得没有什么要瞒着师兄的，我不学。老六峰又名黄土峰，曾被峰主周焕清卖树卖草卖地皮，后又神之一手把山峰也给卖了，成为了仙门中著名的准官。杨师姐，我如果在第6峰种树养灵兽，算是我个人财产，还是第6峰公共财产？你种的当然是属于你的。其实我之前提议过重建第6峰，但是长老们都拒绝了。楚师弟，你愿意以第6峰亲传弟子的身份重建第6峰吗？为了仙门，我愿意带头弹劾6长老。我们什么时候抓他下狱？不是弹劾，是成为首席弟子，就可以拥有一部分长老权力。重建第6峰，你可以先行动起来，我会找6师叔谈的。那就谢谢杨师姐了。有我在，老楚你就别想染指首席之位。你们上交的血魔教任务还在进行中，全部完成后大概能分到1万多点。现在贡献虽然不多，但是我建议你们去归凡殿看下有什么合适的功法。楚师弟，这是一门全新的剑道功法，威力极大，而且非常适合你，对于你个人的价值在2000贡献以上。见过留痕，筑基功法能留下剑痕隐而不发，飞剑灵根无法修行，有咒道仙言者最佳，确实是最适合我的。杨师姐，这什么意思？我师尊的东西也要收费吗？这个，想必6师叔有他自己的考量吧。就他了，买书的钱我来出。你回来路上被夺舍了？你我兄弟怎么说这种话？老陈，我不喜欢男人，你知道的。收着就是，你我可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以后兄弟有难，老楚你不会不管的，对吧？我不要了，还给你，我重新买。那个楚师弟，这个功法只此一本。你们合起伙来坑我是吧？老楚你要信兄弟，兄弟怎么可能害你呢？实话告诉你吧，杨师姐刚才向我极力推荐了一个任务，真得拉兄弟一把呀。说实话，不然我真走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帮助小灵峰的金丹境玄龟找一下配偶。你在逗我吗？这发情期的灵兽本就性子暴躁易怒，挨着蹭着指不定就得瘫个几天。我这辈子没求过人，算我求你了。看情况再说。嗨，这是跑哪里浪了？居然还没回来。医院1颗，每天用灵力冲刷双眼。这是什么东西？不会吃完醒来就被卖到合欢宗当圣女了吧？算了，为了提升实力，拼了！杨师姐，这里面的东西有问题。哎，怎么多了这么多我以前没见过的东西，而且品级之高，根本不是楚河他们现在能用上的。杨师姐，这血魔教某修的戒指里有陈家和剑宗的东西，难道说？不错，这是剑宗与陈家对他们觊觎之心不死，以后他们3人下山都要第一时间向我通报。里面的东西没其他的问题，就还给他们吧。叮嘱他们专心修炼，最近少下山的好。是杨师姐。你个狗日的，还真不来帮忙啊！老陈，好久不见了，你又去林子里冒险了？狗日的，都别活了，老子今天跟你同归于尽！
杨师姐煞费苦心的找这么个任务帮你完善灵龟变，我这是不想去抢你的机缘啊。我也知道杨师姐的苦心，但是哥们真不行了，那龟大爷不是人能伺候明白的。既然你求上门了，我就帮你一次，让你看看我仙眼的厉害。走着，让我看看你大爷怎么个事儿。3位师伯好，你不是说请了4位师伯帮忙吗？怎么只看见3个？这个，小道消息透露，3位长老同步和4长老出现在一个场合。什么意思？据说是因为这个名字起的争执，4位长老好像是结拜兄弟，相约改名1、2、3、4。后来4长老耍了小心机，去先秦皇朝登记的时候改为了木生哥，这不一直遭记恨着吗？听说你小子已经彻底激发了仙眼，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一下吧？对，快演示演示。那晚辈就献丑了。我看见宁师妹来了。我不是4分钟前来的吗？师兄当时没看见我。竟然能看见1分钟后的事，仙眼恐怖如斯啊！不是看见4分钟前的事吗？楚河确实看见了1分钟后的未来，只不过施术花了5分钟罢了。区这灵根庸才也妄想揣测我的仙眼。也就是说，老楚花了5分钟时间看见了4分钟前的事，这有什么用？不给你点颜色瞧瞧，是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啊！现在你想一件十分冒犯3位师伯的事，并且打算马上付诸行动，搞快点。2长老陈坚帆建议你改名李二牛。有意思，假设好一个条件，然后去预知这个条件下的未来，聪明啊！我也是想到了3师伯的单道，如果3师伯打算投入一个药材，这时我动用仙眼去查看后果，是不是就能让3师伯推演单方更为方便了呢？哦，好，我们现在就去。3师伯，我现在最多能看到金丹初期修饰10秒，还帮不上你。都是安神的，多吃点，不够了就叫人来拿。那个谁，以后楚河没丹药了，你就来丹峰给他拿，缺一顿我敲断你的腿。当然，我也是有考虑到大师伯的阵道，未来大师伯打算投入一个阵才的话。阵封所有弟子出动，去第6峰小竹楼养神、安魂、聚气、强身的阵法，今晚前不好，要最好的。大师伯布在我房间就好，这些阵法我师尊想必是不需要的。不光知道孝顺长辈，还时刻记得帮我省材料，多好的孩子啊！怎么就不是我的私生子呢？我们来给楚河的仙眼起个名字吧。落魄谷中寒风吹，春秋蝉鸣少年归。我的双眼可洞穿光阴长河，就这样。楚河看得见1分钟后，看不见明天。我觉得叫没明天。那楚河也看不见后天，看不见大后天，不如叫没未来。楚河现在只能看见万千未来中的一种，不能洞察全貌，还是叫看不清。我看这仙眼就挺好，我就爱这个朴实无华的感觉。我们要不要去拜见一下5长老？5长老在闭关半年了，我都没见过一面。你丫的是来坑我的还是救我的？龟大爷还没见到，先挨了一顿打。谁让你不信我？我不让你体验一下，怎么证明我是真心来帮兄弟？那你为什么不让宁师妹体验一下？你就知道她会信你。我先请始皇转世，给我转移灵石，以后封你做长公主。啊！不是，宁师妹，你这都信他？既然师兄说他是，我就相信他是。一会弄完了我们去吃饭，这些拿回去吃，都是刚才3长老给的，还热乎着呢。人啊，要少一些算计，多一点真诚。老陈，你现在给我转1万灵石，等我登基了，封你做2皇子。为什么我是2皇子？我出10万，我要当大皇子。一言为定，以后你就是朕的大皇子。我就知道灵根是缺啥补啥，小小这灵根也想跟我斗。龟大爷，我请了厉害人物来，这次您老和小红的婚事就包在我兄弟身上。你可别想糊弄老夫，之前你带几位长老来，都是1000年老元阳，啥用也没有，反而惹得小红好几天不肯见了。老楚，这位师兄姓龟，名大爷，算是5长老的记名弟子。陈师弟就爱瞎说，您是长老亲传，叫我小龟就好。我新设计的灵龟阵还差个阵眼，此玄龟就不错，是吧，龟大爷？
这个。大师兄，此龟到底是武师妹的记名弟子，岂可如此随意处置？对，还是二长老言之有理。不过呢，作为阵眼实在浪费，还是交给师弟，我回去用真火炼上749天，做面灵盾才算步入他记名弟子的身份。抽血炼丹。小红，我这辈子是不能娶你了，下辈子我一定做只好龟，娶你过门。龟大爷，死之前把任务放弃一下，我好交差。此子残害灵兽，诱骗放弃任务，希望龟凡殿重罚。我看龟师兄也是一时口快，3位师伯就饶过他吧。龟师兄还不快向3位师伯道歉？对，我就是嘴贱。3位长老大人有大量，我还是只元阳龟，不能这样死了。哼，再有下次，老子就拿你煲汤去火。多谢楚师兄搭救啊！我早就听说楚师兄是绝世天骄，未来的正道领袖。不过龟师兄，你这名字最好改改，不然以后怕是少不了惹事啊。这是捡我回来的那位长老给我起的名字，怕是不好改啊。能干出这种事的人，青云仙门好像不多呀。不知是哪位长老？就是楚师兄你的亲传师尊6长老啊。果然是丫的，我还用想，真是多余了。有人来了。李师弟，楚师兄，陈师兄。没想到能遇见以筑基斩金丹的3位天骄师兄，真是我胡勇的福气啊！来者不善啊！好重的戾气！外门弟子常年在外与妖魔厮杀，只有成绩优异者才有机会进入内门。听师姐说，上个月有20位外门弟子升入内门，想必这几位也在其中。李师兄，快去取龟血吧，战师兄还等着炼丹呢。早就听说小灵峰龟大爷不是好说话的，讨要精血本就困难，胡勇这几人还不准我用东西交换，我该怎么办？你是楚师兄的师弟，就是我老龟的师弟，说吧，要多少？我是幻听了吗？这群龟竟这么好说话！等等，李师弟，你要龟血做什么？陈师兄，你别管了，这是我和他们的事。你我一同长大，一同上山，既是同门师兄弟，又是幼年玩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他们进内门后一直在找我们这些新入门弟子的麻烦，还放出话来要对付楚师兄。早就看出这几人有挑衅之心了，居然要对付老土。那我呢？他们没提你，只说楚师兄风头太盛，正好踩着楚师兄扬名。没提我。有眼无珠，你们已有取死之道。你们别出手，我来讨教陈师兄手段。筑基圆满体修。聪明啊！依照门规，超过3人以上切磋需要申请高出一个大境界的师兄在场，否则就是聚众斗殴，犯门规的。师兄，你懂得好多呀！身为9州头号通缉犯周焕清的唯一弟子，我敢不懂吗？不好，老陈，我来助你。我能对付，楚师兄千万别出手，今天晚饭我请。真是可惜了，令师妹，你觉得我们晚饭吃什么好呢？师兄，你做主就行。吴师兄，我们来助你。此地不通。楚师兄，就你一位，怕是拦不下我们5人吧？10年苦修，每日拔剑9000次，这个数约束了我，也成就了我。此招名为闪天拔剑术。剑宗宗主7尺道人的成名剑招，传说此招肉眼不可视，神识不可查，不见出鞘，不见收招，就是剑道奇才都要合体期才能修炼。这就是剑灵根嘛，难怪战师兄将楚河视为最大对手，这样的天赋实在太可怕了。这些家伙不会都信了吧？还能这么装的吗？我还在揍他们老大呢，怎么风头全被楚河抢了？17岁就掌握了拔剑斩天术的剑道万古奇才，这就是战师兄要挑战的对手。不打了，给老子爬！楚师兄，战百烈师兄会在2年后内门比武上等你。知道了，回去好生修炼，不要把精力花在这等无用之事上面。我会在内门比武上等着你。是，谨遵楚师兄教诲。狗日的！说好这次让我装逼的，我不是让你装了吗？那胡勇我一下没碰啊！丫的，你是没碰，但是你这破招数把人都引过去了，谁看我呀？老陈，你这灵龟变怎么好像很针对剑修啊？
2年后内门比武我必胜，等着瞧吧，老楚，首席之位非我莫属。救命啊！你刚去干嘛了？话说到那份上了，肯定要转身离开才符合当时的气氛啊。那你为什么又回来了呢？龟大爷的事还没办完呢，而且晚上不是说吃饭吗？听说六师妹去龟凡殿放了份剑法，果然是为小楚你量身定制的。侥幸侥幸，纯属是赶上了。二长老，这是家师从气风到来的赃物，为了仙门和谐，我决定大义灭亲，向您举报周某的违法犯罪事实。师叔看着眼熟呢，原来是老六偷的。不过小楚啊，老夫刚送你的那2口宝剑可比制式青云剑好用，你也该换把配得上你的宝剑了。虽然最初不适应，但是这防盗锁在交手时还有破坏对方法力流转之效，我用的挺顺手。那就拿着玩吧。李师弟，如果以后那些人再为难你，你就来第6峰找我，放心吧。谢谢楚师兄，别谢来谢去的了，就那个叫胡勇的，2年后内门大比，要是还打不过他，你就等着吧，保证不辜负2位师兄的期望。能预知10秒后的未来，听起来好像很厉害，所以有什么用呢？朽木不可雕也，我能给你指示，在你和小红约会时提供建议，这都不明白。也就是说，我要准备一句情话或者礼物，在10秒内冲到小红面前示爱，还要能马上看出小红反应的那种。啊，对，时不我待，即刻出发。龟师兄，你一定要怀揣马上冲出去的决心，不能有半点迟疑退缩。小红，这是我下的蛋，大福的送给你。滚！龟师兄不可，会龟飞蛋打。难道我已经进步到能看见10秒之后的未来了？不是的，师兄，你刚才一动用仙眼，龟师兄就急匆匆的冲出去了。你怎么不拦着点？关我什么事？你又没叫我拦。龟师兄，这是一次好的尝试，别伤心了，我们下次再试。怎么回事？这真是龟师兄的蛋？是龟大爷亲自下的，我就在旁边看着，亲眼目睹啊！人家死孩子了，你还笑？你做个人得不得？那是龟大爷心疼小红，不舍得以后让小红生产，自己研究出来的，里面没孩子就点灵液。为了追求女神，自己研究生蛋，被龟龟当到你这份上也是绝了。恶心，就是因为你每天都把心思放在这种事上，才这么恶心。好俊的师兄，而且味道好好闻，是在哪座峰修行呀？师姐，在下第6峰楚河。叫我师妹就好。师兄有剑灵根和仙眼在身，不出100年怕又是一位合体真君。这师姐2字我可当不起。楚师兄，不如去我的洞府歇歇脚，人家变化人形总是变不好，每次都变不出衣服来。楚师兄帮人家看看。不好吧，师姐，这种事我不擅长的。此蛇勾引师兄，是恶妖。师兄说过，对付恶妖一定要重拳出击。陈师兄，你让开！一条老蛇的醋也吃，就知道有老鼠在，准没好事。此子勾引小红，他是魔修夺舍。宁师姐说的对，对付这种人一定要出重拳。龟大爷，您老就别捣乱了。救命啊！老陈，快来帮我！跟着小楚是有乐子。好看，爱看，下次还看。还是有股蛇臭味。师兄，你以后不准单独去小灵峰。还有陈师兄你，哼，算了，你不知道。师妹教训的事，还是先点菜吧。知味楼，青云街第一酒楼，一个隐藏着各种阶级大能的酒楼，常有土豪和酒席豪掷上100万灵石，只为从大能手里听说知味楼不光味道好，而且精通食补之道，哪怕合体真君吃了这的饭菜都能增长修为。前辈，先给我来个青龙出海。翡翠白玉汤、绝代双骄、血盖火焰山，还有什么贵的都给安排上，给我这土豹子兄弟开开眼。好的嘞，3位贵客稍等。别看人家打扮是伙计，这青云街卧虎藏龙，一个跑堂伙计，实际上可能是仙门哪一代的太上长老。现在这修仙界的风气都这么不正经的吗？听说以前有位真君在这里耍横，当天夜里就连着自家师傅一起被埋了。
前辈，我们点的菜呢？上齐了，这4道是你们点的，剩下几道是我们店招牌菜。这是青龙出海，这个翡翠白玉汤。是的。那看来青椒炒红椒就是绝代双骄，糖拌西红柿就是血盖火焰山了。对，客官好眼力。欺人太甚！老楚，人家前辈那么用心给你做菜，你还挑3拣4的，你还有半点良心吗？我的个乖乖，清一色化神起落，幸亏老子甩锅甩快。敢问知味楼是不是有6长老路？你认识小周？这菜单就是他给我们写的，那销量确实一下子就上去了。龟凡店的见过留痕，龟大爷的名字加上知味楼的坑爹菜单，我究竟做了什么孽，拜了这么个师傅？你是楚河对吧？小周的徒弟。那就是自家人，不是我不给你们好吃的，是你们还太小，那些荤腥消化不了。你们看这灵鸡、元婴修为，还有上古异兽血脉，这一个鸡屁股下去，你们3人怕是都能立地结丹了。前辈客气了，这些菜看着就很好。你们放心，菜单虽然花少了些，但都是真材实料的。小周说了，不要弄虚作假，我们要赚就赚那个叫什么服务费啊！对，服务费，菜价1成半，一会你们记得给一下。不搞偷工减料，干脆明抢是吧？6长老不愧是九州之害，难怪能当楚河的师傅。这是小周不要的，说转交给他徒弟。这是万年前大能会见真君自创的功法，能锤炼神识。您是会见真君？前辈，这太贵重了，晚辈无功不受禄。这是小周应得的，既然他没要，就给你了。想不到6长老还给老楚留下了这样的机缘，老楚你这便宜真是捡大发了。不对吧？传说中每1000年在知味楼消费最多的人，可以从知味楼一众隐士大能那里学一门功法。会见前辈说，这本会剑诀是6长老应得的，那6长老是为什么应得呢？金色传说。几10张欠条啊，加起来小3000万，这回是真大发了。你们说周焕清到底是个什么玩意？我就出门吃个饭都能遇上这个老6的债主，这个世道到底怎么了？你也别怕，这个我倒是和6叔打听过，6长老虽然欠债无数，但是很守信用，到了时间都如数还钱。而且6师伯修为很高，我听族里的大人说过，7尺宗主自认不是6师伯的对手，不还他们也不敢对你怎么样的。那我就去找龟大爷了，老楚明天早点来。师兄，我好像有些醉了。我们喝的不是水吗？那泉水清甜甘冽，一杯售价800灵石，我可是记忆深刻呀。那就是菜里有酒。既然如此，就快些回去休息吧。老陈也是，菜都点不明白。滴滴打喝吗？快来青云街知味楼。师兄不送我吗？夜深人静，我有些害怕。师妹说笑了，这里可是青云仙门，而且师妹这半年修为又有精进，有什么好怕的？龟师兄，你别管老楚，继续说你和红师姐认识的经过呀。我不是体内有玄武血脉吗？你也知道，我们妖族修行最依赖血脉，我就想不断激活这一条玄武血脉，进化成纯血玄武。这跟小红有什么关系？那你看我和玄武相比差什么？就是差背上那条蛇啊！所以我就满山的寻找，最后看到了小红，只一眼我就知道，这辈子我只愿让她一直骑着我，就这样骑下去。一天一个版本，你是真不害臊，不就是看上小红的水蛇腰吗？可惜呀，任你狡猾似鬼，也要喝我的洗脚水。别说，我这回剑诀快要突破了。老楚，你真不来听龟师兄说故事，效果顶好。锤炼神识哪还用听龟大爷编故事？我这欠条背心的效果可远胜于你。我先走了，鲍师兄正等着我去切磋呢。你说这小子怎么这么讨小红喜欢？这个简单，宁师妹也是女修，我们问她不就行了？宁师姐，你说一个男修或者公妖最重要的是什么？长得帅，最好还是剑灵根。这个老六有多猛？短短修行2代半，仅靠一手拔剑术，便打得门内天骄毫无招架之力。
还说什么汇聚门内天骄的内门比试，毫无波澜的半月速通，没有敌手的日子真是寂寞如雪啊！为了炫耀弟子，听说剑宗7尺道人提前1个月上山，已经和掌门打了7、8场了。你们说都是仙门了，还搞着比武做啥？这方面青云仙门还是要学学我陈家。不，陈家不搞比武这套。那当然，我们陈家是书香世家，怎么会搞这打打杀杀的玩意？那你们陈家怎么考核族内弟子呢？比赚钱啊！感情你陈家这书香世家在血腥气和铜臭气中选择了后者。我跟你们说，我14岁那年主动要求参加族考，那时候我就想出了一个无本万利、惊世骇俗的赚钱法门。我告诉你们，可千万别往外传。以后咱们仨搞个商会，按我这个法子，不出100年就能把貔貅商会干趴下。那时候族里限期1年，而且就给了500灵石。我拿着钱就去找了几个朋友，说我家里有个可以无限复制灵石的仙器，投1块得2块。起初他们还不信，我说只要现在投资，1月后就给他们本钱1成利润，多投多赚。然后你骗了一笔初始资金，1个月后从他们的本钱里拿出1成给他们，同时让他们继续给你拉人，用后来人的本金给前面人利润。卧槽，老楚，果然你最懂我啊！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奸死对头。那后来呢？陈师兄，你后来赢了吗？我半年时间1块灵石没花，滚出了几百万灵石，然后刑部上门要抓我，族里就把我考核资格取消了。陈家到底还是势力大，这都能把老陈绑下来。我觉得肯定是你族里有人嫉妒，暗中下了黑手。有机会你再搞一次，我肯定支持你。老楚，你果然是我的知己，放心，有机会的。等你东山再起，滚个几亿灵石，我再去举报。致富之路这不就来了吗？林师妹，总之你别理老陈，他那是诈骗。依照先秦律法，举报诈骗可以获得与诈骗额度相关的奖赏。到时候师兄和我一起去吗？师妹这就不必了，这种风险还是让师兄一个人默默承担就好了。老陈这点道行都能骗个几百万，看来京城人傻钱多不是谣言，就不知道都是哪些傻子上当了。你眼前就是上当的傻子之一。楚河道友迎西兰，久仰道友大名。不用找了，侄女婿已经跑了。侄女婿？陈师兄和大皇子独女有婚约，这位是当今圣上的小公主。看来老陈的这碗软饭比我想象的还要硬啊。哟，小楚又见面了。陈叔好，7尺掌门好。小的们，这是我们陈家的姑爷，叫人。姑爷好。这瓜真是保甜啊！宾客落座，北齐瓜果，青云仙门4强之争正式打响。真是有趣，3个小娃娃都跻身4强了。7尺前辈觉得谁会赢？楚河小友会赢。甲资场楚河小友对宁柔雨姑娘，赢之应该不难。那乙资场呢？我那大直对上的听说是外门最强弟子战百炼，楚河小友会赢。7尺前辈，我说的是乙资场。我说楚河小友会赢，无论是谁，楚河都会赢，你明白？这7尺老鬼发什么羊癫疯呢？搞得好像我抢了他什么宝贝似的。诸位同道，各位挚友，老夫青云感谢诸位百忙之中光临青云仙门。帮我护法，我看看什么个情况。怎么样？你输了。那我是怎么输的？你看，开场时你必以18道碧水剑先攻，其中12道直射，6道绕后。可是师兄，我现在会飞了呀。是呀，你被近身后会想起御空战斗，但是我也有办法。你飞上天后，肯定是担心我会强行追击，所以会先用落羽术干扰我，我这2把飞剑就能打你个措手不及。果然是师兄赢了。师兄太厉害了，真没意思。等我赢了决赛，请你去青云街吃糖葫芦怎么样？是师兄说的，不许反悔。可恨，实在太可恨了！同为剑兄，楚河此子身怀剑灵根不说，居然还有如此亲近黏人的师妹。是啊，我都上山10年了，连一根同门师姐的毛都没见过。此子欺人太甚，不灭楚河，誓不成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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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兄弟，好口号，不过兄弟你是青云陈千帆，
兄弟们等着，我决赛必灭此子，还九州朗朗乾坤。怎么感觉大家好像有点不尊敬我？难道是我这3年一直忙着四处炫耀，收了3个天骄，导致大家把我是青云掌门这件事忘了？算了，第1场楚河对战宁柔宇，比赛开始。我投降。这个老队友多短短修行2赛，只靠一张巧嘴就让师妹甘心认输，人惊呆了所有人。甲次场，楚河胜。我上手8，黑幕，绝对的黑幕，给老子退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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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河小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攻心为上。你们在宗门里长老没教过吗？陈道友、赢道友，2位点评一下吧。点评？怎么点评？2人牵着小手就下去了，这他妈如何点评？7尺前辈说得很好，楚河能够劝降对手，是因为知己知彼，对2人的战力分析鞭辟入里，令人信服。而宁柔宇能认清自己的不足，没有被境界之差迷惑，勇于承认失败，这正是他难得可贵的一点。所以此战看似简单，其实内里包含着万千博弈，值得各位后辈修士学习。当然我修为不是太高，所以下面还是交由赢道友来主评。好看，爱看，下次还看。原来还能这样的。接下来乙次场，陈千帆对战百烈。陈千帆，至灵根，筑基圆满，兼修丹正，符系4道。你知道我第1次战斗是什么样子吗？那是一头小山一般的象妖，巨大的獠牙上都是鲜血，师弟们被吓得不敢动弹。当时我也很怕，但是我的内心告诉我，我不能怕，因为我是战百烈，是他们的师兄，我是血战不死的，百战到底。楚河以筑基初期斩金丹魔修，但我会告诉你，金丹和金丹之间的天差地别。打赢你，明天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垮楚河，我会让所有人知道，未来是我战百烈的未来。比试开始。天求地所镇。等一下，我还没说完。好的，地水剑、烈火刀、五木矛、点心法、回杀法、五雷符、青云剑诀、究极老王发拳。5行术法、正道葫芦，还有御剑术和变化之法，这就是至灵根吗？其实我一早就知道了，3条腿至灵根万法皆通，所以得腿指得天下。你回去多多练下，小弟弟。去你的！乙字场，陈千帆胜。楚河小厮，明日就该你我一决高下。令师妹的小手为什么这么滑呀？难道这也是水灵根的好处之一？剑灵根渣男，广大仙子提防青云楚河，至灵根显威，陈千帆力伐金丹造反。前来观战的天机阁修士马里的将信息发出，不出半个时辰，这消息就会传遍九州。可以呀，老陈，这手5行术法和御剑术藏了很久了。筑基逆伐金丹算什么？我筑基秒杀金丹，而且都还没用真本事呢。知味楼，我请客。我就不去了，师尊今天回来，我要和师姐们迎接师尊。我也不去了，今天有贵客上门。准备过来呢。老陈，明日一战，谁赢谁就是金丹7小队长。今日我旗开得胜，大败金丹，没想到连个饭搭子都找不到。六叔你怎么来了？明天能赢不？包赢的。也没人搭理你，今天跟六叔吃吧。好的，六叔，你那半步筑基的问题想明白了？不想了，我去合欢宗进修2年，发现合欢宗现在流行一种睡素的，正在思考这到底算不算嫖。你回来了，快洗手吃饭吧。我是第1次，不小心弄出血了，没事的。36剑痕。你小子就是如此尊师重道的。装什么贤妻良母？你丫和7尺道人大战7天7夜都不带受伤的，我的西周能弄出血来，我倒要怀疑你粥里放的是什么了。不对啊，我这一招在合欢宗无往不利，那些妹妹们都感动的哭了，怎么会被你小子识破呢？要不是打不过，今日定要让你好好品尝一下震动小玩具的厉害。唉。
还行，没荒废了天赋。我还怕你被宁家姑娘迷得神魂颠倒，改修大宝剑了。宁家有钱，水云峰更有钱。你好好抱住这条大腿，我们第6峰就有指望了。水云峰有钱，那你怎么不去抱妻师叔的大腿？我抱了，彩云说身子可以给我，但是水云峰的财物是属于水云峰所有人的，不能给我。说吧，让杨师姐传话把我叫回来干什么？为师不就是关心你吗？不说我走了，陈叔应该挺乐意收留我的，不行还能去水云峰混一晚上。好徒儿，为师就是想问问你明天有信心没？仙门天骄一向是九州热门话题，这种门内比试或是仙门交流战都有大把堂口。你是不是赌了？坏了，情急之下露了破绽。以楚河这小子的坏心眼，这次怕是要被拿捏成肉傀儡了。赌了多少啊？也就5000多万。无独有偶，老六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种精神，一种传承。所以当老六碰上小六，到底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这一口800灵石的自来水就是爽，所以我亲爱的师尊，你借了貔貅商会的灵石，然后全压在我身上了是吧？好徒儿。所以急急忙忙赶回来看看我的情况，是好确定决赛之后你是去合欢宗找花魁，还是去合欢宗当花魁对吧？仙门已经决定了，就派你去合欢宗当花魁还债，咱们500年后再见吧。别啊，好徒弟，有什么要求你说嘛，咱们师徒好商量的。那就换个师傅，我看7尺道人挺不错的。7尺老头有什么好的？武力颜值不及为师1/1000，而且你在为师这有什么不好？亲传弟子当着，白富美泡着，除了看不见为师这个亲传师尊。还知道我见不到你呢？咱们师徒如父女，你就忍心看着师傅沦落风尘吗？老楚啊，我听慧剑前辈说你来了，一起吃吧。那什么，你和六长老先忙，我走了。后生可畏啊！我已自问纵横花海无敌手，但是看看人家小楚筑基期就能玩弄渡劫大能，还是自家师尊。看来回族里要马上选姑娘了，起码选一打出来再说。好劲爆的大瓜，就知道跟着楚河一定会遇见好玩的事。不打扰周道友和徒儿絮叨了，我们先行告退。你看为师在仙门的清誉也被你毁了，以后少不了被人指指点点，你要补偿我。你的清誉那不是和消失的仙界一样没人见过吗？说那么虚无缥缈的东西干什么？倒是你毁了我的清白，一句话毒死我7米3，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哼，你可真是幽默。行了，你不就盯上了卫师的身子吗？就当被猪拱了，陪你一晚行了吧？哼哼，那您老还是去合欢宗陪大爷吧。你前脚走，我后脚就去水云峰拜师。哼，说吧，您想要什么？早这么说不就行了？我要功法。切，小家子气。你早就写好了。谁给你说这是我写的了？合体之后的就要你自己琢磨了，我手里就有道合体的。感情是您老界花献佛呀，亏我还感动了那么一小下。我是9州第1位咒道仙眼吧？是啊，除了你个傻缺，谁会有这玩意？别多想，这玩意我爹写的，老家伙和小老婆跑了。哦，原来是师公他老人家的手笔。那功法的事就这么算了，现在你解释解释这玩意吧。这是什么玩意？你小子不会打算向我求婚吧？这是2年半前我遇见的血魔叫李葫芦的东西，当时这戒指自动飞到我身上，怎么也甩不掉。说起这种手段，上次遇到还是您老的那些欠条。你小子不会因为这个就怀疑你的传道恩师吧？师尊大人，我怎么会怀疑您呢？这戒指里有个声音说他是上古大能残魂，能助我登顶9州。对于这种天降异宝的经典骗局，我当然坚决不信啊。然后戒指里的这位就没日没夜的喊了，终于他改口了，说他是李葫芦的残魂，但是我还是不理他。他就这么又喊了几个月，最后说他是系统，是胜过剑灵根的绝世机遇。我是想要扮猪吃虎，还是后宫成群都可以靠他。感情你还捡到宝了呗？所以这跟为师有什么关系呢？1个月前，这戒指换了另一句话，你别说，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回应他了。这段时间聊得挺开心的。他说是周焕清把我放在你这的。世尊，你个狗似的卖我！我不卖你，他不理我呀。你知不知道我喊了他多久？他是一句话不回啊。所以这位是师尊大人的好友，肉体毁灭后只有魂魄存世，加上很巧合的和我同为炉鼎仙体，所以想指点指点我。
世人皆以为炉鼎仙体的能力全靠男女双修，却不知阴阳调和乃世间道法。我要教你的是天人合一之法，这才是炉鼎仙体之真意。也就是说要天人相交，那我是不是应该先改名楚日天？哼，说话真是难听，不知道是哪个师傅教的。就是，小智先不说这些，他明天还要比试呢，听太多没好处。这比试可关系着我第6峰的身家性命。你关心的到底是我的比试，还是你的赌资啊？反正你就把他当成我，小智绝对可以信任。我是不信任你，回家睡觉。别急，宝贝徒弟，你实话告诉为师，明天你有几成胜率？9成9。9成9怎么够？你还有没有什么底牌中的底牌？燃烧寿元，折损灵根品质。要不我现在去找血魔教总部，给你弄几颗万灵血珠。你青云渣男之名已经传遍9州了，加上4强战你并未出手，导致现在很多人支持陈千帆。估计封盘时你的赔率能到1赔3。那我明天赢了之后，周老六岂不是能赚1亿5千万灵石？对了，炉鼎仙体双修之法，为师现在就去水云峰，我陪小彩云，他徒弟陪我徒弟，我们双赢。你赢2次，又赢灵石又赢美人是吧？我现在不想看见你，再多说一句话，明天我上场就投降。玉儿，昨天的事你还没给我个解释呢。可是我就是打不过师兄啊！唉，但是你连试一试都不愿意吗？师尊，你不知道，师兄藏了好多底牌，要对付陈师兄，我是真的打不过。师尊，你用个隔音术，我悄悄告诉你。宁师妹，你过分了吧？老楚有什么底牌，你倒是也给我说说，还用什么隔音术？君子远防。大侄，你给六叔说老实话，你对小楚有几成胜率？六叔可是把老婆本都压你身上了。六叔，你的老婆本不是早在合欢宗花完了吗？我说正经的。对老楚啊，也就9成9吧。此话当真？我有一张底牌中的底牌，就算老楚今天临阵突破到金丹初期，都赢不了我。那如果小楚突破到金丹中期呢？六叔，你真幽默，和你的老婆本一样幽默。楚师兄当真是努力，听说天没亮就来了，一直在比武台上自己练剑。不光是楚师弟，我昨夜来青云峰的时候，还看见陈师弟趁着月色在比武台上打坐。天资高不可怕，可怕的是天资高的人才努力啊！师尊，我去和师兄说说话。嘿，青云渣男，想好一会儿怎么说了吗？哪里比得上老陈你青州色魔3条腿的美名啊！2位师弟，今天各位同道前辈都来观战，算我这个师姐拜托你们，千万不要做什么小动作，丢了仙门颜面，你们明白吗？明白。师兄加油，我先走了。这就是被渣男欺骗的那位水灵根天骄啊！长得帅天赋好就算了，居然还有这么漂亮的师妹，楚河当真不可轻饶。我有内部情报，不光是宁家大小姐，陈家嫡子也被楚河渣男玩弄于掌心，男女通吃，当真可怕。徒弟加油啊！刚刚貔貅商会封盘，赔率已经1比3.6了，你可千万要赢！赢了这场以后，想怎么输都行。大侄儿，一定不要丢了陈家的颜面，给我赢！在师弟师妹们真心祝愿，还有长辈大能们充满铜臭的利欲熏心，防护阵开始启动，最终的决战开始了。经常干架的朋友都知道，自古战场无父子，史无前例的2大阴劫对战，到底谁胜谁负？老楚，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多久了吗？五雷诛灭佛。老陈，我们俩就不用整这些华而不实的小玩意了吗？没想到楚河单凭2把飞剑揪破了陈千帆的肋腹，这渣男果然有些本事。两人现在都是筑基圆满境界，差距应该不会太大，就看3条腿如何应对了。六师伯，您别摸了，看看比试吧。哼！水灵根的小手就是滑啊，怎么就看上楚河那狗东西了呢？那就让老楚你看看我精心为你准备的手段，天求地所镇。这阵法的确厉害，但是可惜强行布阵的威力可就差远了。
居然是完整的天球地锁阵，我真是失策了。老陈，不抓紧机会来了结我吗？激将法，好笑！飞沙走石阵，火劫雷丹阵。7。3道完整大阵，他是怎么做到的？而且每一道阵法都运转顺畅，相互之间竟无干扰。3条腿在阵道上早已不前啊！天球地锁阵封锁丹田肉身，飞沙走石阵干扰实时探查，火劫雷丹阵主攻法，这阵法搭配确实无敌。杀局已成，老楚你以后就乖乖跟在我身后吧。你放心，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一个碗刷，兄弟不会亏待了你的。好阵法，你确实给了我不少惊喜。进来。360道剑痕，老陈你挡得住吗？剑痕，7尺前辈，这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剑气的变种啊？周焕清，你到底是把这招交给他了？此招飞剑灵根无法参悟，只要是灵剑飞剑乃至剑气经过的空间，就能长久留下剑痕。剑痕威力极大，乃青云仙门6长老的剑道绝学。老东西，要么想和我抢徒弟，要么想和我抢美人，不安好心。娘西皮的，你前天还说你最多能操控108道剑痕，你个骗子！我今天突然有所顿悟，不行吗？老陈，安心的去吧，每年清明我会去你坟上的。老陈，终归还是我赢了。你们2人使用了未经许可的赛前准备，违反比试规则，掌门和长老们正在商量结果。杨师姐，我的3道大阵赛前都没有完成，是开打时我最后拿出阵图布下阵眼的，算不得赛前准备。不是阵法，那是什么？我就是看比武台太冷清了，提前放下的点缀，只是他们恰好被隐藏了起来，又恰好和几道阵法构成有些相似，又恰好是阵才。楚师弟，你有什么要辩解的吗？师姐说我违规了，我就违规了，是我赛前准备不足，没有仔细研究规则。老楚不对呀，你怎么这么老实？我一直都是老实人。按照第6封的双赢理论，我赢了气死老陈，输了气死周老六，左右横竖我都不亏。现在就2个办法，要么取消2人比试资格，我们进入庆功宴环节。要么考虑到2人都有违规，我们罚轻点，比试继续。毕竟那么多同道来捧场，现在回家吃晚饭是早了点。继续。对，继续。我建议取消比赛资格，不把这赌局整黄了，我这接下来几十年怕是要在家修身养性。可惜天不遂人愿，陈花海的计谋还没来得及实施，在场的大能议员投票结束。楚河陈千帆违反比试规则，念其初犯，因对比试规则了解不深，导致罚2人宗门补贴6月，比赛继续。老楚对不起了，你现在法力神识都差不多枯竭了吧？还有，你小子别想着吃丹药，你要是吃了超过品级的丹药，我立马向杨师姐举报。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么一道术法，名春风化雨水道术法，唯一的功效就是将自己的法力神识快速传给对方，刚好令师妹就会。杨师姐，这不算违反规则吗？赛前吃多少补气养神丹药或者书法都不违规。2位师弟，好好比试。特娘的决一死战吧！玄龟剑。这个老陆宗门到底有多厉害？简简单单一个热门天骄，竟在鱼塘里炸出了2朵不一样的金花，而且还是带刺的。这就是你的第2张底牌吗？我刚好也有御剑术。你丫说你最多能用7把飞剑的，你还说你一直没变化呢。卑鄙！王八甩甲。原来你的巧舌如簧符箓用到这上面了。哥们也不是白给的。
以肉身粗暴的吸收药力，那又怎么样？等我飞剑慢慢编织剑网，老陈你就等着给我刷碗吧。还是和你打比较有劲。既然这样，那我就不用客气了。临阵突破，这趟观战的门票花值了。不过这是什么金丹？金丹初期单程1品为最上品，不过它不是临阵突破，应该是用了化神期都无法识破的高阶引境服务。不是，谁家好人那门比试的时候隐藏境界？还有这隐藏境界违不违反规则？这楚河我可是下了重注。只有动用邪法或是透支潜力强行突破才违反。你藏了多少境界，多少底牌谁管你？就是，难道不想打了，还拿把剑架你脖子上，逼你燃个50年先天寿元再说啊？老陈，没想到你突破金丹了。不是老楚，突破快慢没什么的，下次你再来过就好，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就是想给你个惊喜嘛。哼哼，既然这样，我也不用客气了。对了，我的引境符是去拜访4师伯使他赏的，没花钱。今天我们2个只能有1个人活着下台。王八拳，那就是我，剑斩王八。你不对劲啊！料敌于先，新玩意啊，老陈。金丹送的一点小神通罢了。那就看看是老陈你料敌于先快，还是我的直觉更准啊！无敌风火轮。娘的老楚，剑心通明，你结的是剑丹。等等老楚，让兄弟说2句。玄龟在变。这是我研究的北路玄武阵，不错吧？你研究的，大长老没帮忙。我提的创意，大师傅也就小小的帮了一点忙。现在我这阵法能把全身的威力集中在小蛇上，贯穿之力尤为坚挺。你要不要试试？没兴趣。你能变成玄武，灰大爷的精血想必都快被你抽干了吧？你是怎么忽悠他干的？秘密，现在可以给兄弟交个底了吧？我可没藏着掖着。你还有什么底牌？你不是猜到了吗？先眼推眼，剑心开蟒。你真是畜生啊！那这个你也看见了？王八蛋嘛！你狂吃高级草药，不就是用丹道手法炼成此丹，然后将丹内药力尽数转化为毁灭之力吗？你可真是有钱了。不过这腮帮子还扛得住吗？到底是你先油尽灯枯，还是我牙床脱落，犹未可知。胜负还在5-5之分。无知。金丹中期，你丫到底什么时候成丹的？7、8个月前吧。你跟兄弟交个底，兄弟不往外说，你到底什么境界？化神炼虚还是合体渡劫了？你丫不会成仙了吧？喂，你们还打不打？你当这是你家澡堂呢？花那么多？打个屁！我投降。怎么不打了？真是扫兴啊！黑幕肯定是黑幕，渣男说不定连裁判都拿下了。对，这个乌龟人肯定是在对面下了重注，然后故意输的，太他娘的心黑了。我怀疑他是对面狗道宗的卧底，专门过来骗资源的。叫什么叫？不服气的上来和你陈少练，同境界谁赢了，我给他一件合体道器。此话一出，乌泱泱的金丹真人从看台上飞了下来。原来大家只是起哄架秧子，但当合体道器一出就不一样，毕竟财帛动人心啊。停，乱哄哄的成什么样子？交钱！交什么钱？人身安全保障金啊！你们快被打死时，我出手救你们，不要法力啊！1人5000，穷鬼滚蛋！我靠，这什么仙门啊？干架还要收费的？哇，这得多少人啊？满打满算80多个吧。又让这傻缺赚了40多万，该死的老陈！都准备好了？废话少说，这合体道器我常威铁定是笑纳了。哦，原来是威兄，好的，现在就安排你上路。小挣一笔，好徒弟，要不要再捞一笔？不要，凭什么我打工你赚钱？我有那时间研究庆功宴吃啥不香吗？别啊，你有好处。
怀了，打算认我当干爹？哼，傻缺，你不想要剑丹之后的修炼法了？刚才我听到七尺老头说9周剑道再得剑丹，你说在你之前还有谁是剑丹呢？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和我的贞洁一样真。那不就是假的吗？别走啊，分你点行了吧？先给钱，10万零食。哼。来，剑灵跟家先眼剑丹打包甩卖，交手只要1万零食，金丹期的快来抢！9周第1天交在线陪练，算了，我含泪7、5折，有没有人上台？收工吧，你又没有报酬，谁会想不开花钱来挨打？好，本届内门比试胜者是第6封楚河，各位同道，诸位亲友，青云备了薄酒宴请，还请诸位入殿共赏。吃席了，有缘再见了师尊大人，我先下班了。这把真是亏大发了。六长老，您老道士也救我一下。哼，你不是诈不死吗？而且你没买我的人身安全保障金啊！5大仙门之争始于1000年前的一场玩笑，却因一位天才弟子的崛起而延续至今，成为了各派证明自家传承优劣的传统比试。听说这仙门之争的由来是掌门嘲笑剑宗一个剑灵根都没有，然后被七尺老头当场捅了18个窟窿。最后七尺老头说不服气的话，让2派青年弟子过招，看看谁调教出来的弟子好。不对吧？那这比试怎么有5大仙门？不懂了吧？当时2宗比试，我青云出了杨师姐这员猛将，可谓是屡战屡胜。掌门应该是从中窥到了商机，随后他又找上了昆仑仙山、先秦皇朝和我陈家，仗着杨师姐的天资，主动要求弟子被切磋，并且加上彩头赌上宝物，趁机狠狠赚了一笔。那段日子听说过的是相当滋润。那杨师姐一直上不就行了吗？包赢的吗？那你是想多了。当时4家输的跳脚，然后为了禁止杨师姐参加，这切磋改成了每届弟子参与，这才形成了5大仙门之争。没想到5大仙门之争背后是这种缘由。不靠谱的掌门在外惹事，靠徒弟撑场。大长老到4长老负责内斗谋反，5长老避世不出，周老六9州之害，7长老这颗仙门最后的良心也被周老六糊上了猪油。要不我还是考虑一下跳槽的事吧。言归正传，说起来，我那王八蛋的威力也看见了。以我陈氏的算法，王八蛋这一手是我赢了。你放屁！你的陈氏算法是只有你陈千帆一人的算法是吧？第一战，我以360道剑痕对你3道小小阵法，是不是我赢？第二战，你不完全玄龟便对我13把青云剑，是不是我赢？你哪赢了？明明是平手，恬不知耻。你被我逼得先手掀了引进符，暴露了金丹修为，你能说平手？那按你这个说法，你最后被我逼得暴露了金丹中期，最后冠军应该是我。那就算平手，不过金丹对金丹，你开口求饶，是不是我赢了？我就是腮帮子疼想歇一下，只能说你牙口比我好。那你完全体玄龟便对我先眼，是不是怂了？还有最后你的王八蛋都被我看穿了，我1量修为，你2股颤颤机遇仙桃，只恨爹妈少生了2条腿，我4胜1平，大获全胜啊！不是谈正事吗？怎么突然话分就转了呢？李师兄，你和2位师兄走得近些，你知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2位师兄切磋完都会这样。楚师兄说这叫复盘，陈师兄说打的时候输了不怕，打完了复盘，输了才可怕。那我还有底牌没用呢。其实我还是一名御兽使，龟大爷答应比试时上场帮我的，我没忍心2打1就没用。真是好笑，你有底牌我就没有了。我和小红师姐赛前专门去签订了御兽契约，你个傻缺不知道了吧？小红师姐出马，龟师兄保证弃暗投明，3打1你又输1场。陈千帆认输，胜者楚河。这是我找气风师兄合成的杨师姐声音。比赛最后关头，我只要举起手来释放此宝，你必然掉以轻心下台，那时候就是我胜了。雕虫小技。楚河认输，胜者陈千帆。我找杨师姐录的，我说如果输了，打算把这个当做鞭策自己的动力，师姐就帮忙了。还有，这个能放金光，这个出烟花，这个是录的观众欢呼。其实我觉得输赢对于修士来说不过是小事，真正重要的是服不服气。我不服气。现在我就给你个机会，咱们出去再打一场，让你看看我金丹老祖的厉害。现在不打，等元婴再说。元婴期你如果输了，你就去青云峰大喊10声我楚河不如陈千帆师兄。行啊，你如果输了，就在青云峰大喊20声我3条腿不如楚河师兄。
还是3条腿？你都青云渣男了。明师姐，我觉得陈师兄说的很对，关键不在胜负，在于服不服气。我想和你再打一场。好呀。各仙门掌门已经商议完了，这次5大仙门之争将会是一处幻境，开始时间是6个时辰后。之前不是说1个月后各门3甲团战吗？而且昆仑仙山都还没来呢。一个有神司金丹，一个能见星通明，你俩联手就足以横扫任何需要战斗的场合了。其余4家不想给你们2人过多的准备时间。那幻境内容和比试规则呢？目前只有掌门师尊知道，这是其余4家弟子领袖的资料。然后你们3个，这是内门宝库的兑换表，你们先看看。仙门这么敷呢，连渡劫大能的法器都拿出来了，这是要打家底了吗？内库的物品需要特殊贡献，你们3人在内门比试上分别获得了10点、6点和2点，而且掌门师尊还说了，根据之后5大仙门之争的表现，会给你们发放特殊贡献。等一下，杨师姐，这大饼先慢点发放，我先冒昧问一个问题。4大仙门都这么目的明确的要针对我青云，那以师姐你的角度来看，掌门当时同意更换比试内容是胸有成竹还是利欲熏心呢？是利欲熏心。还考虑什么？鸡池老鬼把他的斩天拔剑术都压上了，赶紧准备去了。我这次不把他底裤赢过来，就算他没图。小楚，这一次你可一定要赢啊！赢了这一次以后，想怎么输都行。我算是明白以周老六的尿性为什么能一直在青云仙门当长老了，原来是门风使然。再看看这位，纯一个书籍了眼急于翻本的赌。那首席之位，行，春雪的首席就是这样当上的。那特殊贡献，行，春雪的特殊贡献就这么来的。那如果我想当第6峰的主人呢？都行，春雪的青云峰主之位也是这么来的。我当了峰主，我家师尊呢？本该是再给六师姐一座主峰，不过六师姐多次违反门规，俸禄都罚到3万年后了，所以会直接没收充公。那到时候周老六岂不是无家可归？生是青云人，死是青云魂，符合保证完成任务，不辜负掌门的期待。你放心，我费尽口舌也替你们争取到了条件，到时候幻境开启，你们可以先进入幻境3天。您说句实话，是您费尽口舌，还是人家觉得我们先进去3天也没啥影响？我先走了，你们好好准备。杨师姐，你说老实话，这次仙门赌的有多大？如果赢了，根据仙门这20多万年的积累，宝库应该能多1成底蕴。这个老六宗门到底有多溜？就连号称仙之源头到之祖地的昆仑仙门，也得带着骄傲踏上黑州，只为青云仙门新一代的双星而来，以及那令人难以拒绝的赌约。魏长老，多年不见，风采依旧。千年前出了个阳春雪，千年后又得此2人，青云倒是有个好运道。楚师兄，这件事不能这么办，太鲁莽了。按照我说的去办，知道了吗？陈师弟，楚师兄，我说了，按照我的意思去办。我作为小队长的权力是无限的。不是听说他们关系很好吗？赢之前关系都好的，赢完就飘了呗。大有可为啊！人都到齐了，本次5大仙门之争正式开始，请唤我道兄。本届考核内容为收集宝物，在幻境中所得到的宝物会以价值换成积分，换我道兄会将时间加快6倍。你们在幻境中共有半年时间比试。老陈，你刚刚的戏太僵硬了，就这还想做男1号呢？我不是紧张吗？先试试规则，到时候我给你改剧本。果然如此，没有外物使用限制。考题既然已经被猜中，那也就怪不得我下狠手了。宁师妹，让各位开开眼吧。不愧是靠着卖幻境在9州大肆敛财的合体强者。听说合欢宗都打算和其合作，制作出一种既能满足顾客体验，又不会让顾客破身的全新幻境。有机会倒是要体验一下。幻境已成，请诸位。这特么着急忙慌的赶了5、6个时辰路，落地10分钟比试就结束了。七师姐，你怎么在这？他们
把我召来的，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是老陈，这玩意怎么用啊？掰开就行。老楚，你说我召谁来好呢？我太爷爷境界高点，但是我五爷爷特疼我，好难选啊。几位青云小友，先把这些收起来吧。圣者，青云仙门。圣你妹呢！青云弟子破坏幻境，没有直接判负就不错了，你还敢说圣者？那是换我学艺不精，与我青云弟子何干？青云道友这话不妥，老夫只是没有想过会有合体真君进入，所以幻境强度不高。你让老夫全力出手，困3-5个合体真君不成问题。哼，你就吹吧，我又不是没进过你那幻境，困我3-5分钟都困难，还3-5个合体真君。你特娘的是渡劫，你等老夫突破渡劫的，不把你困个3-5万年的，我跟你姓。那是谁不让你突破了？自己突破不了还怪我？你还是去和合欢宗好好研究研究麦片吧。青云匹夫，欺我太甚，魏道友一起上！别吵了，重新比试。哼，凭什么？鸡池老鬼！很快，一阵口水大战过后，在4大仙门的加注下，并传送玉符类宝物，比赛重开。掌门，你看我们费心竭力才想出一个必胜之法，结果优势全无，现在又还要再重新比过，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贡献给你们翻5倍。掌门误会了，我楚河是那贪图利益的人吗？为青云抛头颅、洒热血，都是我等青云人的责任。幻境已成，青云老鬼叫你的人别特娘的乱跑。其他4大仙门弟子还在幻境内，3日后才会醒来，加油干吧，小伙子！掌门放心，等我好消息，很快。本想着召3-5个合体前辈直接堵在出生点，把4大仙门团灭的，没想到这位换我真君的幻境这么不争气，搞得其余4家通过加注禁掉了我的杀手锏。师兄，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无妨，我还有一计。老陈，该你出手了。我办事你放心，师弟们你们都过来，我交代一下事。几位有点情况。青云弟子正在布置一座合体大阵，完成后足以覆盖幻境任意角落。不可能，合体大阵岂是他们能布置的？如果是借用外物呢？我皇室的9州屠戮就有这样的效果，我记得陈家道气石等分盘也有这样的效果。那就没错了，是通过一个圆盘布阵的。那是大侄儿自己偷出来的，关我陈家什么事啊？我这一趟已经把积蓄输光了，这大侄还不肯放过我。多说无益，诸位一起去看看吧。王师弟，你去这边；李师弟，你辛苦跑远一点。老陈，你这东西到底靠不靠谱呢？陈家出品，必属精品。这可是紫金降龙阵，陈家上任防护大阵，以前逮住过2-3个渡劫期。感情还是我看走眼了，这是做渡劫大阵了。这破青云山以后再也不来了。上一届的青云修士已经把9州霍成什么样子了，现在又来了2个怪胎，青州这地界真是捡到宝了。不敢相信，眼前这2个区金丹修为的老弟，为了在仙门比上谋取暴利，竟然一次又一次的戏耍5大仙门。千帆，你的手段很高啊！六叔，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想来求我让陈家一马？不过我现在可是青云弟子，因私废公这种事做不得呀。你本事了，用陈家的道器对付陈家人，你还有理了是吧？这10等分盘哪来的？五爷爷给我的。你敢说不是你偷来的？不是，走之前我给五爷爷说我想去宝库看看，五爷爷同意的。五叔是同意你去宝库看看，还是同意你从宝库拿东西了？反正五爷爷没说不准拿，那就是准拿。诸位前辈，既然阵法也不能用，还是干脆一点，咱们该加注的加注，该谈判的谈判，大家快点进入下一个环节。楚河小友此言不错，我们先出去。此事我要禀告掌门做主。连个主都拿不了，要我说还是回家养老嘛。这长老不当也罢。还有你青云老鬼笑什么呢？人家顶多请示自家掌门，你呢还得请示自己的大徒弟。老陈，你头上这个就是你的消耗外物扣掉的积分吧？看来这个幻境有个隐藏规则，失去外物会扣除积分，应该是进入幻境时就记录过我们的储物件了。一会几位前辈进来，我们再骗他们一下。老陈，你好好配合。换我前辈，请问可以听见吗？你说，晚辈就是想请教一下，在幻境中燃烧先天寿元出去应该没影响吧？
还有单属性灵根燃烧的先天寿元应该很值钱吧？笨娘子，知道这是我的幻境，还当着我的面商量骗5大仙门，真是年轻有为啊！很快，又到神念进入幻境，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禁用和阵法相关的外道手段，当然自己布阵是允许的。好的，魏前辈，那掌门怎么说？给你们10倍贡献，赢了每个人再去内库挑本功法。那老陈把你的合体傀儡拿出来也够团灭他们了。各位前辈，我们3日后见。昆仑不可能再加入了，不行就散。我想3位道友肯定跟我在同一阵线。别愣着了，之前2轮加注，你青云可是1毛没加，纯靠2个弟子就换来了那么多宝物，还不知足吗？小楚了，10倍贡献不少了，仙门也要运转的。开玩笑，能让仙门底蕴增加1成的赌注，就拿这点贡献糊弄家人。那大家就散会吧。掌门，你看我和陈师弟昨天一场血战，伤都没好透呢。你要什么？不许太过分。就是一点小事。掌门，您老刚才说贡献翻10倍，这个贡献包不包括特殊贡献呢？我也是青云人，得了咱们青云的好处，不也是壮大青云声势吗？况且这次咱们赚这么多，漏点零碎给我们这些小的也没事的。片刻后，价格谈妥，谈话与楚河3人可以获得额外特殊贡献终结。这波真是发了。老陈啊，既然傀儡不让用，那就把你的丹药拿出来吧。就是我上次和你说的，吃下后立刻拥有无漏金身，合体以下无人可破防的那枚丹药吗？族内宝库可没这种丹药，说谎可不是好事啊，大侄子。这个，六叔我还真有。这是我大侄女送他的，真货。有这东西你怎么不早吃？这玩意吃了以后，肉身无法再进一步，我瞧不上啊！怎么出主意的是楚河，挨打的又是我，太欺负人了。各位前辈，这个丹药可以吃吧？其实晚辈的要求很低，而且一直这样也挺没劲的。不如我退一步，只准使用最多化神级别的攻击外物，怎么样？还有，既然我们重新开始，能不能把陈师弟和宁师妹的副积分清零了？宁师妹头顶个负11积分，把这个幻境的地皮都刮下来也还不上啊！又是一阵商榷后，5大仙门代表最终先后同意。楚河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青云老鬼叫你说我突破不了渡劫，这次你就等死吧。楚河不把你丫天鬼弄出来，就算你丫流得干净。这都耽误了小半天功夫了，那咱们可以开始了吗？好说，补足你的时间。从这一刻开始，你还有3天的领先。接下来比试开始，发生任何情况都不会停。换我送我们出去。行了，操练起来吧，家人们！我神识已经探查过，这个世界有2大人类王朝，5大妖族部族，最强者是2人1妖3位金丹初期，范围也不大，全部宝物加起来大约有100万灵石。所以我觉得这100万积分弄来有什么用？咱们要弄就弄大了。这一次我们的目标是掏空4大仙门弟子的储物戒，大家有没有问题？前辈，从别人的储物戒里拿东西，应该不算积分吧？幻境内得到的物品会根据价值获得积分，失去物品会损失积分，这是你们给我的契约，还有什么问题？可那不是幻境内的东西，是带进去的。如果只计入幻境内生成的物品，需详细写明。我发给你们5派掌门家主的相关手册有写的。你等等，我联系一下掌门。掌门说他知道这个细节，故意留着想多赚点。我这边也这么说，说陈家弟子有钱，到时候随便弄几个就赚大了。大哥说他昨天不在，让家里长辈看着弄的，经手的人是武叔叔。那个我不太擅长文术。别看我也没细看。总之我这把是亏大了。楚河小子说要把他们的奖励和积分挂钩，那按照现在这个意思，他到底打算弄多少积分啊？现在只有楚河知道完整的规则，你们说接下来等待其他仙门弟子的将会是什么？取消积分显示这一条的时候，掌门没同意，这不能作数吧？我觉得你昆仑仙门要加强一下对律法的学习了，这契约可是你们5个人和我签订的。不敢相信，当一个能洞悉未来，一个能急速思考解析的老六碰在一起，再拥有一个辅助的奶妈，是种什么体验？老陈，你这假6计划，其中有几个细节要改一改啊！接下来先秦和你陈家的人就看你表演了。放心吧，这开挂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李师弟，我们这边的行动，你就是男2号，玉符内的内容要牢牢记住。可是楚师兄，这种满是破绽，假的不能再假的话，真能骗过2大仙门天骄？尽管去做，自有大儒为我辩经。
宁师妹，这是你的任务，昨天我让你去办的事都办好了吧？那我就先走了。这就是换我前辈制作的幻境吗？果然逼真，不过还是小心青云的人在暗处埋伏。仙子多虑了，我们4家联手，青云这些人就是在暗处埋伏，又能如何呢？救命啊！娘亲说的没错，悬崖边上必有大机缘，我有救了。储物戒。陈耀道友说，他们和先秦弟子遇见了大楚王朝的出逃王子楚大海，准备帮助他夺回他的王位。据楚大海所说，大楚王朝的宝物基本都集中在皇宫宝库内，这是一条拿到积分的捷径。还是先把他救活吧，我先研究一下这个戒指。此幻境为万灵界，有2大王朝与5大妖族部落，而本次比试以积分最高者为胜者，且允许使用化身以下的攻击万物，所受伤害也不会影响现实。没想到仙门竟是用这手段去应对青云人。不过这储物戒除了提供1道信息，还有这些铁牌是什么意思啊？我们2宗刚好36人，想必是幻境给我们的道具。0，难道是记录积分用的？萧师兄，他醒了。这些铁牌你拿去分发一下，我和金仙子去看看他。娘亲说会有2位天将率领天兵来救我，娘亲果然没骗我，可是娘亲你却看不见了。好了，说一下你的情况吧。我是大陈王朝真正的继承人陈飞舟，2位天将，你们一定要帮我斩除奸佞，夺回王位啊！什么破名字？金仙子，这万灵界2个王朝，一个姓楚，一个姓陈，真是晦气啊！萧道友，请不要再称仙子了。那是让我称你剑耳吗？这样会不会太亲密了？叫我金道友就好。那太生疏了，你我同是仙门弟子，不如我就叫你金师妹如何？楚河牵着自家师妹的小手，在比武台上指点江山的画面已经流传开来。虽然我暂时打不过他，但是师妹这方面一定要跟上。打者为师，萧道友以师兄自居，是认为你打得过我吗？金师妹如果不喜欢，我叫师姐也是可以的。戒指，我的戒指呢？是这个吗？对，娘亲说天兵天将看过这戒指就一切都明白了，你们快看啊！我们会帮你的，但是我们也有任务，需要收集大量的宝物。你知道大陈王朝的宝物在哪吗？父王被妖妃迷惑，不光处死了我的娘亲，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宝物都放在王宫宝库内。你们放心，只要等我登基，一定会开放宝库，以报偿天兵们的救命之恩。帮你可以，但是你说你是大陈王朝真正的继承人，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一定会做个好大王，不会和父王一样的。而且，大陈开国先祖留下祖训，得金龙者为陈王。单看这图腾，我就感觉到一丝帝王龙气流转。你说你是继承人这话，我倒是有点相信了。那肯定，这可是老陈用符箓手法照着那件先秦始皇龙袍纹上去的，还能给你这小处男给看穿了。关于妖族，你了解的多吗？我在逃跑路上听说过一点，据说5大妖族之一的虎族突然出现了位金丹老祖，推翻了原本龟族的统治，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突然出现个金丹老祖，估计这就是青云弟子的机缘所在。师姐，前方有一座木屋，里面住着个独居老猎户，要不要问问路，顺便让师弟们休息一下？也好，毕竟有些师弟只是筑基期，还需饮食，前面带路吧。很快，一行人停在了有些破烂的木屋前。老人家，我们是过路的，想要借您的地方歇歇脚。过路，山的那边就是界壁，你们过什么路？老汉一个孤寡老头子，也不是谁都能欺负的。仙人，老汉不知道是仙人驾到，仙人饶命啊，饶命！我们如何能成仙？不过是有点修为罢了。现在可以请我们进去了吧？仙人们发发慈悲，救救老汉吧！老汉的儿子生了怪病，郎中说只有这山上的幻灵草能救。老汉找了3个月都没找到，再这样下去，老汉的儿子就没救了。你这老头忒不识好歹，我等只是问个路，你不说就罢了，竟然还想以此要挟我们。师兄，我就是想吓吓那老头，没想动手。我知道，但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地方吗？金仙子，你也察觉到不对劲了吧？幻灵草服用后会产生幻觉，最大的功效是炼制破妄丹，绝无治病救人之效。金师姐的意思是，那个老头在蒙骗我们。
蠢货，幻灵草乃金丹净灵植，而且用处不多，数量稀少。一个猎户老头从哪里打听了这个消息来骗我们？我若猜得不错，这老头是幻境来考验我们的，或是考验财力，或是考验仁德之心。萧道友，我还是觉得此事蹊跷，一个老汉要幻灵草实在太过异常了。正是因为蹊跷才对了，此幻境乃真君大能所设，生灵真实无比，与九州无异。幻灵草我这里没有，不过我有一枚破妄丹，还有回风反火符箓一张，可以将丹药还原成灵草。既然如此，那为何会有如此蹊跷的老人出现呢？只有一个可能，这老人就是幻境专门留给我们的机缘，不然总不能是幻我前辈连自己的幻境都操控不好吧？好像有那么点道理。我最新见到，对于其他方面一窍不通，日后还望萧道友多多指点。好说好说，我们先去送上丹药符箓吧。卧槽，小7万灵石的东西就这么白给我了，感情你就是楚师兄说的那位大儒啊！这个老六太监价值7万灵石的2件宝物，他拿走就忘，甚至还带着剩下的宝物不归原主。二位天将，我捡到宝了。我刚才去小姐，结果刚脱了裤子，这个盒子就掉下来砸我头上，里面还有颗香喷喷的丹药。快给我看看，这丹药算是宝物吧？能帮你们完成任务吗？昨日果然是幻境的考验，今儿受教了。既然为兄猜对了，能否叫一声师兄听听呢？打赢我就行。师兄不对啊，那张符箓呢？是不是一张黄纸？是有张黄纸和盒子一起砸下来的，然后一阵风吹得它飞了，我急着回来就没追。萧师兄，我去把它找回来。不必了。师兄，那可是价值6万灵石的元婴符箓啊！这里是幻境，你说幻境结束时那张符箓会在哪里？幻境结束，不属于幻境的东西自然是回归现实。所以你是觉得幻我前辈会当着5大仙门的面抢一张元婴符箓吗？前辈们总说人生有个领路人很重要，萧师兄，我受教了。好好看，好好学，路还长着呢。随后，萧淑男本着4大仙门要联手对付青云的义气，和陈家共享了他的天才发现。有金剑儿作证，萧淑男的话十分有信服力。半个月时间过去，两路人马缓缓向2大王城推进。一路上除了遇见卖身葬母、恶少欺雷、猛虎下山、土命鸳鸯等等事件外，基本算是平安无事。折腾了半个多月，值钱的东西也差不多薅光了，该收尾了。我该死了。李师弟，委屈你了。师兄说第2幕开场。师姐放心，我绝不辜负楚师兄的信任。大家都到齐了，可以出手了。贫道听见了铜钱在呼唤，是你们在叫我吗？凌空而立，金丹真人。这位道友不请自来，非为客之道。贫道是来做买卖的，不是来当客人的。待我拿下你，就知道你是做买卖还是做客的了。蛮子就是如此。没死，倒是有些本事。下面那位生意人愿意和贫道谈谈吗？在下陈家陈耀，最是喜欢和人做生意，不如这位道友下来聊聊。下去就算了，他太吓人。贫道散财道人，专为2位而来。散财道友说是为我们而来，但我们在这清水城可没朋友啊。钱越多，越是贫道的好朋友。只要做成了这单买卖，你们就是贫道的朋友。你一直朋友的，所以你到底要做什么生意？你们也是天将，一个天将被天兵干掉的消息，肯定会给贫道好多钱的，对吧？青云仙门的刘隐珠楚河出事了，这是仙灵石，价值100万灵石。好多钱，你真是贫道的好朋友，快给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行，先交钱，不然你反悔了怎么办？我以我陈家的名号保证。耀兄，你是马戏团派来的逗比吧？这里是幻境。那我发一个最恶毒的誓言怎么样？如果我确定有天将死了没给你仙灵石，出门遇见陈千帆。太恶毒了！出门遇见陈千帆，耀兄当真坦荡啊！就是我宁肯发誓守宫户时被亲弟撞见，这出门遇见我堂哥，确实想想都害怕。这位兄弟，我常年在边关历练，不知这出门遇见陈千帆是有什么典故吗？你没看第2集吗？那里有详细说明。恨不得到底是谁一直在编排老子，要是让我抓住，非把皮燕子打开花不可。天道契约已成，东西该给我了吧？师
师兄，我们现在是去妖族吗？先把妖族宝库抢了，然后再抢一个王朝，确定我们必胜后马上就离开幻境，让那些家伙找去吧。师兄，你不要生陈师兄的气了好不好？你们以前明明关系那么要好的。不是我要生陈师弟的气，是他不服我靠着境界赢过他罢了。看来两人果然不和。厉师兄，你说会不会是青云的人干掉了楚河？很有可能，我在边关时就曾被老兵欺负过，靠着手中的大刀才一步步在镇妖关站起来。如果楚陈不和，加上这里是幻境，一时冲动下兄弟戏强的可能性很大。陈师兄，师兄说他已经不生气了，陈师兄去道个歉好不好？他不生气，他凭什么说他不生气了？幻境里可以动用外物，他没见过世面，不知一件化神法宝就能将他打得渣都不剩。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这么嚣张的要去妖族抢宝库，再去两大王朝。而且宁师妹，你一直只叫楚河师兄，为什么就不肯叫我一声师兄呢？陈师兄，就这一次，你去给师兄道个歉吧。好，我去道歉。楚师兄，是我错了，我来向你赔罪。这就对了，领队是我的，师妹也是我的，你陈千帆注定一辈子都要被我压在下面动弹不得。这就是我的赔礼。陈千帆，你在干什么？只有我才能带领青云胜利，我做的是对的。只有我才能带领青云胜利，我做的是对的。这件事必须告诉萧初南和金剑儿。厉兄稍等，目标已经被青云自己解决掉了，你说我们四大仙门还有联手的必要吗？那就先联手送走昆仑与剑宗，你我再一战定胜负。如厉兄所愿。李李，你再说一遍，楚河真的死了？你是怎么抓住他的？当时他正在城门口喝闷酒，我就叫上师兄弟把他拿下了。李李，这种雕虫小技也想来蒙骗我的，楚河真是黔驴技穷了。金仙子不可，这事还没弄清楚，不能急着告诉他们。为什么不能告诉他们？因为我们还没确定楚河是不是真的死，而且如果是真的，你想过后面的事吗？这是阴谋诡计，我不屑于此。金仙子，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剑宗，不是只你一人，孰轻孰重你应该知道。金师姐，我们都听你的，就是靠着手里的剑，我们照样能对付陈家和仙姐。唉，这就是责任嘛。二师傅，如果这是假的，是青云的埋伏呢？可能性不大。你也知道，现在幻境内是攻强守弱的局面，如果青云发现了我们直接进攻会更好。你们不就是想要证据吗？我见到了楚师兄的坟墓，可以带你们去看，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保住你青云的排名吗？只要你把青云其他人拉拢过来，我可以保证你们青云是比试第3名。不，我要你们杀了陈千帆。你冷静点，楚河只是在幻境里死了。我冷静你娘！要么放了我去找那个狗娘养的；要么就答应我杀了他。你说的没有意义，我不可能去杀了陈千帆，这只是一场比试，不是真的。你的意思是在幻境里杀了陈千帆？那个畜生不配领导青云，他不配做青云人。我的师兄只有楚师兄一人。我在青云待了也有小半个月，听说李李在青云曾被外门弟子欺负，是楚河出手帮了他。如果是在幻境中对付陈千帆，我可以答应你。楚河的墓在哪里？我被外门欺负时，楚师兄给过我一把追尘剑，说我再被欺负了，就靠着这把剑去找他，他给我出头。演技越来越炉火纯青了呀！看来这第2幕最佳男演员奖非李师弟莫属啊！快把钱给我！快把钱给我！等找到了楚河的墓地，自然不会少了你的，能不能不捣鼓了？还有你说昆仑与剑宗正在路上的事，我也得验证一番。陈道友，何事？没什么，我们快到大楚王城了，想问问你们怎么样？见到青云的人了吗？没见到，我们预计明天到大成王城推翻陈王，我们可以一起进发5大妖族，青云弟子应该就在妖族。学得倒挺快，7天前说话还结巴呢，现在变得比我都快了。剑宗和昆仑还好说，关键是这个家伙陈兄心里有数了吧？幻境里3位本土金丹的身份早已明了，但是楚河死了，青云内乱，这围猎场突然没了猎物，所以我猜测是幻境派出这个奇怪的商人，想让我们4大仙门好好的斗上一斗。我自问在镇妖关算是脑子好使的了，没想到还是要兄更胜一筹，佩服佩服。是真是假，一试便知。
天上那位，我想知道萧初南是怎么知道楚河之墓位置的。10万，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只要10万。是个叫李李的天兵告诉他们的。陈兄料事如神，楚河墓地消息，这50万我们先擒出了。不，刘引珠的钱我们也出一半。那都好说，不过之后我们可是要多多依赖这位散财道人，他才是日后的关键啊。次日，两队人马同时出城。尴尬的是，楚河之墓的必经之路是3大势力交接地，所以这两队瞒着对方的仙门弟子不期而遇了。金道友，这是要去哪里啊？这个，我和萧道友商议，我先去妖族探查一下青云的行踪。都怪萧初南这个狗东西，没事用什么变声法宝装我的声音和陈耀聊天啊！别装了，是想去看楚河之墓吧？耀兄，现在只有金剑儿一人，双金丹对1金丹，不如就先把剑宗踢出去。那你尽管试试。怎么把这茬忘了？幻境规则那几个金丹有什么区别啊？一道符箓就能扎都不剩。这小散才跑了，陈非洲不在，李李是真身，不是吧？怎么就我一个无辜演员，马上要为艺术捐躯了？坏了，我成老艺术家了。一场3大仙门的符箓大战，到底谁胜谁负？这让在场的众人迟迟不敢发号施令。金道友，这一张符箓下去少说就能带走20个人，更别说这里人手一张。还是先确认楚河是不是死了。好，我通知一下萧道友。可惜了，怎么没炸起来呢？我要和陈少一起为艺术献身啊！你们是怎么知道楚河之墓的？你们抓住了宁柔宇。我知道，5万灵石，只要5万灵石的宝物，你就是我第2好的朋友。这飞剑能用到元婴期，足够抵价了。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又小小的中了1笔。你还没告诉我答案呢。当然是我啊，悄悄告诉你，我最好的朋友花了150万灵石买这个消息呢，不过有50万还没给我呢。厉兄，既然撞见了金价，也没必要扣着宝物，这个时候惹恼了散财道人就坏事了。既然这样，2位师兄，不如我们先握手言和，去看看楚河尸身。那就走吧，泡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义。很快，一行人按照李李的指路，最终来到了一处山脉旁。这是九州盛产的鲜花，应该是宁师妹留下的了。没想到她真的死了。是啊，回想楚河何等天资，身怀剑灵根与剑丹，还有周到心眼，却是因同门不和，埋骨于死，可悲可叹。你就是萧天将说起过的大楚楚大海。正是，你就是厉天将说的大陈陈非洲。老陈，我前几天听李师弟骂你，骂得好爽，我打算封他为最佳男主角。他们正在里面给你扫墓呢，你说好好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真是讽刺啊！九州最大的天骄埋在里面，这2个幻境森林却一本正经的在聊天。你们要干什么？楚师兄已经死了，连他的棺材也不放过吗？我很欣赏你这样忠义的汉子，但是没办法，不确定楚河真的死了，他们怕是不能心安。丹田处有剑气残留，一定是剑修出身，而且剑气浓郁程度非凡，很可能是剑灵根或剑丹。可以啊，三师兄，这尸体做的够逼真的。那当然，你也不看看你3师兄是干什么的？淹死的、吊死的、弹死的、炸死的，做了4、5个版本呢。小楚、小陈一人一套。本来我以为你是炼丹的，现在感觉你像是验尸的了。老七，快救救师兄！四师兄，我来天鬼了，身子不舒服，先回去了。七师妹不是展翅龙了，怎么还来天鬼了呢？这场大戏的女1号就是他刘彩云的亲传爱徒散财道人，他在这里能舒服才怪呢。难怪你们3个还是老元阳。老二，你没吃饭，给我加大火力，我要好好炮制老四。谁家正道把师弟丢炉子里炼的？你们3个快放我出去！别吵别吵，到大戏了，第2幕楚河之死要落幕了。跟着楚河的乐子就是多啦，可惜青云仙门不招待一头师的，不然我都想辞了镇魔司的差事，加入青云了。要落幕了，那就是到公子献头了吧？等公子献头之后，就该是第3幕王权之争了。不过还是青云掌门厉害，不声不响的就跑了。
李师弟，楚师兄并非真的死了，他还在外面等你呢。是啊，楚师兄还在外面等我。我想起了，你们亵渎楚师兄的尸体，和我一起死吧。可惜了一位忠义之士，把他埋在楚河身边吧。是我答应了你，一定在幻境内杀死陈千帆，我就会做到。如果我食言了，我会向师尊求一枚焚天果，帮你蜕变为火灵丹。李李师弟，一路走好。小李可以呀，楚河封你为第2幕最佳男演员。都是师兄们指挥有方，我就做了一点很小的事情。不过你杨师姐有事找你，你当心吧。带上，魏前辈找你。李小友啊，老傅昆仑卫长生，我和你父亲也是见过的。这位魏长老是萧初南师弟的亲传师尊。随着一条人命的逝去来造就事实，当天在一众天兵天将的护送下，楚河手提长剑进入陈王宫殿。再见了父王，这天下我会治理好的。你谁呀？不敢相信，前一刻还在弑父的2位新王，下一秒就开始了2国合并，速度之快，直接惊呆了在场众人。朕与楚兄已经达成约定，大陈大楚合并。为了感谢诸位天兵天将的帮助，立国号为秦。我们这边还没商量明白，你们2个怎么先研究好了？朕和楚兄2国的宝库共有60万灵石的宝物，但是4位天将似乎各自都有收集宝物的任务，所以最终归属于谁呢？你想让我们内乱？4位天将言重了。我听天兵说，你们的世界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皇朝，皇朝统治下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我和楚兄也想让我们的世界变成那样。你们俩到底要干什么？现在天下就在你们2个手里，你们还想要什么？萧天将此言差矣，一个人的好怎么算好？我们要天下所有人都好。天下不是我们的天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人的天下。我大楚大陈多年战火早已民不聊生，我和陈兄只是想让这天下百姓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请诸位天兵天将再去救救我大秦的百姓吧。现在朕左手是这份各地灾情任务榜，需要4位天将帮忙，只要我大秦国泰安康，宝物定双手奉上。而朕的右手是2国宝库的钥匙，杀了朕和楚兄，再杀了天下每一个想过好日子的百姓，你们就可以去打开想要的宝库了。本来大家是来逼宫的，你这样我还说鸡毛啊？既然大家都不愿做这刽子手的事，那接下来只能去5大妖族那里了。妖族不用去了，已经被人打开了，想要知道是谁吗？你们懂得。你又来了，哥。现在可以说了吧？拿走妖族宝库的人就是我呀！我操！你这是在戏弄我们？既然如此，诸位一起拿下他，这妖族宝库咱们平分。别急，你们打劫贫道也没有用啊！贫道的宝物已经放到了聚宝盆了，拿不出来了，所以贫道是来给我最好的朋友们帮忙的。陈王说的是，想必你也偷听了吧？你有办法？当然有了，贫道有一个聚宝盆，只要把宝物放进去，什么事都能做到。所以你到处搜集宝物，就是为了使用这个聚宝盆？当然了，如果不是把宝贝都喂给小盆盆了，贫道就该叫聚财道人了。这就是幻境派出这个商人的用处吗？当日教好这散财道人果然没错。3位，有此聚宝盆在，陈王那些任务就有解了。就算有散财帮忙，我们也不能无期限的让陈飞舟和楚大海利用下去吧？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们先去见见陈王。陛下，我们有办法解决各地的困苦，让天下百姓很快过上正常的日子。但是我们留在这里的时间不多了。竟有这等仙法，陈天将快说来。重点不应该是我们要离开了吗？散财道友，你来说吧。所以几位天将还能留在这里多久？4个月。那这样如何？朕立一个贡献榜，4位每做一个任务就记入榜中，在你们要离开之前，2大宝库依照榜单上的比例瓜分。那就依陛下所言，我等就先行告退了。不急，我有事要请教一下散财仙人。不知陛下有何事请教？仙人，你既有办法就万民于水火，为何早不出手？贫道的办法是要宝物交换的，不能凭空变出东西来。那你看朕还有什么值得交换的吗？只要朕有，只要能让多一人吃饱饭也好。
你现在的东西都是人家的，你想白嫖我？是了，朕什么都没有，宝库是属于天降的，王室财富也已经送往了周，朕现在有的只有这间屋了，仙人是看不上的。其实你还是有值钱的东西的。帝王的先天寿元真是值钱的好宝贝啊！陈飞舟，你真是个好皇帝。5日后，初代秦帝陈飞舟驾崩，唯一带进棺材的就是那一身不曾换过的粗布衣裳。临死前留有遗命，传位救楚王楚大海。朕会继承先帝遗愿，力求百姓安宁富足，还请诸位天将多多施以援手。3位，我提议我们不要这样争抢贡献，白白给散财送钱，这样下去大家都要伤筋动骨。金师姐，这是为大家好。我答应过秦帝让天下太平，百姓安眠。剑宗说过的话，就好像楚师兄的剑招一样，见过必留痕。陈兄，抱歉，我这边也不能同意。无论这是不是幻境，我都必须要做点什么，否则以后道心不安。俺也一样。既然如此，那就各凭本事吧。理财力，我陈家可不会惧任何人。霍师弟，你的任务是在这里被他们发现，然后当场战死。华师弟，你的任务是这里，不过你要被他们抓住，逼问几天之后再死。放心，他们不敢动用拷打手段。楚师兄放心，华某定不负所望。接下来的4个月，你们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死在4大仙门手中，只有这样，才能让4大仙门的警惕性越来越差，他们之间的砸钱内斗才会越来越狠。诸位，在青云峰摆好酒宴，等我们出来不醉不归。去吧。贫道听见了铜钱在呼唤。这个老六宗门到底有多乱？本是一场5大仙门之间的大乱斗之战，却是被2根搅屎棍硬生生的完成了阴谋诡计。散财道友，陈家突然多出了1000贡献，是做了什么任务？陈耀小兄弟花了100万灵石治理水患。可恶啊，陈耀还真舍得出钱。那剑宗和仙琴呢？我看他们陆陆续续有几点的贡献增加。秦皇开始查抄各地违法世家宝图，严惩守乐，家产充公。先秦和剑宗的天兵们就是去干这个。这蚊子腿一般的贡献也不放过，看来剑宗和先秦知道自家财富比不上陈家与我昆仑，所以想细水长流了。时间飞速而过，转眼已到4月后。这些日子，4大仙门也不断付出财物，从散财道人那里把妖族宝库分了个干净。只待半日后，楚大海如约打开宝库，一切彻底尘埃落定。恭喜了，没想到最后还是陈兄赢了。这贡献宝，我陈家虽然占了4成，但是萧兄也拿到了3成，大家同喜。只是没想到青云的人居然会这样放弃了。老陈，宁师妹，准备行动。你们就要走了，贫道还真舍不得呢。你们都是贫道最好的朋友啊。说起来，散财道友，你真不愿意卖陈千帆和宁柔雨的行踪吗？那是贫道最好的朋友，得罪最好的朋友，不是贫道不卖，是你们买不起。到底多大的价格，连我们都买不起？10万，我们昆仑在你这花了几千万了，你说10万？小朋友，那是10亿。你疯了吧？10亿都能让一个合体真君出手护道了。就是，大家别理他，反正我们之间的排名已经结束了，找不找青云的人也没什么区别。说罢，4人相视一笑，颇有些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味道。而就在这和谐的时候，轰的一声惊天爆响，4人连忙探出头查看，只看京城南角冒着滚滚的烟。秦皇呢？是谁干的？秦皇已死。宁柔影，是你杀了秦皇？青云不能输，也不会输，我的事做完了。陈千帆，我们的账出去再算，我投降。话音刚落，林雨的身躯化为点点白光消失，这一变故让众仙门弟子猝不及防。可是更让他们惊恐的是还在后面。我说过，我会证明我是对的。还要干嘛？81道化神级别的符箓，且都布置在边疆，根本伤害不到我们啊！使我天地人寿，大天人之不同。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现在立刻投降，我放你们出去。疯子，你真特娘的是个疯子！杀害同门不说，现在还要把整个大秦亿万生灵拖下水。你这样的家伙能拜进仙门，真是仙门之耻。我们必须要去开启宝库。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我们现在投降的话，比试会输？
幻境内9成宝物在3大宝库，1成流落在外。陈千帆应该一直在收集，而我们现在拿到的一直都是散财道人拿出来的妖族宝库，所以陈千帆的宝物现在应该多过我们任何一人。但是只要我们打开2大宝库，他的优势便将不复存在。宝库我知道，钥匙我也知道。快！女朋友发疯了。虽然此时都长舒一口气，只觉得散财道人关键时刻还是如此靠谱。这时候也不能犹豫，赶忙把最后的身家全部投入进去。拿到了，宝库在旧王宫底下，我们快走。拿到钥匙也晚了，大阵即将融合，你们没时间了。钱，快拿钱！啊！对了，牌子，你们有没有牌子？那个特别值钱的牌子。散财，我会再给你1枚传送玉符，你不准再帮他们。你是疯子，你连贫道也要杀，贫道不是你的朋友了。传送玉符，原来是传送玉符。不够，仅你一人的根本没有办法。走到这一步，四人也不再犹豫，有5枚能招来合体真君级别的传送玉符陆续投入，而萧初南更是干脆的把自己的储物戒一起丢进去。没了，真的没了，这把是真的掏空了。就在那时，聚宝盆发出一道华光冲天而起，把即将融合在一起的81道光环强行分出。陈千帆的灭子杀招被破解了。散财，你坏我大事，今日你必死！快走，贫道会拖住他。快去宝库，你们都是散财最好的朋友。散财，再见了。嘿嘿，6张传送玉符，价值60亿灵石。这一刻还是真的结束了。倒是让你把他们耍得团团转，你不入魔道可惜了。还要多谢前辈探查出幻境内的信息，否则岂能如此顺利？小事而已，就算我不出手，你肯定还有别的办法找补，对吧？老楚，收工了。他们去宝库了呀，不收工你还想干什么？要我说，那些宝库里的东西给他们可惜了，好几10万积分呢。哟呵，小了，格局小了，人家几10亿都给你了，你还舍不得那几10万？老陈，你这样的话，下次我要让你师弟也拿2号了。把幻境中原本100万的宝物留给4大仙门，这是楚河最后的温柔。而同一时间冲到宝库内的4名天将，正看着琳琅满目的宝物兴奋不已。快，不要让散财道友白白牺牲。按照之前谈好的比例，我拿走3成，这次能够拿到第2名，我总算是能向师尊开口讨要那枚焚天果了，总算是圆满结束了。是啊，陈飞舟、散财见识到了幻境内如此英雄人物，这趟来的不亏，我不会忘记你们的。就在3人说话间，宝库内一道白光亮起，在幻境中历经半年，现实中耗费1年，5大仙门之争正式落幕。青云这边什么情况？又没了一颗焚天果，收了这萧初南为徒，我可真是倒了8辈子霉运了。仙门之争结束，但是在宣布头名前，我觉得应该让你们看看真相。说罢，帮我真君抬手。除了2位编剧，所有弟子皆陷入了幻境化身坎坷。当然，这一次他们是以青云弟子的视角。等我登基，天下百姓安宁，一定开放宝库，以报偿天兵们的救命之恩。这个消息啊，我想起了，你们亵渎楚师兄。天下不是我的天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短短片刻，原本众人对幻境英雄人物的赞赏与惋惜，迅速转化为了滔天怒火。杀青云双害，以正道行。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老六胜一代。面对6道飞起的青云双海，真是落了个人人喊打的下场。我就是听吩咐做事，总编剧是他。老陈，你个叛徒！仙门里面有坏人啦，队伍不好带了。我乃青云首席，金丹中期巅峰，何人能杀我？何人敢杀我？这个祸害死了没有？我也没干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啊，至于这么下狠手吗？青云弟子的事迹我们见过了，不知可否再让我们看看青云之勇呢？那怎么行？楚河乃我青云之宝，是仙门未来，刀剑无眼，伤着碰着了怎么办？所以想要的得加钱。好，你开个价。我去7尺老鬼真生气了，小楚你们还是答应了吧。没好处的事为什么要我干？我不去。小子别忘了你的特殊贡献还捏在我手里，还有首席弟子你不想当了。我为宗门流过血，我为宗门流过。仙路崎岖啊！想我堂堂一代顶级天骄，竟是被一派掌门用贡献和首席之位威胁。老陈，快过来干活！不够，还有李李，那小子也不是个好东西。
萧师兄，往事已去，何必念念不忘呢？以青云规则比试，直到一方获胜。随着魏裁判话音落下，四大仙门弟子宛如虎扑食一般扑向中间3人。老陈，你先顶住，我来想办法。我是小队长，你敢不服从命令？我是志灵根，这种危机局面当然是我来想办法。2位师兄一直都是你们保护我，这一次就让我来保护你们吧。我操！难道在幻境中李李不是演技，而是真情流露？他就是这样一胆忠肝的人？是我错怪他了。青云李李违反比试规则，失去资格。我还以为是在幻境呢，抱歉了2位师兄。坏了，真得这小子学明白了。怎么办？能怎么办？你看看杨师姐的表情。看来只能好好打一场了。蛇鞭，假字杀招，瓮中捉鳖。还瓮中捉鳖？你不就是鳖吗？你才是鳖，我是玄龟，玄龟懂吗？打他！不过也对呀，瓮中捉鳖，捉的是鳖。现在我这个鳖是瓮，你是鳖中之鳖，不如改叫鳖中捉鳖。捉你妹呢！我说你能不能研究一个减震阵法课上？先干活再说。唉，懂一下，你们俩有没有认真一点的打法？明明有着碾压同代任何天骄的实力，为什么总是喜欢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我们很认真啊，这就是我们最强组合技了。比试本为切磋学习，你们这样其他仙门师弟师妹，怕是很难从中有所领悟的。别给我耍赖皮，这些人可都是他们宗门未来的中流砥柱，你们在幻境已经戏耍得够狠了，不打一场怕是不好交代。总之一句话，打服他们。什么意思？意思这招太强了，他们学不会。那好吧，我已然明白杨师姐的意思，你先看着。既然是师门有命，各位师弟师妹，我要动手了。无仙言已得见，诸位命定败局。狂妄！青云一击秒杀36人，太夸张了吧？施剑狠，小心！ 2招过后，场内再无筑基弟子，只留金丹真人。这一刻，楚河带给众人的只有狐狸。楚河，叫我呢？萧师弟，到你了。怎么可能？近身和御剑搭配如此巧妙，根本毫无破绽。躲得远就能解决问题了吗？青云剑诀，御剑篇。2位谁先来？ 青云最强天骄嘛，我已经等了很久了。请楚师兄指教。结束了。为什么风头全是他出，黑锅全是我背的？这不公平啊！此次比试，青云胜利。换我前辈，该公布结果了吧？ 青云仙门共获得积分62亿1100万，至于后面几家自己看吧。掌门，不知道我们的特殊贡献什么时候能发放？点您抹个零，给621万就好。小楚啊，丹峰、气风这样的仙门收录主力长老，100年时间也不过弄来100万特殊贡献，你这一票干的是不是有点大了？而且这么多贡献你拿着也没用，不是？不如存在老夫这里，老夫每年给你算利息。您老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建议您把您的储物借交给陈师弟保管，他的利息可高。掌门交给我，您放心，我有一个计划，到时候宗门肯定会更上一层楼。陈千帆信心满满的介绍了他的城市骗局，很可惜青云真君没有上当，最终亏麻了的4大仙门领队出面，帮楚河要来了他的收益。诸位前辈，这些东西还请各位前辈收下。当过老六的都知道，对于可持续性增长的肉票，羊毛要一点一点薅，讲究一个细水长流。小楚啊，还是你心疼你陈叔。陈叔叔客气了，我听说老陈怂恿陈叔叔赌博，你放心，我作为首席弟子回去一定会好好整顿他的。哎呀，小楚啊，你东西掉了。陈叔比我叔侄一场，还搞这套就没意思了。
下次不允许了哈。咱们叔侄以后日子还长，有什么允许不允许的？六叔，那仙灵石可是我的，你拿去送人是不是有点奢侈？什么六叔？我没你这么个六叔，不对，你没我这么个六叔。看看人家小楚拿了宝物原样奉还，再看看你嘛，大致害得我现在去合欢宗喝杯茶的钱都没有。你虽然好一点，但也有限的紧。六叔，那可是我多年攒下来的压岁钱啊！等我有钱了就还你行了吧？姓陈的真是一个好东西没有，快走，真是丢人现眼。随着二人远去，剩下的3个仙门也一一拿出不少宝物赠送楚河。你很好，有空来剑宗坐坐。没看错，这好像是剑宗圣子的真正道袍吧？这个我知道。不过这本剑宗历代掌门实录，这东西有什么用？难道这是剑宗在暗示我弃暗投明，跟着周焕清和青云真君两个祸害早晚完满？包道友，这次的仙门之争还要你天机阁多费心思啊！放心，我天机阁这次能拿下独家报道权，全靠魏长老帮忙。好的大纲我都写好了，请魏长老一关。本次5大仙门之争，青云仙门虽然取得了最终胜利，却付出了10名弟子战死的血泪代价，仅剩2人幸存至幻境结束。反观4门联合，虽惜败青云之手，却以灵阵王的战绩离开幻境，全员幸存。总结就是青云仙门艰难取胜，难掩颓势；4门联合虽败犹荣，尽显仙家风范。包道友前途无量啊！还是把最后的比斗也记上去吧。那几位前辈，你们看看这样写行不行？青云首席不到100招险胜4门弟子，这的有点过了吧？对，确实是不到100招，就这样写。我本青州布衣出身，若不是杨师姐点将，兴许我现在还在当个贩夫走卒。当然，贩夫走卒也没什么不好，不过首席对我来说可以更加海阔天空啊。楚师弟，恭喜你升任首席2弟子。你要记住，这不光是身份与权利，更是责任和仙门对你的期许。师姐放心，包靠谱的。作为东道主，你们可在青云交流学习一段时间。诸位师弟师妹可选好了之后要去的主峰。第6峰。我这黄土坡这么受欢迎呢，可惜峰主手续得明天才能办完，不然成了第6峰峰主，一人收个5000参观费，不得赚得盆满钵满。六师叔不在门内，怕是你们得不到多少收获。那就水云峰，那可是我此生必须排行榜第2位了。水云峰不接受男弟子上山。萧师弟，你还是要好好修炼，不然对不起你这名字。你们可以先去个主峰看看。楚师弟，你们3人跟我来。诸位师弟师妹，知味楼的凉菜是青州一绝，不可不尝。诸位先去，我稍后就到。听说那里可是坑人的很，你不会又要掏空我们的口袋吧？师弟放心，我已经跟宗门申请经费了，到那里给我大胆消费，全场由我楚公子买单。我给你们推荐了几样东西，剩下的就看着选吧。杨师姐，仙门内库就不能让我们去看看吗？我觉得宗门这方面还是得跟我学学。你看我在幻境里给4大仙门整得多有仪式感。谁说你们没看见仙门宝库了？还是杨师姐有仪式感。那这样我就换那把开山祖师用的青云剑了。老陈，我刚看见了会剑诀的下半部功法，名为斩情丝，我感觉挺适合你的，放心，贡献我来出，你加油练就行。这下半部除了能大幅提高修行速度外，还能让修士对男女之情再无半点兴趣。我操！我感觉你更适合，放心，贡献我也给你出了，我陈某人不会苦了兄弟的。那这个79贡献的眉笔你觉得怎么样？暗藏玄机，兄弟我送你。在2人一阵兄友弟功夫，最终3人满意的离开了归凡地。一转眼来到了第2天。接下来怎么安排？找个任务做做。我要闭关一段时间，等我再出来就是打赢你的时候了，老楚。我也要修行您家的绝学神通水木双生，到时候就能分出一个同等实力的木灵根分身了。师兄你吃。心意相通的双胞胎姐妹，这个好，这个好。给我也吃一口呗。你是神，第6峰禁止闲杂人等出入。赢前辈。你是谁？第6峰禁止闲杂人等出入。我以青云首席兼第6峰峰主的身份，命令你立刻离开第6峰范围。仿得这么逼真呢？没见过世面的小子，让你看看本长老真正的峰主令。
你小子什么时候继承我的第6封的？居然没人通知我！左护法，本尊以青云首席间第6封封主的身份命令你拿下此寮。我打渡劫，你可真是我好兄弟啊！金丹战渡劫，一战动9州，这么好的机会，你得把握住啊！司机。区一个金丹小厮，居然扬言要拿下渡劫大能，一战动9州，殊不知自己早已被老六视为玩物。我现在是第6封封主，原本应该重新划分给你的主封已经扣了充公，所以你现在自己认罪伏法，再把你渡劫期修为尽数传给我，我可以赏你一个狗窝住。那我如果赖在第6封呢？你要怎么办？都快忘了修仙界一直是拳头大说了算，真是邪了门了，碰到这种剥皮无赖。所以你回来干什么的？你不会是把2亿赌资给造完了吧？那你别管，我回来自然是教徒弟啊。哎，你小子没往里面加东西吧？昨天刚尿了一泡进去。冒昧问一下，您老人家的徒弟是？当然是你啊！3年就混成首席，看看为师的教育方式多么优秀，回头写本书卖给天子书院，应该能赚不少。不，就现在。我的优秀全靠个人努力和天赋，跟师承可没有半毛钱关系。切，小傻子又说胡话了。是吗，名师？继续写啊！写半天就滴了滴墨水啊！师尊，我一生务实，不善巧言令色，还是以后找个代笔吧。之前不教你，是你境界太低，没什么好教的。但是现在你剑丹已成，耍剑耍的也不错，也就勉强算是个人了。喂，什么叫勉强是个人？老陈那种人嫉妒我说我耍剑也就算了，你也是剑修，就不能换个词吗？哼，凭什么他能说，我就不能说了？耍剑就是耍剑。行，你最能耍剑了，行了吧？你接着说。然后你的肉傀儡仙体小智会教你，我就负责你的仙眼了。周老六这大脑开发不完全，小脑完全不开发的呀，能懂什么是仙眼？周老六，你想干什么？理智点，我可是9州未来的花朵，你这是犯门规的。我操！你当仙眼的拥有者居然是你？不然呢？你以为那些帮你觉醒仙眼的泥丸子谁都能搓出来啊？等一下，你是我之前9州唯一现存的电灵根，然后你的好闺蜜是唯一的大成炉鼎仙体，最后你还是9州唯3的仙眼之一，恰好还是和我的肉道仙眼有所关联的羽道仙眼。对啊，怎么了？妖妇，你果然对我早有企图。有没有企图也是你渡劫后的事了，所以你到底学不学？你先说，你费尽心思把我拐来想干什么？不说，我就是不爱说。那我学，这就乖了吗？我问你，你的仙眼有什么用？观古今，知未来呀！笨蛋，那按你的说法，我的羽道仙眼作用就是洞察9州了。难道不是？切，仙眼为道之载体，眼者心之机。你如果只注重仙眼中的眼字，那就是落了下乘。哼，真不知道你师傅怎么教你的。这个我也很想知道，到底是哪个师傅这么不务正业，简直是误人子弟。我明白了，我的仙眼能力应该是穿梭时空，然后在师傅你还小时帮你重塑品质，往德智体美劳上全面发展，避免9州之害的产生。傻缺，你也知道要穿梭时空，可你只能逆转时间，却无进入空间之能。咒道修士最终的追求无外乎3点：改变过去，掌控现在，预借未来。预借未来是现阶段最适合你的，所以就先对我用道剑痕，时间设定在3息后爆发。我们的剑痕是不一样的，你明白了吗？同样的剑过留痕，我依靠咒道仙眼，让剑痕在合适的时间爆发，而周老六却能利用羽道仙眼，让剑痕随意穿梭空间。原来如此，不错，居然短短片刻就能领悟到其中之意。你是什么时候埋下这道剑痕的？3息之后。以未来的剑痕击中过去之人，你居然以时间参悟到了一点因果之道，这样的天赋在9州说第一也不为过了。唉，不过徒弟呀，玩弄因果、操控时间可是很危险的，容易被惩罚哟。刚才还是大晴天啊，怎么打人了？小楚呀，时间紧迫，你的仙体修行从现在就要开始了。那个我还没缓过来呢，你休息一下呗。很快你就能休息了。既然要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首先就要了解天道。现在就是你和天道亲近的大好机会。
这不会是雷劫吧？第6峰有雷劫出现，不会是有人突破化神了吧？第6峰，我操！狗日的老土，我就知道金丹中期是骗我的。你要坚持住啊！在被我弄死前，千万不能被雷劫劈死啊！不过好像威力不大，劈死元婴修士都困难，感觉更像天罚。啊，原来是天罚，那没事了，散会吧。灵了。老土啊，你要挺住啊，老土！你快松手，你再不松手，我就真挺不住了。老土啊，你说句话，老土！你还想不想去水云峰啊？你这不是预演一下吗？免得那天你真死了，我准备不足露着怯。我现在不能吃这个，你快把我送去丹峰找三师伯。你别逞强啊！我没想逞强，这挨雷劫只是第一步，现在要抓紧借着炼丹手法消化残留雷劫才是关键。那行，你等一下，我去给你叫人。别开玩笑了，快带着他送我过去。不敢相信，堂堂宗门首席，下一代掌门接班人，竟然被人扔走3这到底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千帆啊，这丹方真是小楚给你的。他说他用仙眼看见的，是未来的您写的。哦，原来如此，难怪这方子如此巧夺天工，惊世骇俗。是老夫写的也就不奇怪了。你不知道，老夫年轻时就被誉为丹道1000年未有之奇才，筑基时就……三师傅，你等一下，我都快忘了刚才老楚叫我去杨师姐那里拿药材。都一家人去什么归凡店啊？我这里的便宜1成。那什么陈药，你去药铺按着方子扎。我现在就去。有点意思，千帆，药量减9成，你和陈耀也一起试试吧。好，这个我们就不用了吧？怕什么？你4师叔和那个小处男也在丹炉里，一会儿都给整上。很快，4座丹炉，5名修士，火光闪烁下，一阵烤肉香和丹香混合弥漫开了。杨师侄嘛，老三他吃人了，你快带人来抓他吧。炉中久炼非千果，物外长生是本仙。八卦炉中陶大圣，五行山下定心圆。各位师伯师叔、杨师姐，大家都在呢。老陈，你终于决定出家了。不愧是元阳活佛，死了舍利子记得分我点。你闭嘴吧！什么鸟情况？我们几个人均全身脱毛加轻度烧伤，老楚怎么一点事没有？那个陈耀和楚南兄弟呢？跑哪里去了？他们已经抬下去休息了。楚师弟，关于第6凤的天罚，还有这张丹方，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解释。这张丹方是师尊给我的，这不是老夫想出来的吗？我还以为我丹道境界有所提升了呢。我当时重伤，神志不清，所以本能以为这丹方出自我认识的最才华横溢、天赋异禀、德高望重、爱护后辈的三师伯之手，请三师伯原谅。哎呀，小楚，你这孩子就是爱说大实话。刚才炼药剩的拿着吃。那个天罚是我在学习一门新手段出了点岔子，以后可能还会出现。三师伯你先收着，下次再用。原来如此，那之后一段时间，楚和小子怕是离不开天罚了。这种情况我年轻时好像听说过，但是记不起是谁了。在频繁上报宗门动静的归凡殿弟子和操控护山打开缺口盲封了的阵风弟子们的联名请愿，青云双海双双被赶出。老楚那东西，三师傅研究好了。杨师姐让我们现在就动身，说镇魔司一天联系他10几次，问青云是不是有人修魔了。杨师姐这是又给了我一个无法拒绝的任务啊！咱们装批的日子到了，2个3品宗门之间的调解而已，收了我100把青云大宝剑，这次该轮到我当男1号了吧？这点小场面我还会跟你抢吗？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陈药师，你们药师门可真是威风啊！上月打伤我3名弟子，人现在还下不来床呢。龙傲天是你点龙派弟子无端挑衅，我药师门出于自保才还击的，怎么成我药师门之过了呢？话不投机，2人怒目相对，好像当场就要动手般。下面的弟子们也群起激动，纷纷向着对方破口大骂。青云的弟子怎么还没来？你那里有消息吗？没有，我的门人3天前就去周边城镇等着了，没从非洲上接到人啊。
那就怪了，不做非洲，难道青云弟子是自己飞着来的？先问一下，下面弟子都快火上头了，真打起来，我们两派就得挨收拾了。龙傲天，零实况的事，今日必须做个了断。说得好，也别光让下面弟子们出力了，不如你我一战定乾坤。貔貅商会的非洲终于来了，不过这非洲好像超速了吧？哎呦，陈公子，还是慢点吧，不然我们回去可是会被罚款的。就照这个速度，罚款我来交。我操！快到了呀，我的戏份开始了呗。这玩意不就是个加了仿古涂层的铁疙瘩吗？还配了一个自动变大的阵法。现在青云弟子都是这个风格的吗？楚师兄莫急动手，让师弟试试。在下青云陈千帆，还请二位掌门指兵哥，以和为贵。不就是来走个过场吗？至于这么大手笔吗？这青云的人最后不会让我们报销这些费用吗？那位是青云首席楚河楚师兄，那就是青云渣男楚河。听说比试的时候，不光是对手师妹，连裁判都被他蛊惑了。真的假的？保真啊！这个消息是从青云内门流传出来的。这是哪个狗日的传出来的谣言，让我抓到了高低让那人看看合欢宗阴阳转身秘法的厉害。还有这个青云第二人质灵根陈千帆，听说绝招是公龟下蛋，用出来能把自己炸个半死。把自己炸个半死有什么用？我哪知道，我还听说他其实是青州色魔3条腿伪装的。我操！这又是真的假的？保真啊！这个消息也是从青云仙门内门流传出来的。寂静好久没人说这破3条腿了，又是哪个龟孙子传出来的？果然是你，我就知道。不过现在不光是青云渣男，天机阁现在怎么叫他们来着？天机阁的包信包前辈说楚和目光深远，一击即中，如荆州之鹰。对，陈千帆是神思敏捷，金子豹变，如青州之豹，此二人可为青州之豹鹰。经常开会的领导们都知道，要想办好事，就先演好戏。陈小友，此事与青云无关，陈小友还是不要插手的好。龙前辈，此话不妥。千帆不光是青云人，更是青州人，实是不忍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开战端，引得生灵涂炭呐。你不是京城陈家人吗？什么时候又成青州人了？还生灵涂炭？我们两个关起门是元婴掌门，打开门丢在青州修士仙，想找到都困难，这他妈纯诽谤啊！陈小友非我药师门要挑起战端，实在是点龙派欺人太甚。靠！出来单挑啊！一言不合，二者当场又吵了起来。下方弟子也是群起激愤，看着一团乱象，陈千帆在心中仔细核对两派掌门交上来的剧本，等待自己插话的时机。也不知道一会儿的酒席上有没有我爱吃的松鼠鱼。是前辈，我一会想找个地方再劈2下，你看怎么样？这下了山修行也不能停下呀，正好挨几下天罚松松筋骨。难道是睡觉了？之前没遇见过呀。不等楚河细想，这边的戏码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两位前辈，这就对了，我们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为青州的未来建设做出贡献嘛。这就叫先秦始皇照镜子，双赢啊！你特么可真会说歇后语啊，是真不怕先秦皇室找你麻烦啊！楚小友，老夫略备薄酒，还请两位小友赏光。一会儿指点两派弟子修行，再展露一下我仙门天骄风范。这次我必须好好装一把，找自信。见过两位前。何方妖人，竟敢在我点龙派闹事！老楚，你怎么没了？可恶的老楚，屡屡坏我大事。看样子之后的装批流程是进行不了了。不过如果是我带人把老楚救出来，也能狠狠地骑在他头上嘲笑500年了。差点把你忘了。你又来了，哥。完了，这把摊上大事了。现在别说一座灵石矿了，就是把我们两派都卖了也赔不起啊。两位掌门莫慌，李管事，你有办法？那倒没有，就是陈公子的尾款还没结，加上一路赶来的超速罚款。两位掌门，你们看。
老陈你也来了？哼，就知道跟着你个鳖孙遇不到一点好事。有书没有？我储物袋打不开了，我可没招了。差不多。公益之神回味，古神必将九州。安静。是前辈，这么多老头老太太，你从哪里找来的？你是怎么看出来的？秦友骗我，他明明说你看不出来的。骗我的是你们吧？之前那个老六说你的肉身毁灭，只留残魂，现在这个又是什么？亲友说过这种话吗？我记得只是说我死了呀。请看 VCR。那个。什么时候发鸡蛋啊？说好等半个时辰就行的。就是啊，还让俺们说这么多次，俺看这身衣服也该归俺们了。现在就给你们发，1人20个，不准多拿，不准抢。一阵烟雾过，不仅几十个竹筐连个蛋壳也没剩，就连一根毛的人影都没看见。我操！惨爆了！真是不讲武德呀！一群毫无修为的老头们，居然敢抢我敬爱的大成炉顶仙体前辈！我一个接话发教他们做人。算了，既然被你识破了，抢就抢了吧。小楚呀，今天我带你来，就是为了让你继承我古神教神子之位，也就是当教主的。我操！血魔、天魂、赶尸3教的前身，魔道第1教古神教。传闻先秦皇朝史上被魔尊屠过一位秦帝，冒昧问一下，建立古神教的那位魔尊和赤前辈是？按照九州的说法，我就是魔尊。不过当时我明明说的是神女啊！九州风言真是害人。我觉得我修为不够，要不还是算了吧。这个你放心，当了神子有很多好处的，而且我们古神教的功法你都可以学。我现在不就在跟你这个魔尊本尊学着呢吗？你还可以指挥古神教全部教众。那请问古神教还有多少教众呢？您这位魔尊都用鸡蛋骗老太太当群演了。两人一阵你来我往，只是可惜楚河的反驳犀利干脆，无愧于他青州之鹰的名头。师尊最终败下阵来。所以赤前辈你是真的死了吗？早年间受伤太重了，这不过是控尸之法。这就是赶尸派的由来吗？不过是一帮贼偷，时至今日竟然还在败坏我古神教的声名。那天魂门和血魔教，他们还偷了一本断骨法门，建了个圣古宗，后来闹得太厉害，被镇魔司全灭了。血骨生魂乃我一身修为的精华，所留下的功法也是希望古神教门人好生修行，没想到最后却是弄得我古神教再无活人了。现任3大魔教源头，还有个被灭的圣古教，再加上诛杀秦帝，这不就是纯魔教翘楚吗？老楚，哥哥来救你了。当修仙徒儿对上一名老鸟，会是一种什么样子？不用我说，你们已经看到结果了。大姐，我走错路了，请问高老庄怎么走？老陈，你来的正好，有好事给你说。什么好事？你我兄弟一场，刚才你又奋不顾身要救我，让兄弟实在感动。所以当着这位刺杀秦帝、有魔尊之称的古神教初代神女的面，我这位2代神子决定传位于你。从今天起，你就是古神教第3任教主了。古神教教主？知道我古神教真相的人不多，你们如果实在不信，可以问问青云掌门或陈家家主。老爹古神教想拉我入教。兔崽子，你特么这时候知道想起我了？这陈家家主脾气有够大的呀！杨师姐，我有件事咨询一下。你是不是找错人了？古神教的事只有历代仙门掌门知道。所以我问的杨师姐啊，有什么问题吗？难道我自家仙门还有第2个掌门？老楚，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幻境里？这魔教之首突然把我绑来，说自己是名门正派，这简直跟你是正人君子，是未来仙门领袖一样离谱啊！傻缺，这眨眼密码连杨师姐都破解了，你还不如直接说出来呢。看来你们还是不信啊。既然如此，你问他吧。这模样好像是淘汰的老古董，10万年前的传音法器。喂，你好，我是陈千帆。朕先秦始皇。我操！陛下，那些诽谤您的歇后语都是楚河教我的。什么？楚河，朕知道你是周小友的弟子。陛下，微臣在下，晚辈楚河。不必拘谨，朕与周小友是旧相识，和陈家先祖陈远亦是好友。朕知道你们担心的事，无需担忧，那件事就是朕的意思。朕此时不在九州，但终有一天会与你们相见，好生修行吧。我来。
既然有先秦老祖宗作证，我肯定是加入的。古神教有2大立教初衷，其一就是对抗域外天魔对九州的入侵。既然如此，你们就要知道什么是域外天魔。难道这就是传说中自天外而来，意图毁灭九州的那个东西？小时候长辈常说，10万年前通天路断绝后不久，就有浑身漆黑、面目狰狞的巨兽自天外来，意图毁灭九州。后来被还未建立先秦皇朝的先秦始皇带领当代9大邪神掌门联手厮杀，兽血落入九州，引得生灵涂炭，大地枯寂，宛如灭世之灾。那就是域外天魔，但也不全是。当初那只域外天魔出现后不久，就有大能出手建设了初代九州防护大阵，此后域外天魔就无法直接进入九州了。什么意思？他们尝试了一种新的方式，通过修士心魔降临，让修士渐渐无法察觉真我，直到沦为他们的傀儡。所以现在我教你们一招心剑，只要你的道心坚定胜过域外天魔，才能将其彻底斩杀。这叫魔考，度过魔考后，才能以心剑诛杀域外天魔。你很渴望变强，你想赢过楚河对吗？那就相信我，我会让你变强，让你很快超越那个一直压在你头顶的楚河，我会让你成为当时最强的存在。不好，这是被域外天魔操控的前兆。老臣不能这么没用吧？投入我的怀抱吧，放开你的身躯，楚河不过是你人生路中的一块踏脚石罢了。什么东西在狗叫？你爹我论出身是仙家嫡子，论师承是仙门4位封主长老共同的徒弟，论天资还是古往今来第3位至灵根。就连我这么优秀的古今奇才都想不到快速赢过老楚的办法，你丫能想得到？吹你马呢！少侠剑下留魔。你干什么？他只差一步就能斩杀域外天魔了，他是我见过的最快的男人，这可是上家的除魔人选啊！不好意思，冒昧问一下，那个魔考就这样结束了？哼，域外天魔是寻找修士道心中的漏洞，放大心域之所在。不过以陈千帆的身份和天赋，能这么快通过也合情合理哈。让我试试。晚辈，你救我一命，我可以实现你的全部愿望。你想要美人吗？无论是高贵的圣女，还是美艳的妖女，我都可以让他们为你发狂，任你摆布。你告诉我就好，他们不会知道的。你喜欢人妻、少女、老妇、高矮胖瘦，只要你说，什么样的女人都会为你疯狂的。能进行下一个话题吗？你心里怎么只有女人啊？你们种族没有母魔吗？难道你喜欢男人、弓妖、植物、矿石？这些我都不需要。说点有用的，我有一个目标，号称9州第1剑修，你给我弄个方案看看。对了，我还有咒道仙叶，你说完方案，我先预知一下未来，看你的方案可行不？你先开放道心，我再给你方案。No， 你先给我方案，我再开放道心。你先开放道心。No。一人一魔扯了半天，最终域外天魔败下阵来，干脆的不说话。累了，毁灭吧。前辈，当年那位秦皇是不是也被域外天魔操控了？不错，那是域外天魔自本体降临后第一次出手，9大仙门包括陈家同时爆发了内乱，无暇自顾。始皇前辈这才让我去诛杀了被域外天魔操控的当代秦皇。是前辈，还请把你知道关于域外天魔所有的事都告诉我。老臣一会儿动用你的金丹神通。杨师姐，我有一个对付域外天魔的想法，需要仙门帮助。5日后，在一地空了的丹药瓶中，一把漆黑如雾、散发着诡异与欺骗的心剑。我做人最是公平了，既然你考了我，现在轮到我考你了。朋友，说出你的梦想。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万万没想到，终日打印的域外天魔，今天却被燕给夺了眼。小子，别想了，你从我这里得不到任何东西的。不如按他的方式问他，他应该是喜欢这种调调。我能帮你完成你的目的。你看，我是仙门首席，古神教神子，很多正道大能前辈都十分看好我，而且我身怀剑灵根，有咒道仙言可预知未来，还有仙体能通天除。除什么？这个不说也罢。总之不出100年，我就会成为9州正道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500年内，我必能问鼎9州之巅，只有我才能带领咱们域外天魔走向胜利啊！
在梁老六的一通忽悠之下，单纯的天魔感动不已，甚至当场表示要烧黄纸、斩鸡头，立刻结为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好兄弟，其实用不了那么久，如果挤出我们的宝藏，最多100年你们就能。域外天魔话说到一半，砰的一声爆开，属于他的魔口失败。不用躲，这东西对修士有用，抓紧吸收它的能量。二人听后不敢犹豫，连忙盘膝闭目，开始吸收域外天魔所化的能量。好爽好爽，跟真的一样。你老人家还有这种体验呢？我是说比王八蛋爆开还爽，你以为呢？我以为是突破金丹后期呢。域外天魔的很多东西至今是个谜团，不过被成功除掉后能增长法力，兼顾道心，算是它唯一的好处了。这样的好东西还有没有？是前辈你再拿一个出来呗。古神教就只有这一只，你们还想再试试，就去找仙门帮助吧。现在我要说的是建立古神教的第2个目的。为了对抗域外天魔，我师尊改良了收集信仰之力的法门，以图将来。现在这份信仰之力全部交给你们，你们2人1人承担信仰之力，1人使用。你为神子，便是古神在人世间的化身，信仰之力由你保管。前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看这个神像越看越像老楚啊？神无相，借假以修真，你所看见的不过是自己内心最尊重的那张脸。没想到老陈你对为兄这么在意，搞得为兄都不好意思了。古神教的事了结，楚河联系上杨春雪，把自己的心魔剑汇报了上去。杨春雪听完，惊讶于楚河的无漏道谢。你需要融入心魔剑的东西，我会派人送过去的。如果你能创出心魔剑，或许能逆转9州修士对抗域外天魔只能被动防守的局面。明白，毕竟我天生就是当主角的命啊。镇魔司其实有一个任务，已经向9大仙门求援许久。你们既然能够对付域外天魔，这个任务我已经替你们接下了。你们不要乱跑了，会有人去接你们。杨师姐这是把我当牛马来用啊。对了，说到乱跑，咱们是不是应该联系一下那2位掌门啊？你不说我都快忘了，他们现在不会吓得到心崩碎吧？那你就是域外天魔降临的又一个罪魁祸首。随即楚河赶忙又联系上了杨春雪，总算是挽救了2个即将入眠的主人。3日后，一艘非洲经过接下了这就是青云3长老结合炼丹与傀儡术开创的神机炉吧？姐，老楚管3师傅要的，毕竟谁没事就进丹炉待啊。姐，老楚你好了没有啊？姐，快了，等我仙体小成后，就可以以身为炉，自行炼化天罚之力了。是前辈，我们真的要这么说话吗？姐。当然了，本尊写的魔修速成法绝无差池，这可是我当年为了潜入各个魔教学来的，从说话语气到走路姿势等等手段，一旦修炼有成，就是魔祖本人来了，在魔祖模仿大赛上都只能屈居第2名。姐，等老夫蹂躏了3大魔教，那我古神教便是魔道第1传承了。就在楚河研究魔修说话语气时，突然间眼入一夜，昏暗的世界中，扭曲的巨兽对自己张开了血盆大口。又来了。最近炼化天罚就时不时看到一些奇怪的场景，是前辈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到了吗？你丫把我带哪去了？这还是9州吗？严格来说，这里是妖域。楚师兄，欢迎来到幽州镇妖关。这么快呀？应该才半天功夫吧？姐，你再不出来，我们都要抬你下去了。你是不是又中邪了？先下去吧，这艘非洲还有其他用处。这是镇魔司的天字级非洲，整个镇魔司也只有3艘，永不落地。难怪半天时间就从青州到幽州了。这不是我弄出来的大宝剑吗？这把给我用！不愧是神司金丹的拥有者，思维就是比只会靠直觉的莽夫快。这拉风的登场方式，我先用了，看你会怎么办。幼稚。厉师弟，问一下镇妖关最强者是什么修为？明面上是合体真君，暗地里就不知道了。你们看，堂兄怎么不御空啊？这哪里是不想御空，分明是人家不给御啊！陈师弟，镇妖关历史悠久，镇守9州安宁，你在这样让人敬重的地方乱丢垃圾，是我这个做师兄的教导不严啊！谢前辈，楚河回去一定好生教导师弟。老楚，快拉兄弟一把，我骨头都摔散了。林前辈，我有点事想要和你商量。
经常画画的朋友都知道，形好易模仿，但人却很难掌握。画的真丑，力流火你来看。我操！画的确实丑，这好像是饕餮一族。耀兄你来。楚师兄的画技很有进步空间啊，这的确是饕餮，不过已经灭族了。这些家伙个个都嘲讽我，看来得找机会帮这两位天将回忆一下幻境中的故事。不愧是咒道仙眼，我们接下来的目标的确和饕餮一族有关，你们跟我来。等一下，那张丑画在哪呢？让我看看啊！毁了。饕餮一族也曾是妖域一霸，巅峰时期仅次于龙凤麒麟三族。既然曾是妖族一霸，自身又是顶尖强横的血脉，为什么后来会灭族呢？仙秦建立后，饕餮一族衰落，纯血饕餮越来越少。7万年前，那代族长情急之下投靠了域外天魔，被灭族了。不对啊，银前辈，这两位师弟也知道域外天魔的事。我在妖域时见过一位镇妖关前辈被域外天魔袭击。至于我吗？千帆堂兄还记不记得我们5岁时，六叔生过一场大病？然后呢？你不会想说六叔被域外天魔攻击过，还扛住了吧？事实就是这样啊！不是合欢禅啊！如果不是族里拦着，上任合欢宗推广大使就是他了呀！他能抗住域外天魔？六叔后来说是因为他看得开才能抗住魔考，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六叔论修为，这辈子也就那样了，又不是当家主的料，在合欢宗又是走肾的路子。哦，你这样说我就明白了。域外天魔就是如此，有时候看似放荡的人能够抵抗，有时候却能操控完全出人预料的大能。闲话就说这么多了，我这次找你们来，是妖域有一个秘境将要开启，且只准金丹修士进入。镇摩斯多年调查下来，怀疑这座秘境的主人就是最后一代饕餮族长石通天。我们几个人生地不熟的，这靠谱吗？不必担心，离秘境开启还有些时日。这位朱魔真君会帮助你们补全关于域外天魔的知识。老夫朱魔，道号朱魔，幽州镇摩司司主。老夫一生朱魔，接下来几天希望你们好好听老夫说的事，否则一旦你们有被域外天魔蛊惑的迹象，铁剑师弟久等了。还要铁剑师弟受点委屈，按照圣子的话说，这叫公子献头，也是为了剑宗万年大计啊！宗主放心，一切为了圣子。你想效仿魔考，以劈之道还施彼身，幻道或许能够帮你，只是眼下找一名幻道大能。前辈不必费心，仙门帮我弄来了一本幻剑，能帮我在幻道上快速入门。好样的，不愧是青州之鹰，可惜这样的人才没进到我幽州镇摩司。又来了，我名头已经这么广了吗？就在楚河愣神时，突然一道人影飞了进来。铁蛋，铁剑师弟，你怎么御剑飞行都会出岔子跌下来？可是最近修行懈怠了。楚小友，你怎么会在幽州呢？见过七尺前辈。铁剑师弟说要来拜访旧友，也不知道怎么就摔了进来，倒是打扰到你们了。再这么发展下去，剑宗快成第2个青云了。只能期许未来楚河圣子掌管剑宗，自己这些长老能有点好日子过了。在七尺道人的一番插科打诨下，本着先秦与9大仙门同气连枝，迎锡兰只能邀请七尺道人一起参与。楚小友不光修为神速，处事机敏，还有一颗斩妖除魔的赤子之心，实乃九州之福，剑宗之福啊！不过此行凶险，不可大意，老夫帮你找点剑宗弟子护道吧，也算是历练他们一番。前辈，这个就老二，宗里合体以上的长老、太上长老、太上长老都叫起来，来镇妖关。七尺道人到底是九州第一快剑，斩天波阴术无人能看清。万幸，在迎锡兰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半个月后，最终参与的只有金剑儿天将。楚师弟，路上再休息吧，这些丹药你们各拿一枚。这叫兽化丹，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让身体的一部分转化为妖兽的模样，是进入妖域用的。如果当初遇见的那只筑基黑蛇看见自己的初恋回归等我，想来亡魂也能安息了。林前辈，这东西有用吗？当然有用，镇妖关是九州对妖域的关爱，妖域对九州人族自然也设立了城关。这兽化丹就是三族高价卖的，吃了之后他们才会放行。什么兽化丹？这不就是妖域变相收取的过路费吗？而且我怎么感觉这玩意有一股合欢宗的风格？这兽化丹就是合欢宗发明的。哦，好东西啊！回山上的找李李研究一下，这东西很值得在水云峰推广了。我前几天帮朱魔前辈办了件小事，现在虚弱的紧，
星星队长，本小队长现在征聘你为首席坐骑天将，弄顶软教背本队长上路吧。我啐你一脸狗屎！不行，我来背楚师兄吧。不用不用，楚师兄为了镇妖关修士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我来背楚师兄。还是我来吧，我也想和楚师兄组队。我操！这到底是什么歪风邪气啊？我感觉我和这个九州格格不入啊！无奈，赢西兰只得拍板，用了辆马让楚河路上休息。一行人终于出了镇妖关，向妖女前进。在下明之山，本尊陈豪华非洲。今天讲陈天将，厉天将，你们3个是兄妹，同母异父。没见过世面，人家结拜的辈，我听说还有仙门长老叫什么123的呢。顺利放行后，几人刚一进寨子，就看见莺莺燕燕的女妖们把楚河围了个里3层外3层。这个老六有个坑爹的仙体，只要是妖精就跟看见唐僧肉一样，而今天就被狠狠坑了一把。这妖域也太可怕了，怎么回事？难道我的仙体封印已经消失了吗？什么仙体？你怎么这么受女妖喜欢？这一路下来已经不下5波了。先天软饭仙体呗。哎呀，公子，奴家来了。7、8道身影同时窜出，直奔楚河而来。最先出手的狐妖见状，恶狠狠地看着冲来的身影，敢和老娘抢男人，胆子不小啊！我操！快走，我还年轻，2颗柔弱的腰子怕是经不起这样的摧残。别急啊，我最爱看女修打架了。镇妖关女修本来就少，这样的机会百年难得一遇啊。是啊，我们6天将就楚南修没来，这场面他肯定也爱看，我得录下来好好欣。不对，是给萧师兄欣赏。万幸，几个正打算把楚河当贡品献上的乱臣贼子，很快没了兴趣，因为那些女妖打出了真火，纷纷开始变为红血，也就失去了学习的意思。几人收起流眼珠，护着楚河快速逃出。老楚，你怎么又没了？难得呀，终于有女妖看出我的俊美了。嘿嘿，我有恋仇癖，就喜欢你这一口。放开老子，我要跟你同归于尽。平心而论，陈千帆绝不算丑，反而长得是宝相庄严，威武不凡。但是凡事就怕对比，和楚河这个炉鼎仙体一比，不丑也是丑了。唉，前辈出手吧。圣子身上时刻散发着强烈的诱惑，看来要想个办法割断圣子的吸引力才行。此物可隔绝一切气息，包括生机。朱魔前辈，这东西好像不太吉利啊！我问一下，是此物可以隔绝生机，还是隔绝生机了再放进此物？不会下次棺材打开已经是10万年后了吧？进去吧你！出师不利，众人相继无言。随后，陈千帆临时继位小队长，熟练的摆上香蜡纸烛和楚河一项装饰后，终于带着众人向目的地逃去。老陈，你问问这棺材里怎么这么臭啊？朱魔前辈说这是平时他关域外天魔的，你就将就吧。那里面封锁生机，隔绝神识的阵法还没发动呢。这黑棺越看越是顺眼，等我回去后一定找貔貅商会定制几口。一行人没了麻烦，在秘境开启前半日顺利抵达目的地。临时搭建的擂台上，几名妖族金丹天骄正在切磋。打的什么玩意？真稀巴烂！这处秘境除了限制修为外，还限制种族。同一种族的妖修每次最多进入10人。下面那个擂台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没想到这秘境如此吸引人，那我们也要上去吗？已经打过招呼了，你们是保送的。不过秘境作为传承之地，自然会有对后来人的考验，例如进入后会封锁金丹以上外物的使用。放心吧，银前辈，我们有青云之报音，一定能轻松完成任务。啊，对对对，楚师兄，如果有公子献头或者散财道人的角色，一定要给我安排一下。过誉了呀，2位。面对未知的挑战，我也只有9成9的把握而已。那应当就是族主所说的九州修士了。走上去打个招呼。老大，族里刚传来的消息，那群人里带队的是青云首席。这天机阁公开消息说，他一人100招之内完胜4大仙门弟子，恐怖如斯啊！那还是不要招惹他们了，100招只是公开说法而已。我附在天机阁买来的解密版本是不到30招。告诉我族下属的那些妖族，进入秘境后听从我的指挥。到时候我就听从他的指挥吧。二太子告诉我的版本是不到10招。身为龙族二太子，他买来的版本应该就是最终版本了。很快，一点空间被无限放大，一个雕刻兽手图腾的霸气玩楼出现，揭露了那秘境。秘境已经开启，剩下的就靠你们自己了。我们就是打酱油的，全靠2位师兄才对。
想要本尊的宝物吗？想要提升自己的血脉吗？那就通过本尊的考验吧！结！这次本尊将考验你们的运气，红光胜，黑光败。比运气这也行，还上来就给我们淘汰了。姐，老楚他好像发现我们了。既然对方不想玩了，那就掀桌子吧。姐，各位妖族朋友，现在起，这个考验我说了算。我操！虽然决定了跟随青云首席的指挥，但是这才刚进秘境，还什么都没发生呢。而且这位首席弟子怎么魔气滔天的，真是正道吗？随后楚河抬手轻点额间，一柄小巧黑剑飞出，众妖修不明所以，却感觉自己体内有什么东西被震慑住。小心一点，进入秘境的那一刻，除了你们几个，他们都被域外天魔寄生了。此地有魔修作乱，我现在倒数3个数，所有人进到这个阵法里，围着杀无赦。老陈，你愣着干嘛？上阵法呀！进来的时候我就不下了。诸位举起手来，便可到我阵中沉睡。我就知道这幻境规则是吹的，还不准用金丹以上外物。看看我这10等分盘就不受影响吗？好话我已经说尽，现在倒数3。狂妄！我乃青云仙门首席弟子，想活命的就快点。老大，我们怎么办？当然是保命要紧，众兄弟随我举起手来。就算是青云首席，杀我下属，还想要独吞秘境，也太不给我妖域面子了吧！如果当你的小弟被人当面嘎了，还要强抢你的机缘，你会怎么做？而老六会告诉你，不好意思，我全都面子，我这就给你。青云首席不过如此，还不出来吗？1.5。小子终于感到后怕了吧？你说你没事笑个什么劲啊？既然不愿入我阵中沉睡，那就一起吧。人族小子休要欺人太甚。现在就对了，跟我在丹炉时看到一样，饕餮吗？此子已然入目，妖族后辈退至本尊身后。恶人先告状嘛，我可不在乎这个。一句话，想活命的就进大阵里来。我族小辈切不可被迷惑，待本尊斩杀此魔，就帮你们提升血脉。打手就是打手，我劝你们听楚老魔的话，他在仙门都是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那可是路过狗子扇耳光、菜摊鸡蛋摇散黄、蚯蚓竖着切两半、飞禽走兽毛拔光的主。一番吓人的劝说，联系到楚河魔气滔天的工厂，加上青云仙门不太正经的风景，瞬间又消失了一大半妖精。我能力有限，能救几个就几个。玄龟变，那就抱歉了。等打完了，我会准备渡人经的，而且还是妖族古语版本。索命连环弹。先杀此龟！我操！保护保护！你们2个注意点，不行就进大阵躲躲。辅助，快给我喂药！你怎么回来了？老东西要放大招了。大争之时，你们果然是10万年难见的绝顶天骄。献上你们的血肉，成为饕餮一族之主，本尊10通天的食粮吧。楚师兄要试试阻拦他吗？他现在做的事，你觉得是我们几个金丹真人能阻拦的吗？万灵血铸成，饕餮一族将在今日起重回巅峰。糟糕，传送玉符失效了。既来之则安之。不过万灵血珠这名字真土，我以前跑商的时候10本画本里8本都有这玩意，一点创意都没有。就是，我发明的明明是万魔血珠。楚师兄，现在这个气氛说人家土合适吗？他又没突破，只是疗伤而已，怕什么？老楚咋办？机会难得，是前辈说可以试试。
楚师兄，你不出手吗？出手是要出手的，但是陈师弟，你可看过那些斩妖除魔、行侠仗义的话本故事？这跟话本有什么关系？话本故事里，为了凸显主角的强大，都要先让炮灰同伴去被反派殴打。炮灰同伴被打的是死去活来，筋断骨骼。真难对付，必须出杀招了。伟大的楚河呀，请赐予我无上的力量吧。不够虔诚，但是准啊。我陈大帝又回来了。楚师兄，你们这是？一点小神通。我们继续说，你看这种炮灰同伴越是努力，挨打的越是凄惨，之后就越能凸显主角的强大。所以，狗东西，非要逼我动用家底是吧？秋豆麻爹，打这么久，该到我了吧？你太卑鄙了！你来，竟是会捡漏。话本里的炮灰同伴一般是没有偷过仙家宝库的，真让你装成了，那还有我什么事啊？那么现在就该主角登场，轻松秒杀了。我去，这丫是真难杀呀！看来楚师兄你那套主角秒杀论也不太行啊。我这不是还没发力，你会继续看我表演？发力？我看你是脱力。肾虚哥，要不要我给你来瓶大力提提神？急，你们两个的确不凡。若是元婴境，本尊也要退避三舍。不过本尊已经切断了空间联系，没有人能够救你们。血煞劫杀。是吗？我怎么觉得需要救的是你呢？你还有法力，看来这小子身上古怪的东西不少。如此绝代天骄，有身份贵人，如果成功蛊惑操控，必将是埋进九州修士中的一枚重要棋子。法力不多，但杀你足够了。无知小辈，早日归顺才是。你对我干了什么？此法为欲界未来之。老刘这次真的是开的，18道金丹圆满的剑魂对未来穿梭到现，直接将十通天斩出石山西岸。此剑为今时明日之剑。真可恶啊！又给他装到了。主角就是要轻松秒杀。好累啊！没想到身环合体记忆的饕餮巨兽就这么死了，太快了吧！就在几人各自分神的功夫，一道黑光自血海冲出，瞬间钻入了楚河的额间。一具肉身算不得什么，你才是本尊最大的收获啊！我觉得你说的没错。这东西怎么和十通天长得一模一样？域外天魔被十通天反噬了。域外天魔是以融合的方式进行操控，否则哪会这么难被发现？喂，我说你们可真够没良心的呀，也不知道接住师兄。你早用这招不就行了？前面演的那么费劲干什么？这只灵根果然只提升修行悟性，和智力没有半点关系。谁说我演了？我那是竭尽全力的血战，好吧？今天不努力，明天吃空气；明天不努力，后天输里，你懂不懂啊？装逼格调都给你拉满了，谁能有你懂？天罚来了，你们离远点。怎么会有天罚降临？这小子做了什么？好浓郁的血腥气，这小子不会是个魔修吧？你们快看，他的身边好像有什么东西跳了出来。死了还能作妖，小强都得拜你为师啊！万灵血珠，竟然是万灵血珠，难怪这处秘境每次开启幸存者十不存一，原来是暗中在干这个勾当。此等宝物，何该我族拥有？小子，交出万灵血珠，饶你不死！叫，狗叫什么？你们发情期到了吗？好胆！无论你是仙门首席还是仙家嫡子，就算是先秦皇族，今天也得把万灵血珠留下。行啊，老乌龟，有本事你现在就来拿！小子，老夫我送你一句话：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不气盛叫年轻人吗？一群鼠辈，我视之犹如插标卖首，有胆的上前一步来。楚河舌战群妖，一人面对成群，元婴起步，上过峰顶的妖族大能丝毫不落下风，场面一度沉寂了下来。不对啊，我现在不是应该大喊一声七尺前辈救我，然后看他老人家单刷妖域，顺便跟在后面捡战利品吗？就算要还嘴，也应该化名陈千帆，给自家兄弟长点人气啊！怎么突然就这么冲动了呢？我发现了，这是一种少见的天法，名为口无遮拦，会让修士有不吐不快之感，言语重伤他人。怎么还有这种天法？这贼老天大有问题啊！这不过是前菜，真正的天罚还在后面，你要小心了。呼啸片刻，飞云缓缓地化作七彩祥云，就连赤哥也一时摸不清是何种天赋。好爽好爽，我感觉快要金丹圆满了。这是先天甘露，不对，这是浊洗之劫，准备叫人吧。先天甘露本是宝物，但是形成浊洗之劫后，就会洗去你身上一切外力痕迹。我寿元充足，也没用过什么强行提升修为的天台地宝，这浊洗之劫和我什么关系？唉，你没有感觉到一股异香在你身上散发吗？你的仙体恐怕是遮掩不住了，只怕一会整个妖域的兽毒都会被你吸引而来了。天劫也这么人性化的吗？还会量身定制的？这特喵不是搞针对吗？没多久，整个妖域的大军不顾一切地赶向了异香的来源之地，随后避祸了时空间7万年的秘密，为他们随手撕。好诱人的味道啊！交出炉鼎仙体，否则的话，本宗会将你们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抓起来，当着你们的面生吞活剥。哼，行啊，在下幽州超品世家，厉家烈流火镇妖关左庶长，有本事你就现在把镇妖关加幽州一起屠了，在这中什么最狠？剑宗金吉尔，我宗掌门正在你妖域的3大皇族做客。青云陈千帆，家父陈家家主陈应远。这位虎爷，您是先去屠京城，还是先去屠青云山啊？没想到楚河竟然是炉鼎仙体，这以后乐子可有的看了。虎君前辈，许久未见，听说您要把我父皇生吞活剥了？不晓得，我就一小小渡劫气，口嗨一句，怎么大家都当真了呢？我刚以秘术感知了秘境，此子还有不少古怪啊！咒道仙眼，以未来之剑斩今时之敌。剑灵根、咒道仙眼、炉鼎仙体，3大仙资于一身，他就是青云首席。如此天资，震惊的在场妖族大能摩崖生此起彼伏，双眼红光闪烁，陈氏红眼病片刻便蔓延了整个妖域。原来是青云首席楚公子啊！小公主别急，奴家不过是想尽一尽地主之意，邀请楚公子去狐族一座罢了。小公主太心急了，不如咱们问问楚公子的意向如何？狐妹儿，不如我跟你回狐族一座吧。召唤清，周焕清，这祸害怎么又来了？可恶，周焕清一定是想独享炉鼎仙体，可恶啊！就是，不知道这女人在青云山上怎么对待炉鼎仙体的，肯定是 XX 又 XX 然后再 XX。妖族大能们议论纷纷，证明了九州之害风平无假。感受到众多妖族大能对自己的关心，楚河也终于稳固了境界。诸位，虽然此僚一直对我图谋不轨，但是我守身如玉，所以边闲话请不要带上我。小傻狗，为师不远万里来救你，是不是很感动啊？并没有，我打算等7尺前辈救我走，然后当场投靠剑宗，人家剑宗圣子符都给我准备好了。哼，全身上下就一张嘴最硬。还有我亲爱的师尊，我储物戒里的100块仙灵石怎么不见了？是不是被你偷了？我劝你现在交出来，否则镇魔司司主在此，必拿你下狱。傻缺，那100块仙灵石是未来你被那些妖毒壮汉调教成肉傀儡之后的补偿款。你的仙眼是不是看见了自己凄惨未来，分不清楚了？随后，当着上千合体大妖，第6峰师徒开始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面对这对师徒下限越来越低的问候，脾气暴躁的虎君无奈只能又一次挺身而出。周焕清，我们只是想参悟一下炉鼎仙体玄妙，绝不会伤害你的徒弟。哼，参悟一下，参悟完了，我家楚河怕是要变成楚可了吧？啊？没那么严重吧？不如这样，你先让我去参悟一下你虎族宝库。你放心，我绝不会偷一件东西的。周焕清，我知道你是九州第一剑，生平无败，但是这里有这么多妖族同道，你还能都杀了不成？那就满足你的愿望。楚河的元阳是我第6峰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你们这些家伙还是回去搂小老婆吧。
这里明明是妖族自立的辖地，阎王来了也没用的三不管地带，却被一个外来的老六当众啪啪。想动我第6封弟子的元阳，就做好灭族亡种的准备。周焕清，再狗叫就从你开始。周道友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不错，对圣子有欲望是人之常情，周道友就原谅他们一次吧。哼，死老头就会装好人，真是有够拉风啊！不过这是什么玩意啊？这个我听掌门说过，是九州防护大阵。哦，严格来说是2代九州防护大阵。也就是说，这些剑痕遍布整个九州世界。难道说周老六四处欠债，就是为了维持这个大阵吗？那倒没有，九州防护大阵的资源是先秦皇朝和9大仙门提供的，秦偶尔会自己补贴一些资源进去，但是他的欠债9成是因为他喜欢乱花钱。哦，很快，在七尺道人和妖域3大皇族的剧本之下，剑痕消散，一众大妖自觉丢人也先后退去。怎么样，为师刚才帅不帅？是不是让你感动的不行？打算现在就去貔貅商会把自己压个几亿灵石出来孝敬为师？我就想知道，如果你下大狱了，这个九州防护大阵我能继承不？理论上是可以的，毕竟剑痕这种东西是我第6封独属之物。不过你就慢慢等着吧。仙体封印我已经给你重塑了，我先回去睡觉了。杨师姐，我说你们能不能别再把我的储物袋当传送门用了？都是仙门有头有脸的人物，能不能对我的私人财产给点尊重？六师叔说他回去睡觉了，让我来协助镇摩斯行动。行动？周老六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不合理啊！9大仙门在诛灭域外天魔这件事上每100年都有指标的，不过六师叔提供了线索，有特殊贡献可以拿，让我直接交给你。真的假的？难道真是良心发现，打算去自首了？唉，六师叔欠仙门的俸禄还没还清，让你到时候再转交给他。我说呢，那贡献拿来吧，到了我的手上，定要让周老六知道什么叫第6封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此子现在开挂开得越发不讲道理了，我必须要想个办法。掀翻堂兄，你也别太激动，有什么事慢慢想。不行，我必须现在就想个办法。难道说陈师兄已经有思路了？我可是至灵根修士，神思百变，万法皆通，这点小事当然有办法了。到底是镇妖关的莽夫，不足为谋。老楚啊，兄弟这辈子没求过人。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所以你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才能超过你呢？好办啊，你不是有手工杀吗？你破个戒把那位大能前辈叫来，我就算有千般变化，也难逃弟妹镇压。我认真的，修士境界越高，越难繁衍后代。这功法我可是费了很大劲才弄到手的。既然是兄弟的一片苦心，那我就指点指点。想要超过我，无外乎2条路：练强之势，一看数值，2看机制，世间万法皆在其中。正所谓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众人继续聊天，而陈千帆却陷入了深思。我走了之后，家里怎么样？挺好，大伯还是每天被大伯母拧耳朵，六叔到处逛花楼。我爷爷说想你想的不行，把自己关在宝库里，不准人进去。后来才知道他让你把宝库洗劫了。不对啊，堂兄你想回家了？要对付此子，我必须回去继承陈家的仙人手段，而且我要把老楚也带回去。凭借楚河的3大仙资的卖价，应该足够让我去学仙人手段了。唉，没想到楚师弟你竟然是这种体质，可惜这一消息马上就会传遍九州，怕是会引起九州巨变。我也不想的呀，原本只要半年我就能仙体小成，隐藏气息了，现在只能回到仙门再做打算了。等等，接个传音。春雪仙子，我家小女对青云楚天骄仰慕许久，不知能否让小辈们见上一见。杨道友，你也知道我父亲李氏多年，娘亲她突然说要去青云逛逛，你们可千万别放她进去啊！杨道友，在下合欢宗宗主，本宗有意迁至青州，不知能否派一位青云弟子相帮，最好姓楚，见灵根为佳。杨师侄，我是赵大宝，有人攻打护山大阵，说是来提亲的，你在哪？我弟的龟龟，我还没走出妖域呢，青云就要沦陷了，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啊！老楚跟兄弟去京城享福吧。不去，
七尺前辈，晚辈想去剑宗看看，不知。好，圣子快随老夫回宗，今天就继承掌门之位，然后去剑阁闭关个300年。怎么感觉进剑宗的风险半点不比回青州低啊？老楚认清现实吧，偌大九州，只有我陈家能护得住你。我也觉得你去京城比较安全，毕竟你跑了，我去哪里吃瓜呀？那个楚师弟，杨师姐，我明白的，眼下风头太紧，我去京城避避也好。我还要配合镇魔司搜捕天魔踪迹，稍后去京城找你们。那杨师姐小心。放心。还是太心急了，把圣子给吓到了。圣子无需担心杨师侄，九州第一合体绝非虚名。我是担心那些渡劫老妖下黑手。圣子多虑了，九州第一合体代表的可不只是无敌于合体一境，就如圣子回去后，天机阁应该会封一个九州第一金丹的名号。也就是说，无敌于合体只是杨师姐的下限，那她的上限又在哪里呢？反正据老夫所知，80年前杨师侄就赢过青云老鬼，不过此事在青云也只有少数人知道。不枉我一直想把这位靠谱的师姐推上掌门之位，没想到杨师姐的实力这么硬。那七尺前辈是怎么知道的？是赵大宝私下告诉老夫的，还让老夫多宣传一下。当然，圣子也可以广而告之一下。眼前这个老六有多贱，他明明只是一个仙门首席，却无时无刻想着推动自己的大师姐上位，好让自己当个舒服的堂主。所以掌门的名声、能力、战力都比不过杨师姐，那为什么他是掌门？青云老鬼当年如何继位掌门，老夫不清楚。不过他这么多年能坐稳掌门之位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捡到了阳春雪。最近这是怎么了？怎么谁看我都是激光四射的？这九州也太可怕了吧！老楚别苦着脸了，你放心，去了陈家保证吃好喝好。咱们两兄弟谁跟谁啊？我可没答应去陈家，我打算去镇魔司躲躲。别介呀，你都到京城了，不让兄弟尽尽心意怎么行呢？与我兄弟说这些干嘛？其实我就是有点小问题想问问你。好说啊，兄弟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初收徒大典上的青云问心剑都奈何不了我，小楚河也想让我真说实话，反正我胡编乱造你又不知道。陈千帆正这么想着，突然就眼见一把漆黑长剑袭来，新魔剑。真是快准狠了！我就知道这青云双臂表面勾肩搭背，实则勾心斗角，当初在幻境千帆堂兄怒杀楚河的影像，果然是真情流露。说说吧，骗我去陈家什么打算？打算把你打包卖了，我好换一下陈家的仙人手段。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不过你回京城不怕遇见弟妹啊？他去徐州考核励志了，没有1年回不了京，怕什么？这么关心弟妹行踪呢？其实我就想问问，之前魔考时为什么域外天魔没用这件事诱惑你呢？我又不讨厌他。此时陈千帆脸上突然挣扎了下来，腰间的陈家玉牌散发出一道火光。开挂了呀，没得玩了。不好意思，手滑了。别看我，你们继续玩。而此时一旁手慢的严希兰默默收手，然后10几枚流影珠散布在房间四周，充分展现了一个吃瓜记者的专业水平。其实我挺喜欢人家的，我还记得7、8岁的时候，他还带我洗澡。人家脸蛋小小，身材好，修为强大，身份贵重。我就是不喜欢家里和先秦把这事当成利益联姻，我要反对这一切，自己当上家主，自己去提亲。完了，一地的流影珠，楚河个王八蛋到底问了我什么？老陈，你别这样，兄弟们不会到处乱说的。就是没什么的堂兄，不就是脸蛋小小，身材好吗？也就是个子高高，还带我洗澡。可恨7尺老鬼封印了我的玉牌，不然我一定拿几件渡劫宝物出来，和这群龟孙同归于尽。算了，过程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只要能把老楚骗回陈家，我的目的也就达成了。2天半后，到达了京城的几人被陈家大门狠狠地震撼了一把。人生的分水岭果然是阳水啊！一个先秦始皇亲笔的牌匾，就价值不知多少灵石。陈家陈半州之名果然非虚，光是门口的院墙就堪比镇妖关城墙，这就是仙家底蕴嘛！少见多怪，老楚，我们快走吧，别理他们。一进门就看到10数艘飞舟停在不远处，甚是耀眼。楚河顿时想起陈千帆在收徒大典上的自我介绍，一股仇富之心油然而生。老陈，我在幻境里假死，让你当第2任秦帝的事你还记得吧？当然记得，不过你问这是干嘛？
后来你去查抄家产，萧师弟来找你，你说的第一句话还记得不？当时我说这些世家豪族当真个个该杀。陈师弟，老陈说完后，你还接了一句话，是什么来着？陈家天兵愿意帮助陛下铲除这些狗世家。总算是舒服了。上面的非洲就是陈府内交通往来的吧？我们走吧。不久后，非洲落在一处小屋的空地上，一个面带疾苦之色的光头和尚上前迎接众人。没想到陈家还有佛门禅宗高人。小楚，许久不见了。陈叔叔，我操，怎么弄成这副样子了？别提了，被大哥招回来了，每天是吃斋念佛。小楚，你可得救救你陈叔叔，这日子再过下去，我就要改名陈苦海了。老六，先请贵客进。你干什么呢？陈家主，许久不见了。岂止前辈风采依旧，看来剑道又有精进啊！这位就是我大哥，当代陈家家主陈应月。见过前辈。不必如此生分，你叫老六一声叔叔，唤我一声伯父就好。陈伯伯，不知这两位猪妖前辈是？你们舟车劳顿，先下去休息休息，洗洗风尘。小药招待好客人。等一下，父亲，我有话说，老厨你也留一下。不妙啊！此子最是睚眦必报，此事必有后招。父亲，我要学陈家的仙人手段。陈家家规，先祖留下的手段只有陈家家主可学，你个离家的凭什么学？老楚，帮兄弟一把，给我爹上强度，事后我封你做副家主。你克喵太抬举我了吧？让我堂堂金丹老祖去对付一个小小合体真君仙家家主。金丹战合体，一战攻城啊！这么好的机会，你得把握住。眼前这对卧龙凤雏有多溜，以金丹战合体这种活，也是一个敢说一个敢信。你先说动陈伯父把境界降低到金丹，我应该能请陈伯父指点一下。直接用你的金石明日之剑砍他呀！不然我带你来干什么的？你陈家可真是父慈子孝啊！志灵根果然恐怖如斯，我甘拜下风。你听我的，你先向未来元婴的你借力，然后让元婴的你向化神的你借力，咱们一路借到渡劫期，送个几百道剑痕回来，那不是轻轻又松松？一个浊洗之劫就把我弄得逃亡陈家了，这到时候渡劫7天罚下来是你扛还是我扛？真是废物，打个合体7都打不过，留你何用？就在两个老六相互嘴炮的时候，这位早期护道者的陈花海也在一旁默默的翻译着初代眨眼密码给自己的大哥。既然这点小事你都做不了，就休要怪兄弟无情了。父亲，你现在传位于我，我就把老楚押给陈家。他身怀剑灵根，咒道仙眼，炉鼎仙体。我们把他关起来，生个180个呢，到时候造反都行啊。老楚，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看你过上那纸醉金迷、温香暖玉的堕落生活的。等我篡位成功，救你出来。陈千帆的一通自言自语，瞬间让屋内集体沉默，而区区合体真君的陈应月也不得不深呼吸，缓缓。这是我唯一亲生的儿子，不能气，不能气。如果把他打得东一块西一块的，不好给孩子他娘交代。我可以让你代理家主之位，学习先祖的手段。不过你的婚事，陛下可是问起过好多次了。没想到宣传的机会这么快就到了。既然老陈你不仁，就怪不得我不义了。这是陈伯父，还请放心。请看刘影珠。疯狂输入脸蛋小小，身材好，个子高高，还带我洗澡等话语响彻。陈千帆想要反抗，却被陈花海无情镇压。原来如此，我陈家向来的习惯就是好活当上。千帆12周岁，什么意思？不要看，老楚求求你了。好的，我这人就是心肠软，那我就小小的看一下就行了。本尊乃绝世剑仙转世，尔等凡夫俗子，岂敢直视本尊？别动！本尊的左手封印着上古吞天魔魂，安睡吧，灭世的吞天之魔。本尊是毁灭九州，然后创建九州之人，能打败本尊的只有本尊自己。快放开本尊！看着宛如被抽掉生魂的陈千帆，楚河露出了一个阳光的笑容。就这两个刘影珠在手，我不得吃老陈一辈子。我准许你暂代陈家家主之位半年时间，可以去修行先祖所留仙人手段。老爹，你果然还是疼我的，那就拿来吧。楚河，你与千帆同执此令，代理家主事务之后去宝库随意挑选3件宝物，如何？什么？
怎么感觉九州这些仙家势力这么缺人啊？一个个上赶着给自己安身份，我好忙的。勿要推辞，也让我陈家看看青云首席的能力。等一下，老爹，我和老楚同直家主令，那御史听谁的？陈家谁当家无所谓，但是我和老楚谁身份大必须搞清楚。你们意见一致时听你的，你们意见不同时听小楚的。一人有一半的主事权，这还差不多。七尺道人一直不言不语的跟着，再接下一个陈家代理家主令。过几天杨师姐来京城，不得以为我叛变了？陈伯父，这个就不必了吧？小楚啊，你叫我一声伯父就听我的。你如果有意娶妻，我们陈家也是有不少好姑娘的。陈伯伯可以给你立个保证，如果你入赘，我就让千帆入赘皇室，以后这陈家交给你也未尝不可。大哥，这样会不会有些儿戏？千帆那小子万一拿着家主令作妖怎么办？所以我才让楚河一同执掌家主令。那小兔崽子在青云不就一直斗不过楚河吗？小楚倒是做事稳重，为人忠厚，可万一他被千帆鼓动？放心，一物降一物。青云的杨春雪很快会来京城，我听说楚河最听杨道友的话，出不了事。我还有要事要办，离开家后你多盯着点，如果真出了什么乱子，最近魏兄从宝库内找到一本功法，你先看看。我一贯胡闹，自小都得兄长庇佑，没想到时至今日，大哥还惦记着我这个不成器弟弟的修行。欲练此功，必先自宫。王中王六中六，青云双害又中他人一计。就在刚刚，感觉失去了什么宝贝的七尺道人瞬间发狂，直接带着众人800里奔袭，终是1秒之间杀到了家主居所。这2把椅子平日不是只有大伯和大伯母能坐吗？难道青云双臂篡位了？堂兄，大伯呢？不知道，别吵我。可恨呐，老登居然留下如此阴招，生儿子必无后庭。有什么就说，我爹不在，我就是我爹啊。他爹不在，我就是他，就是帮陈伯父打理一下各种事务。陈花海，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大哥有要事出门，让小楚与千帆暂代家主之位。没想到不过短短1夜，陈家就诱拐了我家圣子。可怜我剑宗圣子心思单纯如白纸，为人又羞涩内敛，不善言谈，这才中了陈家的毒计。陈家鼠辈欺人太甚，陈映月去哪了？追大嫂去了，估计已经快到广寒仙宫了。陈映月个妻管严，还敢惹老婆生气，而且时间还这么巧，怕不是对我家圣子早有预谋吧？就是大哥把我抓了回来，然后不知道族里怎么传出大哥去了花楼，嫂子一气回娘家了。特娘的，大哥才是早有预谋啊！这本6根清净留得太是时候了。七指前辈，此事也不能怪我，不知是哪个小王八蛋写信问我近况，才害得家里想起我来。这兔崽子可千万别让我捉到了。这回执丹才是早有预谋，就当个半年家主，调动的宝物他审核就得6个月零1天，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那你爹呢？别说你不知道，我7尺一生磊落，但是抢圣子之仇不共戴天，我必须出了这口恶气。合欢宗搬迁，我爹说他去帮忙了，只恨我被困陈家，不能去出工出力啊。听说合欢宗为了搬迁举行了筹兵活动，拿出了不少限定活动收集资金，哎，真是错过太多了。陈叔叔，既然这么多事务我们都做不了主，那我们作为代理家主能做什么呢？还是小楚懂事啊，会帮你陈叔解围。你们嘛，出席一下红白喜事，念念开场贺词什么的就行。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啊？名义上是仙家家主，但是除了典礼前念念开场白刷一下存在感外，基本时间见不到他人。糟糕，中计了！这不就是青云版的架空真君我青云掌门吗？我实力低微，还是安心修行的好。陈叔叔能否给我找个方便渡劫的地方？小楚，你还是脸皮太薄啊！那就积雷山吧，我陈家前辈都隐居在那一片。大哥走前交代过，千帆你也去那里接受传承。至于7尺前辈，我也去，否则以你陈家人丧心病狂的无耻嘴脸，说不定我一个走神，下次见到圣子时怕是孩子都一堆了。
好像有孩子也不是不行啊。圣子作为双修第一天资，在血脉传承方面有着巨大优势。想到这，七尺道人嘴角不受控制的上扬，似乎看见了夕阳西下，须发皆白的自己靠在躺椅上擦拭着宝剑，然后十几个继承了楚河容貌与天资的小剑灵根向自己跑来叫施工的那一幕，在小剑灵根的包围之中，自己安详离世，此生圆满。似乎是感觉到七尺道人身上散发着难以言说的不祥气息，楚河本能的让陈花海赶紧宣布启程。随后一行人又踏上一段向积雷山缓缓驶去。老陈，你娘亲还是9大仙门之一广寒仙宫出身呢？是啊，我娘是上任圣女，要不是嫁给我爹，估计都继位广寒公主了。继位广寒公主，那还有你3条腿什么事？不过，出身高贵，4大仙道势力做靠山，族内关系融洽，还有未过门的姻缘，你这不纯画本故事里富少主角开局吗？对，我听过这样的故事，这是茶楼里受众第2多的热血故事。然后呢？然后怎么样？然后一般有2种情况，其一是被族人误解，逐出家族，后来靠自己的努力证明清白，重回巅峰。不过堂兄你放心，这种情况一般是有小人作祟，比如一个一直赢不过你的同族兄弟，他表面上和你关系亲近，背地里却心生嫉妒，暗中勾引外人准备下手。故事而已，当不得真。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你家道中落，成为落魄公子，只能依靠师门之力复仇。不过这种故事里一般会有一个同门反派，是你的师兄或者首席，对你极其不爽，他会抢你师妹，夺你宝物，逼你送死，你还一直打不过他。怎么感觉这个故事里的常见前期反派这么眼熟呢？直到有朝一日你得到无上机缘，翻身做主，狠狠地打这个首席师兄的脸。老陈，你现在是要去干嘛来着？学先祖留下的仙人手段，那可是正经的无上机缘。那你为什么要学仙人手段？为了狠狠打你的脸。不对啊，难道我就是那个前期反派？几位切勿对号入座。故事里那种首席师兄被打败后，很可能会转投魔道，成为主角的长期宿敌。当你知道我还是9州风文中魔道第1大教当代教主，且准备卧底魔道的时候，不知道作何感想？可惜其他几人并不知道古神教的事，没有楚河与陈千帆却越看对方越觉得是天命宿敌，不出不行。就在2人磨刀霍霍，思考要不要先下手为强势，金剑耳天将参与了讨论。按照你们的故事，陈师兄想翻身做主，要打赢楚师兄1次才行啊，可这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吗？对，不，我觉得根本问题在于家道中落的开局，所以在把陈家搞垮这件事上，你们有什么主意没？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在这个年纪只会醉卧花丛，夜夜笙歌。再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在讨论怎么把陈家搞破产了。果然是不服老不贤啊！等办完这件事，我就去合欢宗住上几个月，给这些后进晚辈让路。此地乃陈家中的积雷山，吴家主守另会的禁足。吾乃陈家代理家主陈千帆是也，谁敢拦我？谁能拦我？什么？真是吃了豹子胆，还是猪油蒙了心？竟然胆敢阻拦4大仙门做靠山的区家主陈千帆，这到底是何方神圣？乖孙，真是我的乖孙。五爷爷，我回来了。你可是听说老夫被关了禁闭，反了你爹来救老夫的？那是我一听说五爷爷被关了禁闭，就赶回来了。回来我先是用了一招借刀杀人，引发不和，然后又是一招调虎离山，顺利夺位。可笑陈家堂堂仙人世家，当代家主无谋，叔父少智，轻易被我玩弄于股掌之中。信虽然是我和堂弟写的，不过六叔造谣，老爹去花楼这事，简直就是神助攻了。好，不枉我从小对你如此疼爱，一把屎一把尿的亲手把你喂大，以后陈家就是我们爷孙说了算了。你把代理家主令拿出来，我们现在就进积雷山取了天字宝库，让映月个臭小子敢关我禁闭。老楚，家主令拿出来吧。这就是偷走陈家上代护山大阵的存在吗？果然是胆大包天，跟老陈一个德性啊。这位是五叔，这是我陈家代理家主楚河小友。原来是你小子。陈耀你，抱歉了堂兄。诸位叔伯，家主令在此。
族弟背叛，挑拨离间，按下黑手，陷我于众叛亲离，这不正对话本故事所说吗？夺我宝物，抢我机缘，这同门恶道当真该杀！没事的，乖孙，五爷爷陪着你。五爷爷，等我以后出息了，一定让您老好好享福。喂，你还进不进来？我就知道老楚你不会不管兄弟的，等我以后出息了，收你当义子，让你好好享福。我他妈来了！啊，乖孙，我还没进去呢。完了，这大阵出来容易进去难，况且我现在还是戴罪之身。老五，家主令你闭关自省，你竟敢心存不满，做出逃狱之举，那就休怪老兄弟们无情。这就是炉鼎仙体之妙啊，倒是符合古籍中关于炉鼎仙体的记载。破解爷爷此话怎讲？他待在炉子里能看出个什么？炉鼎仙体为无上双修补药，按说被人发现后会下场凄凉，直至被人榨干。但是老夫翻遍古籍，才明白与炉鼎仙体双修过程中，会渐渐让人生出爱护之心，视为近兰，百般呵护。所以呢？王毅花海为名，居然连这都不懂。这些年待在合欢宗，是尽吃果盘了吗？炉鼎仙体若是女修所有，双修对手就会变得又快又软；若是男修所有，夜遇千人也不见疲惫，反而越战越勇，水灵根都很枯竭。可是这和小楚刚才 IP 有什么关系？真是笨死了！小楚没走阴阳之道，而是天人合一之法，所以天道在面对小楚时也会变得又快又软。否则那天法是谁都可以乱扛的吗？想我那一辈陈家是多么人才辈出，再看看现在，家主陈映月，九州著名老婆奴，老六陈花海，合欢宗天字号会客，再往下这两个更是显得那么面目可憎，牛头马面的。这老头眼光倒是很辣，居然能看出我的天人合一之法。所以这位陈家前辈说的是真的了。哼，又什么说的真难听。不过炉鼎仙体确实可以降低天罚威力，历史上的炉鼎仙体渡劫破境更是易如反掌。正在两人研究快卵的同时，积雷山的另一侧，此时七尺道人12把飞剑齐出。陈家鼠辈，你们谋我圣子，还以多欺少，可是觉得我剑宗无人。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兄弟们和这七尺老鬼讲什么道义？一起上！线路断绝，逼疯了所有渡劫期修士，欺负一下同辈朋友挡在无聊，这就是现在九州大能们的普遍现状。杨师侄不在，想不到我大青云最后会亡在我手。大师兄，你给护山大阵开个小口呗，我去接一下林道友，他说这几天攻山有些累了。行吧，外面的你们先停一下，别乱来，我师妹出去接人。大师兄，搞定了。好，此计成，我青云之威有救了。对，还是小楚的办法好。这首公子线头必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这青云攻防战打得这么艰难，9成都是大师兄的锅。谁让他把护山大阵改的对内有余，对外不足的，整天靠着护山大阵欺压同门师弟，也就这点出息了。三师兄，小楚既然是炉鼎仙体，要不我们把青云改成世家吧？以后父传子，子传孙，让炉鼎仙体之血世代流淌在青云之内，一个都不给外面那些世家，就让他们眼馋。就是可惜春雪肯定不会同意的，不然我这一季不得气死180个合体渡劫的。你不要过来啊！而此时还不知道九州高层间发生了什么的楚河正处于猛批中。这么说，我现在其实是渡劫境大能了。没错，渡劫一境本就是仙路断绝后，始皇陛下和我陈家老祖那一辈大能创立出来的。你能独自引来天罚淬炼，实际上就是渡劫境修士。列祖爷爷平时不是最怕麻烦的吗？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不仅让小辈们体验了一番雷劫，现在又开始好为人师了。九州主流的看法是渡劫一境称为半仙，他们胜过合体真君，却又无法将自身法力转换为仙力，终是残缺之路罢了。这一看法的提出者正是列祖爷爷。当今九州于渡劫一境上，无人能出列祖爷爷其右啊！
三家知名老夫还是当得起的，但哪里能说我为山巅呢？臭小子就会哄我高兴。有列祖在，看来我离自由的日子不远了。楚河听得若有所思，过了片刻，面带些许惆怅的长叹一口气。我不过小小自夸一下，怎么你还叹上气了？现在的天骄当真是心性张狂，不懂尊老爱幼。小楚，你叹什么气呢？陈爷爷不光修为精深，还如此照顾后辈，慈爱自谦。我只是叹息自己不是陈家弟子，不能时时聆听陈爷爷的教诲，令我心如刀绞。更叹有陈爷爷这样的实权长辈，陈千帆这陈家后人却没学到陈爷爷半点风度，在青云整日飞扬跋扈，不知收敛，让我一个外人都替陈爷爷伤心啊！什么外人？小楚，你就是我陈家的人吗？要爷爷说啊，小楚你也别待在青云了，我家大闺女还未出阁，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如何？敢问那位前辈贵庚？没多大，也就是王母喂饭的程度而已。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楚老六凭借一张嘴与陈家列祖成为了忘年之交，直接惊呆了刚刚跑路回来的七尺道人。陈家狼子野心啊！我刚还在鏖战7位陈家大能，怎么一转头回来，圣子就被陈破杰拉在手里了？圣子，天机阁传来消息，你的行踪暴露了，是妖域放出的风。这么快就暴露了，看来是有大能盯上我了呀！天机阁还附赠了几条和圣子周围人有关的情报。杨师之在妖域一拳将一只实体狼妖打成冰雕的战绩已经在幽州传开。至于青云，听说青云老鬼出山后舌战群雄，不到100字却逼出了上百大能出手，现在被诸多青州大能联手追杀，行踪不明。还有你的宁师妹，现在正跟张三赶往京城参加貔貅品丹会。貔貅品丹会是什么？是貔貅商会举办的比试，宗门弟子或是散修出身都可参加，30年一次，以金丹真人为主。到时候你和千帆也要去。我去干什么？抢人家的风头吗？又不是让你们参加，你们现在是陈家代理家主，当然要出席了。哦，那其他仙门也要派人吗？那倒不用，你们青云3长老是作为丹修大家自己出席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因为貔貅商会就是陈家开的，你们作为家主不出面怎么行？你不知道？我还记得老陈说要搞垮貔貅商会啊，怎么一转眼就成自己家产业了？看来是脑后生有反骨了，建议陈家严查。不过貔貅商会有多富，从先秦皇朝要和貔貅商会联合发行仙灵石就知道了，感觉入赘好像也不是不行啊。陈叔叔，陈家号称陈半州，请问一下，这半州是指半个秦州还是半个九州？哪有那么夸张？陈远先祖当年创立貔貅商会时立下过规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商会每年收入只有1成能入陈家，其余9成会拿出来帮助散修、研发宝物、扶持小宗门什么的。这还是我认识的九州吗？明明可以是九州如斯物，视万民为猪狗，却一手建立了如今的盛世。虽然画风有些不太正经，不过也可能是先秦始皇他老人家还在世，谁也不敢出言反抗啊。天无2日，我的心中只有始皇陛下一个太阳。乖孙，我回来了。五爷爷怎么样？我必须得抓紧继承仙人手段了，否则日后谁来代表九州抗衡楚老魔？三哥说要准备准备，让你等等啊！还要准备什么？不是去了祖祠就行吗？我记得大哥继承时简单的不行啊。不是准备仪式，是三哥要进行心理准备。当年三哥和你爹争家主之位不是输了吗？听说乖孙要来，想起了当年的惨败，现在火大尿黄的，说要缓缓。照我说，那就等等吧。自己的失败固然可怕，但是兄弟的成功更令人揪心。面对这样上代的恩怨，陈千帆也不敢多说。圣子，天机阁阁主想见你一面。天机阁吗？我正好出去走走，那就麻烦7尺前辈了。别介啊，小楚你陪老头子吃了饭再走啊。我明天再来拜访陈爷爷，到时候还要劳烦陈爷爷继续给我说说渡劫之事啊。可惜我得留下继承仙人手段，否则必要跟上去听听八卦。阁主已经等候多时了，2位贵客楼上请。其实叫楚小友来不过一点小事，结果还劳烦了7尺前辈，是胡言之过了。是这样，天机阁有意为楚小友出书立传，价钱方面我们好谈的。还以为是有什么巨大秘闻要卖给自己，感情是来买形象授权的呀。胡阁主，这个不急，稍后咱们再聊。7尺前辈，晚辈有些事想单独咨询一下胡阁主。圣子终究是长大了，有事要瞒着自己了。还有这2个戒指，麻烦7尺前辈帮晚辈保管一下。
圣子连身家都能随意交给我，难道是圣子已有弃暗投明之念，只是碍于其他势力淫威，想求个办法？没错，圣子心思细腻，忠厚有加，定是不愿意因为自身牵连剑宗，必须要叫人的，不能只让圣子为我剑宗默默付出啊！特别是陈家敢打圣子的主意，这已经不是一般的世家了，必须要出重拳。老二，宗里合体以上的长老、太上长老、太太上长老都叫起来。放心了，以我天机阁的影响力，再加上小友的天资，注定了楚小友这辈子是躺着赚钱就行了。楚小友想问何事，老夫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是想知道九州是否有仙人在世，或是渡劫一境，究竟有何种大恐怖不能言说？这也有的卖，不知价格如何？当然能卖，不过对于这样的情报灵石，就算不得数了。那算了。我想问的是，我刚在楼下碰到几位招待女修，穿着一种名为丝袜的服饰，他们说这是不久前有个宗门在幽州古墓中发现的上古服饰，然后申请了专利售卖，不知前辈。丝袜？什么丝袜？我没买过丝袜。我只想问天机阁是否知道那座古墓的时代和主人？那座古墓是3年前幽州三品宗门花长派发现的，经过先秦皇朝审批，于2年前开始探查。从布局摆设来看，可以断定是10万年之前的修士洞府。不过除了几样上古服饰和画本故事外，古墓主人的修为无法辨别，只发现了古墓主人的名字。周老六曾说仙眼或许能够穿越时空，难道这些东西是我留下的，还是有其他的穿越者存在呢？难道丝袜这种上古服饰的诱惑力有如此之大，连炉鼎仙体都难以抗拒？看来之后要多买几双给孩他娘了。那请问墓主人可是姓楚？作为一个穿越者，楚河清楚的知道丝袜这等逆天神器出现在九州必有蹊跷，所以那墓主人可是姓楚？不是。难道我还留下过其他假姓？姓叶，这个姓听起来就猛，未来必是一方强者。也不是。林或者萧？更加不是。这4大名姓都没有，不合理啊！那宁、杨、李、赵、张、柳？难道现在的仙门天教都流行猜姓氏了吗？也对，天教嘛，都是有点不为人知的小癖好。不应该呀，百家姓都说了一大半了，一个都没有，总不会是姓周吧？但是如果未来的我都化名姓周了，那得性情大变到什么地步啊？这还敢认吗？胡言无奈的继续摇头，而楚河也无奈的捂起了眼。陈家的陈，这是楚河绝不愿化用姓氏排行榜第1位，让自己顶用陈千帆的姓氏，那只有一种可能，未来的陈千帆死了，所以自己化姓为陈，以作纪念。一时间，楚河悲从心来。呜，老陈你死得好惨啊！这一会哭一会笑，别不是入魔了。楚小友还是别乱猜了，古墓的主人姓毛。猫名南北，古墓主人全名猫南北。这什么狗名字啊？兄弟的悲欢并不相同。此时还在等待继承仙人手段的陈千帆，正跟正明区的火锅唱着歌。没想到貔貅商会竟是陈家产业，陈兄你瞒的可是够深啊！主要是厉兄你也没问过啊。不过我冒昧问一句，为什么当年陈远前辈要用貔貅为名呢？貔貅者只吃不辣，这不是大大违背了貔貅商会的初衷吗？据说这是陈元老祖的爱好，他特别喜欢起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或是意义相反，或是为捉弄他人。而且不光是陈远先祖，陈家人起名都没啥天赋。我就不说了，就说我爷爷那一代，我五爷爷修行五行术法，金丹后就改名陈五行，三爷爷专精震道，改名陈三才，这些都还正常。关键是我亲爷爷年轻时修行一门名为八臂天王的功法，所以取名陈八臂。所以他历经多年，终于把八臂天王推演至只有双臂，威能暴增。但是他的名字嘛，你们自己意会吧。后来老头子迷上了去合欢宗，我爹这辈的名字就奇怪了起来，皆要以花为名。可是牡丹、杜鹃之类的。不，就是字面上的花。我爹原名陈花花。原来是陈花花之子，失敬了陈兄。不过还好家里开明，能允许自己改名字。但是我爹这名字改的也有问题。就我娘你们知道吧，上代广寒圣女，这每代的广寒圣女不是在九州都有个俗称叫月仙子吗？然后我爹见到我娘当场就迷住了，立马改名陈映月，开始追我娘。鬼，相差3000多岁，也真敢下手啊！令堂这么年轻吗？年轻什么？我娘比我爹大3000多岁。遗传，这绝对是遗传，难怪陈师兄也有3000岁的未婚妻。我厉家比不过陈家，难道就差在这里吗？
官孙，三哥回来了，快过去吧。那还等什么？快走吧，五爷爷。陈家祖祠书靠陈远先君之位，这块灵位不过8个字，但就是这位不被家族看重、孤寡一生的陈远先祖，带领先秦之前的一个不入流小家族，成为了如今九州唯一的仙家。陈远先祖在上，陈家后辈智灵根陈千帆拜见陈远先祖。别跪，毕竟自己跪自己折寿。先祖显灵了，连跪拜之礼都给我免了，难道这就是先祖对我的看重吗？说不定先祖就留下了无上宝库，里面有他一身通天彻地的修为和无数至宝，只等一个同是智灵根的后辈来继承。等我继承后拳打老爹，脚踏楚河，花式九州也不过弹指的功夫。我是陈远，也是陈千帆；你是陈千帆，也是陈远。以我对自己的了解，无论转世轮回多少次，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所以你想要宝物，没有；想要修为境界，也没有。但是我给你留下了一个重大的任务，打败向你提起猫南北这个名字的人。如果你做不到，就早点自杀吧，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世战胜他。你是陈远先祖吗？连我想什么都知道。不对，难道我不在陈家？陈千帆思绪千万，回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庆云峰的5大仙门之争。没想到我和老楚做了那么多猜想，却还是低估了换我前辈的手段啊！不过没事，幻境现在已被我识破了，接下来我必能拔下头筹，夺得青云首席之位，然后狠狠地在老楚面前炫耀。如果你觉得这是幻境，我有一手万毒噬心，能让你品尝到10000种不同的痛苦，最能甄别幻境了。天无二日，我的心中只有先祖一个太阳。先祖您接着说。这是陈家传世的仙人手段千克通神，我先传给你。这就完了？怎么一点都不痛啊？这和老爹说的一点都不一样啊！之后才是你受苦的时候，有什么想问的现在就问吧。所以先祖你真的死了？我的确死了，死得还挺早的，那时候先秦还没建立呢。当时有大敌来犯，我这暴脾气上来就和他爆了，所以尸身全无，神魂转世，世间再无陈远。脾气这点倒是跟我挺像的。那您老说的我是你，你是我是？世人皆以为我给陈家只留下了乾克通神这一种手段，其实我还留下了轮回转生之法。确定是轮回转生，不是夺舍重生？你以为我是谁？我可是陈远仙君，九州有史以来第2强的智灵根修士。我要夺舍，你还用这般废话？我还是九州有史以来第3强智灵根修士呢，现在不也被吓得两股颤颤？而且不怕告诉你，先秦始皇知道吧？我兄弟也还没死呢。9大仙门10万年前的那批仙人掌门知道吧？我小弟也还没死呢。龙凤麒麟3族10万年前的先祖知道吧？我坐骑也还是没死呢。所以我要夺舍你，随便叫个人护法不就行了？还用得着骗你吗？这一次，陈千帆有些不屑，他的聪明智灵根发挥了作用，开始了推算。假设我真是陈远转世，而陈远又刚刚说过，有些东西是无论轮回多少次也不会变的。那如果有一天我私下和后人吹嘘，会如何形容现在周围的人呢？楚河，我一子也。作为一个复旦代和先祖转世的现世身，陈千帆清楚地知道，先秦初期的那批大能地位平等，并无尊卑，所以这老家伙不会想骗我吧？这老家伙不会想骗我吧？之前说你是我是你，不过是死人的戏谈罢了。我的轮回转生之法乃无上仙法，以后你就明白了。但是你要记住，和猫南北有关之人是你我大敌，你一定要抓住机会，在其弱小时狠狠地羞辱他，否则我泉下亡魂难安，必日夜托梦于你。但是您亡魂不是转世成我了吗？不愧是我的转世，时隔10万年的智灵根，已不下同境界的自己了。那就是我神念难安，必拖你下水，早早转世轮回。这位猫南北有关之人有那么可恶吗？你算问到关键了，此人简直是禽兽中的禽兽，畜生里的畜生。你能出的每一个风头都被他抢了，你遇见的每一个女修都看上了他，偏偏你还一直打不过他，只能任由他骑在头上作威作福，实乃一生之敌，唯有诛之而后快。陈远神念越说越是激动，双眼开始泛红，而陈千帆却并未注意到这一祖传变化，反而不知为何感同身受，同样咬牙切齿。果然可恶，我势必帮先祖教育此子。他什么境界？不知道。那是否要杀了他？你杀不死。姓名不知，境界不知，还笃定我杀不死对方？怎么感觉这位陈远先祖不太聪明的样子？真是智灵根修士吗？老祖放心，找到此人后，我就请五爷爷出手，必能拿下此寮。如果不行，那就只能等我强大了再亲自去了。
我可以让老楚去啊！以他的金石明日之剑，请来几百道不知什么级别的剑痕，不是轻轻又松松，而且老楚事后还要被天罚。这样我既完成了先祖嘱托，又教训了老楚，双赢嘛！好好好，能想出如此一石二鸟之计，这才是我志灵根风采，陈家傲气。我的2大底牌已经交于你，但此事有违天意，且不可随意透露。还有转世之事也无需多想。你就是你，你必会看到我看不见的风景。10万年间的无数次传承仙人手段，这道神念终究是到达了浩劫的边缘。陈家先祖陈远仙居起于微末，历经大征之势，留下了九州唯一仙家存世。陈千帆是他，也不是他。卧槽，灵位怎么碎了？以前历代都只是参悟那个光团，但是先祖直接给我按脑子里去了。该以后不会没人能学习仙人手段了吧？完了完了，轮回转生之法我一点都没懂啊！怎么办？怎么办？老楚呢？老楚呢？老楚救一下啊！无奈，陈千帆只得开始了此生最重要的思考：该如何避免眼下这轮回转生的无上机缘。同一时间，天机阁顶层，这些故事可追溯的时间，拜托胡阁主查一下，最好能查到作者，费用在我代言费那里扣除就行。让法宝飞，大爱仙尊传，他让我修仙的，从前有做什么来着？这是什么画本故事？感觉很有趣啊！这就是这位天骄的小癖好吗？放心吧，几日功夫一定送到陈家。那就麻烦胡阁主了。还有就是那座古墓主人的名字，能否拜托胡阁主替我保密呢？还请胡阁主开个价。楚小友与我阁的情谊就是最好的回报了。天机阁这里知情之人我都会叮嘱，绝无泄露的可能。那个发现丝袜的宗门，他们签订过保密契约，不得透露此事。如有违反，我天机阁必以先秦律法维护楚小友的利益。还以为要说什么收买威胁的话呢，没想到居然是拿起先秦律法做武器。先秦刑部普法做的确实有点太好了。说罢，楚河起身，但目光却在胡言身后的水墨画上停留了许久。晚辈就先告辞了。圣子，你终于出来了，这个你签一下吧。剑宗与陈家弟子切磋交流会晤书，这是又要训练弟子了吗？不过怎么时间人数都没有，还有境界也没说。圣子，你也知道我不善文书，能写这样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对了，这是圣子你的东西，那老夫就先去通知剑宗的人了。陈家家主小院，楚河拿起那枚承载着赤尊魂魄的戒指，神色复杂。是前辈，你在先秦之前应该见过我吧？你怎么不讲道理？我还没质问你，背着我问了什么，你先反问我了。按照一般套路是这样的，但是我什么时候按照套路走过呢？所以是与不是呢？画本故事里明明所有线索都告诉主角他是大能转世，或者表面简单的未婚妻，其实出身极其不凡，但是人家就一直装糊涂，哪有一上来就掀桌子的呀？哼！当然，赤前辈如果不想说，我也不会逼赤前辈。那就不说了啊！台阶下的真是快呀，跟周老六一样，果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与姓周的到底对我有什么企图？我也可以暂时不追究。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上次我说我吸收天罚之力后，就会时不时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画面。饕餮石通天的死状已经应验是我未来所见，但是其中有一次我看见一青年手持长剑，当空对我斩下。对了，那青年生的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威武尊贵，气吞山河，一看就是未来主宰九州的九五之尊。哦，所以呢？所以我一直日思夜想，想再见到那道伟岸的身影。或许是我的诚心感天动地，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不能吧？我在你身边这么久，你除了反向拷打域外天魔，如何坐实陈千帆谋反，还有扶持阳春雪上位，把周焕清扫地出门外，我怎么不记得你有过这么强烈的情绪波动？偏题了哈，用赤前辈您能听懂的话说一下，就是天机阁有张古画放在胡阁主的房间里。天机阁8万年前我倒是去过那里，记忆没差的话，天机阁的确有张古画，被视为镇派之宝。那幅画的名字好像叫先秦始皇坐像，你是说那个要砍你的人是？天机阁那副镇派之宝与我梦中所见的提剑青年不能说长得毫不相干，只能说是一模一样。完了完了，人在九州还未元婴，但是好像已经得罪了九州头号大佬老陈呐，老陈呐，老陈救一下呀！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作为一个3好青年，楚河人在九州还未元婴，就发现自己得罪了九州的头号大能，所以要我帮你联系一下始皇前辈吗？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那就摊牌吧。之后是流浪九州计划，还是准备2次穿越都好商量。未曾想你这么快就知道了。陛下，
无需叫朕陛下，朕还是喜欢你过去的叫法，叫朕小莹就好。晚辈不敢。不敢，这世间还有你不敢之事。眼下不过一时权宜，等你回到10万年前，又有何事不敢？我应该没有那么胆大包天吧？知道朕为何一生不喜画像吗？因为10万年前有一个画技丑陋之人，异常喜欢给朕画像，还说什么未来价值不知多少灵石。感觉我的九州修仙生涯可以准备重开了呀，就是不知道九州到底有没有轮回转世之法，让我能在地府苟个几10万年再投胎，那样的话应该能熬死先秦吧。表面上口称忠诚，私下里已经开始期盼先秦灭亡。楚河不臣之心已非一日，而对面的先秦始皇似乎也是知道这老六在想些什么。你可是想知道10万年前发生过什么？你不用问了，九州之内的人哪怕知道也不可能告诉你。一旁的赤尊点头如捣蒜，在不动用手段的情况下让他欺骗楚河，属实是有点为难这个单纯的他。是陛下下了令吗？感觉这位始皇陛下好像不是一般的恨自己啊。不是因为天机不可泄露，凡九州之内的生灵接受天道监察，你的是谁说谁死。这是什么天道文字狱啊？那晚辈自己呢？你无事，还有知道这事的人也无事，但是不知情者知道后必受天罚。你也不用费心寻找，知道你存在的人不多，此事关乎渡劫一境的奥秘。闻言，楚河皱眉思索，似乎从先秦始皇的话语中觉察到了什么。那我岂不是可以靠着这个秘密去引动天罚？虽然不知威力如何，但是未尝不是一种对敌手段。虚假的嘴遁，残血后叫着什么爱与和平、友情与羁绊，对面就站立大减，放弃抵抗。真正的嘴遁，我楚河去过10万年前，轰隆一声暴雷，对方知晓九州之力，死于天罚之下。不过朕等不在九州之人，倒是能不受天道监察。想知道10万年前你做过什么呢？谢陛下。朕不说，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过去不是很喜欢当那个什么什么，叫什么来着？谜语人啊，对，楚河，你与我广寒仙宫。你这不孝孽障，当年竟敢蒙骗老夫魏云涛！楚河，你答应本座继承剑宗宗主之位，为何食言？斩天道友，让我来。楚河，陈远那畜生的转世找到了吗？你们两个好生休息吧，等朕回到九州，我们的账该算一算。这到底是得罪了多少个呀？我给你算一下，青年时的先秦始皇，第2代青云掌门魏云涛，斩天拔剑术的创始人斩天道人，还有打断先秦始皇的那个女生，好像是广寒仙宫的人。这应该还没完，只是始皇主动挂断了传音。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走一步看一步吧。不过先秦始皇所说的我们两个是什么意思？还有那位打断斩天道人的前辈口中陈远转世又是什么意思？心有灵犀一点通，陈家族祠内曾试图挖穿祖祠，打个地洞逃出陈家的陈千帆，正在无所事事的偷吃贡贡。先祖留下的什么烂摊子啊，害得我现在火大尿黄的。听说天机阁那老货还兼职着姻缘生意，楚河这孽障虽然呆头呆脑、蠢笨不堪，如同路边鼻涕虫一般，但是天机阁为了零食，肯定会昧着良心介绍不少肤白貌美、天资聪慧的京城小姐。这龟孙现在指不定在外面怎么享福啊！怎么我现在就背上了毁坏先祖灵位、弄丢先人传承的罪名？出去后就得无缝切换到真陶家模式，而楚河这家伙就没什么修为高深，辈分奇大的仇人排着队准备修理他呢，真是可恶啊！仙人佛顶活法是什么？作为一个穿越者，面对开局中道崩殂这种无上机缘，楚河正在静静考虑着重开事宜，所以系统，快出来！好吧，不过刚才那些前辈提起的陈远转世，或许就是我的破局之法。得先找到他，然后结为盟友，看看能不能对抗那群不在九州的大能前辈。如果对抗不了，还能关键时刻出卖陈远转世，看看我能否落个死缓。我可真是个平平无奇的小天才啊！当然还有老陈，这种扬名立万的好事，怎么能抛下自家兄弟呢？毕竟我当初可是许诺过，有我一口龙肝凤髓，就有老陈一口大肠刺身的呀。小楚啊，你快跟我走一趟。说得回来，楚河就被陈花海强硬的拉着登上了非洲。陈叔叔，发生什么事了？剑宗打过来了，还是我英明神武、光辉伟岸的始皇陛下回归了？是千帆进了祖祠，按理说他现在应该已经继承了仙人手段出来，可是这臭小子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更令人担忧的是，祖祠内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偷吃贡品，而那些老一辈既不敢进去查看，也不敢用神识探查，因此他们让我来找你帮忙。
哦，祖祠有动静，还有人偷吃贡品。结合之前听见的陈远转世，难道是那位陈家先祖诈尸了？我的背锅盟友找到了。陈家祖祠随着楚河两人到来，一群陈家大门纷纷围拢了上来。简直是胡闹！千帆这小子总没个安分，这样也想继承陈家家主之位。天祖爷爷，千帆他只是……虽然老夫觉得家主之位要选仁孝慈爱、谦卑有礼的后辈，而且考虑到家主有传承之责，身怀双修生育先提者最佳。但是今天我们先不谈家主人选，我们说说这事。明老海今天先不谈呢，就快把楚河小子的名字挂口上了。家主，你看这件事咱们怎么办？楚河接任陈家代理家主仅一日，就开始决断如此重要的核心事务，果然是看今日知九州，终究是楚家知天下。特喵的，感觉陈家好像不是让我来决断的，是怕出了什么问题拉我来背锅的呀。无事，有什么老夫和你一起担待。果然是老奸巨猾，你一把老捕头了，辈分还是在场最高的，到头来还不是我自己背锅。真背锅了要赔零食赔宝物还好说，就怕你陈家要我赔人，我这小身子骨可不经造啊。诸位前辈，咱们还是再看看，再看看。一阵规律的敲击声自门口传出。是的，这间房子并不隔音，而陈花海看到楚河这副衰样，也猜到了这敲击声是陈千帆在传信。可惜这是套新密码，他也听不懂。老楚，陈远先祖的灵位碎了，而且他还把陈家仙人手段安我身子里了，你得想个办法救救兄弟啊！灵位都给弄碎了，我去哪里给你想办法呀？楚河思索片刻，向陈花海要来一件东西。办法我是想不到了，但是参考一下加法，确定之后会青一块、紫一块，还是东一块、西一块，这也算是我最后为兄弟尽的一点心意了。以安全，到底还是老楚靠得住啊！你别骗我，骗你作甚？青云的人也来交涉了，你放心吧。关键时刻还是自家师门靠得住。老楚一定是联系了我4位师傅，还有杨师姐。虽然我被教训的时候居多，不过我就知道杨师姐是刀子嘴豆腐心，岂会坐视我被那邪恶的陈家千刀万剐？陈千帆当场就如同脱缰的野狗冲了过去，咻的一声响，稳稳地落在楚河身前。此刻陈千帆热泪盈眶，想给自家兄弟一个拥抱。老楚，有你真好。楚河浅笑的无奈摇头，说不出的宠溺。只看楚河一个闪身，陈千帆投入了陈家大能们的怀抱。救命啊！无孝子孙陈千帆毁坏先祖灵位，你可知罪？先服我定，脱发者。作为一个穿越者，楚老六不仅将自己立于道德高地，还反手出卖了自己掏心又掏肺的好兄弟，所以诸位叔父，各位爷爷，是楚某治家不严，排除了陈千帆这等不孝之人。楚某自请辞去代理家主之位。老楚，你个狗日的骗我！我还没辞上呢，你就敢辱骂当代家主，反了你了！大家伙给我动手！面对害自己输光老婆婆，接着输掉5大仙门之争，最后还被抓回陈家吃斋念佛的罪魁祸首，陈花还已经忍无可忍，提起鞭子就和陈千帆痛陈厉害。小孩到我了。Ready go！ 现在2点了。本来陈千帆这不算什么大事，因为继承过仙人手段的大能们都知道，这或许是同为志灵根修士陈远先祖的意思。但是陈三才的行为给了大家启发，陈家就这么多人，和陈千帆这一系血脉，没点恩怨的在陈家不能说很少，只能说没有。从原本的看客叔父们顿时摩拳擦掌，纷纷开始排队。陈家足迹，今日严惩毁坏先祖灵位的不孝子孙陈千帆。陈叔，这不是家主干的活吗？你不是在录像吗？陈叔给你代笔一下。陈叔说的代理，那你继续。陈师弟，红乐呀！楚兄见笑了，我先上去插个队。前辈们，虽是小惩大戒，但不能让九州人觉得我陈家不孝，所以痛而不伤，但要很痛的这个界限，我看就很好。一边落下，陈千帆嗷嗷叫唤，但是这鞭子上沾了药汁，痛进来时凶猛，去的却快，不会给他留下什么心理阴影。而陈千帆发现大家好像没觉察到，按照这个频率，什么药汁都止不住他的心理阴影。其实我13个字，顿时天色暗，风起微雨。陈凤姐反应最快，只看3万多岁的老太爷腾空而起，一巴掌投在陈千帆后脑。大正，你来真的啊！这掌猛击不伤啊，尽显大能本色。这是天罚，无论你想说什么，别说。说话就天罚，又是一个天道文字狱。老陈啊，兄弟在外面和那么多合体渡劫大能激烈争论，费尽千辛万苦替你争取来的鞭刑，你却有事瞒着兄弟，这不厚道啊！
昨日之仇，如芒在背。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楚河、陈耀、六叔、三爷爷，你们留给我的耻辱，总有一天我会复仇的。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我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我要这众生。瞎叫活什么呢？还不快点干活！再不快点给先祖的牌位弄出来，小心又给你掉树上。还是小楚的办法好啊，家里也是好久没那么热闹了，而且大致痛而不伤，今天才又能无缝投入了砍树大业中。当然，伤是不伤的，痛也是真痛。具体有多痛，陈千帆昨天挨打完了，忽然发现自己学会了一门新神通——万毒噬心。而此刻，家主会客厅里，楚河把3位天将聚在一起，正在传授信仰之力的用法。听今剑耳术，圣子在昨夜挥出了剑宗对陈家的第一剑，算是为之后2派弟子交流开了个好头。圣子果然是心向剑宗，眼下不过一时隐忍，我什么都没猜错啊。伟大的楚河啊，请赐予我无上的力量吧！随即，3人只感觉一股力量自虚无中进入自己体内，然后气息同时高飞，以金丹出气一路爆炸，金丹中期，金丹中期。居然跨越了2个小境界，虽然这只是战力爆发之法，不能长久，但是威力也远胜一般法门了。不等厉流火询问，他惊讶地发现身边2人气势还在攀升。陈兄，你对楚师兄如此崇敬吗？说好大家一起躺平，跟在青云双臂后面看他们嘎嘎乱杀的，怎么你突然努力起来了呢？赢前辈，下面要请你出手了。我才回这摩斯吊人多久啊？楚河周围就发生了这么多事，还好楚河心好，干什么都弄个刘影珠，否则错过这么多好戏，不得回死啊！好看爱看，下次再多搞点事，我看好你。赢西兰随手拿出一枚漆黑浑圆的弹丸，内里黑雾翻涌，这是楚河今早专门请赢西兰带来测试信仰之力，对付域外天魔的效用。信仰之力对抗域外天魔的办法很简单，一个自信。域外天魔探查修士心欲，摇动修士造心，诱惑修士沉沦，而信仰之力也是以相同办法对抗域外天魔。一句话，修士与域外天魔非善恶之争，而生存之本。所以我与天魔终有一战，到时候你们信谁能赢？3人思索起来，楚河的意思很明白，例如最简单的变强，是投靠域外天魔变强的快，还是跟随楚河变强的快？家无二主，我的心中只有楚师兄一个家主，请下令吧，师兄。作为一个穿越者，楚河一介白身，不仅当上了9州第1的仙家家主，还收了3个背景雄厚、天资聪颖的小弟。所以，好兄弟，不枉我对你这一番栽培。楚师兄，我要一辈子追随你啊！什么东西？只见一颗弹丸以迅雷不及掩隙之势直扑陈耀，陈耀的双眼瞬间化作一片黑暗，属于他的魔考开始了。陈家弟子，嘿嘿嘿，都是陈家人，同一个爷爷生的。你爹争不过陈映月，你争不过陈千帆，你悍吗？无恨，家父对当年大伯接任家主心服口服。至于千帆堂兄，楚师兄帮我赢过堂兄1次，虽然我现在还很弱小，但是只要跟随楚师兄，我相信我还会赢第2次。那你就不想赢过楚河吗？你可真幽默。我陈旺木灵根丹修，擅长木道术法与丹毒，而楚师兄身怀3大仙姿，出道以来更是未尝一败。所以你认为我该用何种丹毒去挑战这位战无不胜的楚师兄呢？难道你就一点不嫉妒吗？起初听说时确实有些嫉妒，但是跟随楚师兄这一路已经看开了。3大仙姿不过是天意对楚师兄的褒奖，我相信即使没有仙姿在身，凭借楚师兄的实力，同样能够问鼎9州。这是哪里来的舔狗啊？这么熟练，那宝物呢？你没有什么想要的宝物吗？楚师兄说过，等他接任家主之位，只要我想之物，他就替我取来。此时小院内，赢西兰掌中铜镜，播放着陈耀的内心世界。天地良心啊，这话我绝对没说过。这陈耀怎么开始自己给自己画饼了？我记得他不是你们青云弟子吧？怎么一口一个跟随楚师兄的？哥们，不过这信仰之力对陈耀的效果是有些太好了。不等赢西兰回话，楚河单手结印，电雷电缓缓将弹丸给拉了出来。毕竟陈耀当着先秦公主的面说问鼎9州这种话，属实是有点把楚河架在火上烤了。随后金剑儿、厉流火2人分别又开口魔考。厉师弟怎么唉声叹气的？有什么事跟陈师兄说啊？陈师兄，我想知道怎么才能更加尊敬楚师兄。这9州还有人会说人话吗？都是一群贩夫走卒、当奴才的命。这里可是陈家家主小院，闲杂人等禁止进入。这位樵夫大哥，你走错了吧？听见楚河的调侃，陈千帆气不打一处来，直接把斧子丢了。楚河灵巧闪过，或是领取仙门残障补贴的大
你昨天是想说什么呀？关你屁事！你能帮我扛天罚呀？天罚哥们扛不了，但是我们可以用仙眼甲种用法试试。就算我是尘缘转世，这是违反天意，会引来天罚，但是天罚总要讲道理啊，文字狱也得提笔落字啊。那你就试试吧。甲种御眼，乙种御之，丙种御技，这是楚河总结后的仙眼3种未来用法。随即两人立刻勾肩搭背向院外走去。仙眼发动，楚河看见了陈千帆，不错，不怕厉害。我就是陈远先祖的转世，厉害吧？当年陈远先祖和敌人爆了，留下2个仙人手段都传给了我，猛吧？而且先祖与始皇陛下亲如兄弟，还有一批10万年前的仙门掌门也个个都是仙人。等将来始皇陛下回归九州时，你跟着兄弟，有兄弟一口龙肝凤髓，就有你一口大肠刺身，感动不感动？不过陈远先祖还留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寻找与猫南北有关的人。老楚，你听过这个名字没？被仙人前辈誉为畜生的陈远转世找到了，而且战无不胜的始皇陛下口中的你们2个好像也有头绪。不过老陈说要对付和猫南北有关之人，难道这位陈远也是我10万年前的仇人之一吗？怎么样？还等神武不凡的始皇陛下回归九州给你吃龙肝凤髓，到时候有我们俩好果子吃了。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到啊！废物一个！那你等等，我们再试一次。仙眼再次发动，这次楚河抢在陈千帆之前开口：“我会在未来穿越到10万年前。”顷刻间白茫茫一片，过于强大的力量干预下，仙眼失脑。看来楚河的命也的确会引来天道文字狱。喂，把代理家主令拿出来吧，我让六叔去帮我调点东西。什么东西？就是有个叫猫南北的存在，是我大敌，我让六叔去查查。老楚，你听过这个名字吗？完全没听过，这人做过什么吗？不知道啊，反正以后你听见和这个名字有关的人，就叫我们一起削他。没问题啊，比我兄弟这算什么的？仙医怒马少年郎，谁人不是卢鼎？就在刚刚，楚河以仙眼探查陈千帆，不仅知道了陈远的转世身，还觉察到了自己猫南北的身份。结合在天机阁看到的那些古墓里的话本故事和始皇老人家的证诉，基本排除了其他穿越者的可能。还有猫南北这破名字，猫对狗，南北对东西，难道是老陈这狗东西给我弄的墓？那就快把家主令给我吧。这是我去帮你办呗。你昨天风头出的太大了，到时候陈家那些叔叔爷爷知道，怕是会起疑心啊。这倒是，那就你去办吧。老楚，好兄弟。咱们兄弟不用说这些，都在心里。像楚师兄与陈师兄这样的好兄弟，怕是不会再有了。陈千帆走后，陈家小院内一场拷问正在有序的展开。所以始皇陛下说我能不受天道文字狱，并非因为我是炉鼎仙体，否则的话，卿怎么会放心让你以金丹修为御界未来呢？所以你承认周焕清和你是一伙的了？糟糕，又说错话了。楚河冷笑一声，激发储物界中周焕清留下的剑痕。说来惭愧，楚河如今是各大仙道势力的座上宾，但是他唯独没有联系周焕清的玉符。别问就是传音玉符要钱买。青云气风不练这玩意没得偷。此时古神教旧址中，赤尊身躯正在急速跑动。亲，不好了，小楚知道了。知道了。很快，周焕清听赤尊说完才放下心来。没事，就这点消息不算什么。我有3道锦囊妙计，你学会后必能随意拿捏，这不像逆徒。管用吗？你上次说让我找点人把古神教装的神秘些，就被小楚看穿了。包管用的。到底是炉鼎仙体呢？死后尸身如常，嫩的还能掐出水来。一道剑痕划破空间，落在周焕清面前。这是他留在楚河储物界内的一道剑痕。周焕清思索片刻后，脱下一只绣花鞋，塞进一张纸条后放在剑痕，随即剑痕在的东西消失不见。让我看看怎么样了。有9成9了，养好这双仙眼才是我们现在的头等大事。楚河那家伙，当他不存在就好。说完，周焕清掏出一大把储物戒塞给赤尊，整个人消失在古神教旧址中。先用着，一只破鞋能干什么用？是前辈，是不是你向周老六报信了？阿巴，是前辈，我只是想知道过去发生过什么，用不着如此吧。哼，这些事你还是问始皇前辈的好，要不我帮你问一问始皇前辈什么时候回到九州。他老人家日理万机的，没必要打扰了吧。其实我只是担忧罢了，担心我这么一无所知的回到过去，很多能做的事也做不了，很多能救的人救不下来。就如赤前辈，你待我如师徒，如果我能回到过去，一定抓住害你的凶手，不让你落入如今的结局。眼看楚河打起了感情牌，装傻充狠2计不成，赤尊只能拿出了第3道锦囊妙计。滴，最强炉鼎系统已激活，待宿主炉鼎仙体小成后再通知本系统。我就知道九州风气早晚败坏在这老六手中。
5日后，京城非洲停泊处，靠着本片国顺利破单的李李，望着阔别数年的京城，也是心中欣喜。虽然在青云已经坐稳了第4把交椅，但是人总是要进步的啊！回了京城，同辈人中还不任由我重拳出击。不等李李高兴，就遥看远处一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向这里驶来。左侧陈家大能，余下修士个个身穿紫袍，好似威风；右侧黑甲禁军，横刀立马，一片肃杀之气轰入。陈家出动，大能开路，还有这黑甲卫士能以龙旗出行，必是先秦皇室后裔啊！就是不知是哪一位出行，而且怎么和陈家的队伍一起了呢？楚河，我要给你生猴子。楚河，我要你给我生猴子。伴随着阵阵山火海啸，禁军所保护的大人物骑了一头纯白神驹露出真容。离奇的是，少年身上的衣服不断变换，时而是陈家紫袍，时而是剑宗圣服饰，时而又变为青白相间的青云道袍。那真是好一个鲜衣怒马少年郎，谁人不识卢鼎王？李师弟，你怎么在这？鲜衣怒马少年郎，谁人不识卢鼎？时间回到2个时辰前，楚河安逸地躺在靠椅上，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坦。朱魔前辈和杨前辈马上到京城了，你去接吗？去肯定是要去的，只是我现在身份敏感，7尺前辈又在跟积雷山的前辈切磋，估计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你放心，来了京城，岂会要你遮遮掩掩的？我父皇在九州说话还是有点影响力的。能够得到当代秦皇的庇护，楚河还是比较开心的。就在这时，7尺道人也带着金剑儿急匆匆地赶了回来。圣子，我们剑宗弟子们马上到京城，圣子速速更衣，随老夫去接人。感觉最近这位老前辈好像越来越不避着人了，这圣子怎么越叫越顺口了呢？7尺前辈，我要去接我家师姐。没事，他们差不多同时抵达京城，还有青云3长老和你师妹，刚好一起去接了就行。家主仪仗已经准备好了，三叔主动说陪你去。主要是一会儿见了杨师姐，我还能解释得清吗？要不我还是先把自家的道袍给穿上，这总不能让我换了吧？一会你身份暴露，可能会有点吵闹，但是放心，没人敢犯皇室之威的。放心吧，有我陈家子弟和先秦卫队护航，没哪个不长眼的敢冲撞。很快，一行人顺利进入京城，一入城，这架势就引来无数京城人瞩目。这不是小兄弟，你知道这位公子是谁？那是当然，我天机阁爱包有料的。天机阁开山祖师爷有云，天机不可泄露，除非灵石足肉。很快，炉鼎仙体双修至尊、绝代猛男、九州第一硬汉、高龄孕妇制造者等声音传遍各处。对此，楚河无言以对。耀兄，那是貔貅商会的人吧？不过楚师兄现在是代理家主，论身份是貔貅商会老大的老大，没想到他们连这钱都敢赚。来一来看一看啊，这就是炉鼎仙体呼出的灵气啊！闻一闻，延年益寿，活血强身，简直是夫妻房中必不可少的灵丹妙药。这就是炉鼎仙体看过的字画啊！瞧一瞧铁树开花，看一看软件印花。这位道兄，我与妻子求子多年不得，这么奇妙的东西，不知哪老能买呢？道友问得好，这幅炉鼎仙体看过的字画，还有这瓶炉鼎仙体同出一成的灵气，都是无上求子之宝啊！宝物不多，欲购从速。这也太无耻了吧！在我跟前演双簧就算了，还不给我这个顶头上司分成，这简直是倒反天罡。你放心，商会对底层修士卖出的东西都是物美价廉、保质保量的。这种东西主要卖给那些人傻钱多的大势力，属于奢侈宝物，不坑普通修士。7尺前辈怎么不见了？这些灵气我剑宗全包了。这确实是没坑普通修士啊！始皇陛下，这盛世如你所愿，九州风气如此，早晚把正直如此的我也带歪了呀！与此同时，一艘来往京城的商会飞舟上，牛鱼踮起脚尖，红扑扑的小脸上满是兴奋。瞧你这样子，非要来参加貔貅品丹会，一路上都没个安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有什么别的目的呢。我要去守护师兄的缘。哼，我就是没来过貔貅品丹会吗？小一辈就好个热闹，张道友这就不懂了吧？楚小友倒是好福气，也不知道这位楚小友最近又在骗哪家傻孩子玩呢？骗到换刀的好苗子，等我忙完了，倒是可以见一面。换我真君刚准备开口，就以极快的速度向京城冲去。突破积雷山，迎回圣子；突破积雷山，迎回圣子；突破积雷山，迎回圣子。是楚河等仙界，是楚河等仙界。在天机阁的给力宣传下，一行人亲眼看见求爱方式有伤风化的女修被刑部抓走，也目睹了护心毛比陈千帆头发还多的壮汉对着楚河媚眼如丝，好像没让楚河把早饭呕出来。圣子这是紧张了，不过也是马上就要见到咱剑宗自家人了，有些紧张也是人之常情。
天气冷，加件衣服吧。这不合适吧，7尺前辈。有什么不合适的？如此正好。自是不合适。楚河是我陈家代理家主，当然该穿陈家袍服。陈三才，你是不是又想讨打了？怕你不成，有种的回击雷山再较量较量。好，那就回击雷山较量，到时候你可别跑，上次就属你丫跑得最快。我要是跑了，我跟陈二必信。真是魔种呢，不就是早年输了家主之位吗？这九州著名反敌长子人设还这么坚挺呢。很快，一场没有硝烟的争斗有了结果。陈三才储物界里陈家紫袍用完了。小子，你还有的学呢。天祖爷爷，陈三才心中感动，迅速查看起那枚储物戒。放眼望去，无穷无尽的陈家紫色外袍、华服、内衬、鞋帽看不见头，而且都是按照楚河的尺码定制。到底是天祖爷爷有远见啊！陈三才心中升起敬畏之情，继续投入到了战斗之中。而作为战场中心的楚河对此无能为力。九州一向强者为尊，弱者连自己的衣服都无法自己决定。两位前辈，起码把晚辈的青云道袍露一下吧。晚辈怎么说也是来接杨师姐的。好，不是不可以。陈三才的瞬间改口，是想起了京城有禁止斗法、禁止飞行等等约束，但是有一个群体是不受此约束的，那就是当代仙门掌门。区陈三才竟敢阻拦剑宗、迎魁宗主与副宗主，这陈家当真是狼子野心，个个该杀。就这样，楚河身上3件道袍来回切换，整个如同更衣傀儡。我就是这么来的。我只是问你，为何会在京城？有必要跟我说这么多吗？真是晦气啊！青云双派都来京城了。你小子是青云的弟子，那你在青云和我家家主关系如何？家里说我小的时候见过陈家主，但是我那时候太小。什么陈家主？我说的是楚河。楚师兄。楚师兄现在是我陈家代理家主，而且我相信代理2字早晚也会拿下来的。老夫问你话呢。楚师兄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对我恩同再造。我对楚师兄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有如轻舟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到底是礼部尚书家的孩子，吹捧之语张口就来，建议先请言查礼部堂官。好，有赏。陈三才随手赏了一株百年灵草，其实大人不甘示弱，丢出一把人鹰戟的飞剑。那你和陈千帆关系如何？这次李李有些为难了，他发现这是一个有奖问答环节，答得好就有赏赐，答得不好那可就难说了。陈师兄在京城时就常常戏耍我，青云授徒大典时还想骗我吃老虎屎，幸亏我机敏，发现了他的诡计。我与陈师兄早晚必有一战，我必要狠狠打他的龟脸，让他颜面扫地。说完，李李期待地看向陈三才。陈三才无语，他只是随口问问，又不是什么咒骂陈千帆的比试，怎么你骂得越狠，奖励越好吗？赏。我简直恨不得生啖其肉，亲其皮，饮其血，抽其筋。可以了。李师弟，只要你坚定地站在楚师兄身后，你就是我陈耀一父一母的亲兄弟。李李重重点头。陈对于这条致富之路完全没意识到陈家护卫弟子中一道目光正在阴狠地盯着他。很好，本来打算一会杨师姐来时跳出来举报老土背叛师门，不光和剑宗拉拉扯扯，还接任陈家代理家主之位，没想到还撞到了几个意外之喜。陈耀、李李，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了。我剑宗的弟子到了。不等众人反应，数道流光开，几十尊大能顷刻间将楚河团团围住。看着面前一个个须发皆白、气息内敛，完全看不出深浅的剑宗弟子们，楚河暗道要糟。他之前签下那张剑宗与陈家弟子切磋交流会武书时，就发现了不对，但是没想到剑宗玩得这么大。师尊、师伯、师叔、师公、师叔公，先派人护送圣子于山，其余人随我杀向陈家，和他们好好交流交流。用功这次真的是很好，不仅来了一群合体往上的老头，还有2万余年前的剑宗当代宗主残剑老祖。剑宗如今修为辈分最高者，剑宗如今唯一剑灵跟修士。先派人护送圣子回山，其余人随我杀向陈家。遵残剑师族法旨，剑宗弟子随我护送圣子回山。天子脚下，一场血淋淋的仙门之争即将拉开序幕。楚河根本来不及拿出青云给他防身的传送玉符，就被当场制止，随即就往剑宗非洲上走。就在这时，陈破杰破空而出，一挥手，楚河就落回了他身后。而残剑老祖抬头看向陈破杰，独眼之中露出忌惮。当今九州能与陈破杰较量的，不过2、3人罢了。破杰前辈，未曾想您老还在世呢。再活个3、5万年不成问题。老夫可是想活过昆仑南山仙翁前辈的。
破解前辈，10万年前剑宗斩天师祖留有遗训，剑灵根修士必入剑阁洗礼，残剑不敢违背师祖遗训，所以楚河我必须带走。一把断剑破空而出，忽入残剑老祖，独臂独眼，一把残剑。虽然无论修为还是辈分都比不过陈破阶，但他已是剑宗最大的依仗。残剑，1万年前你上击雷山寻老夫，输了之后回剑宗再不出事，怎么这一次你有信心打败老夫了？破阶前辈修为高深，晚辈赢是赢不了的，但是傻却有把握。随着两位老头气势不断攀升，一时间京城乌云密布，风雷大动。面对这老头中的老头对峙，远处非洲甲板上的2人表情各异。怎么好端端的青云二喜变成剑宗宗主与陈家家主之争了？杨道友，我记得楚河是青云弟子吧？随着杨春雪拿出仙门登记的名册，寻找楚河的名字，主要是刚才2位3万年前老前辈的表现，让他都罕见的出现了一些不自信。2位前辈，楚河生是青云人，死是青云魂。一声高昂的喊声坚定了杨春雪的信心。抬头看去，楚河身穿3大仙道势力道袍，面对2位九州绝大多数修士都不敢直视的大能前辈，不卑不亢，忠勇无双。2位前辈若要用强，就莫怪晚辈以死相争。所以2位前辈的厚爱，晚辈心领。但是晚辈的户籍一定要在青云，所以2位前辈觉得坚持这个想法如何？只要你能登上剑阁最高层，剑宗就同意你同时兼任青云弟子与剑宗宗主。这一点上，剑宗当年对你师尊也是如此，只可惜他未能做到。总之，此事关系着斩天师祖遗训，你想要什么，剑宗都可以谈。残剑老祖反应迅速，让本想开个玩笑缓解气氛的楚河顿时尬住了。老夫觉得这是还需上议，毕竟家主之位非同小可。小楚，你对青云有感情，这很好。不如这样，你脱离青云，加入陈家，然后陈家允许你在陈家之外娶一位青云女修做道侣，这样你还是半个青云人，如何？小楚脱离青云，加入陈家，再娶一个青云女修，然后生下一个和陈家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陈家家主之子。列祖怕不是脑子秀逗了吧？另一艘非洲甲板上，换我真君看着楚河的表现暗暗点头。张道友、楚小友面对这2尊前辈都毫不示弱，真是你们青云之福啊！换我道友，别看戏了，打宁师侄弄丢了，可没我们好果子吃。且不说回山七师妹和杨师侄不把我丢丹炉里炼了，就是眼下让小楚知道我们把他的宝贝师妹弄丢了，那当场就得把我们拿下。换我真君闻言，连忙点头施展神通神武。他就不明白，当着2位合体真君的面，怎么一转头宁柔宇就不见了呢？赤水下的黑手，难道是有渡劫大能出手了？2位前辈，楚师弟是我青云弟子，还请2位前辈不要为难他做他不愿意的事。杨掌门，此事是关斩天师祖的遗训，当年你的师公也是同意了周焕清入剑阁参悟的。残剑前辈，晚辈是青云首席弟子，并非青云掌门。残剑老祖不解地看向七尺道人，七尺道人连忙上前解释，由于他万年不曾出世，所知的都是后辈些许添油加醋的口述，例如青云仙门已经彻底被剑宗打垮收编，如今是剑宗剑灵根传到青州分堂，这也是残剑老祖出关早了，否则等七尺道人回去讲完故事，估计看见杨春雪的第一面就要叫副宗主了。所以青云事务他管，青云宝库他管，青云弟子他管，青云掌门主封还是他管，那他为什么不是掌门呢？楚河闻言，心中对这位剑宗老前辈生出了无限的亲近之情，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一大疑惑。要不我现在就投降剑宗与陈家，然后去积雷山点骑兵马，以雷霆之势把青云真君赶下掌门之位，扶持杨师姐上位。青云失去了一个楚河，却得到了万世之太平。我这才叫真正的人在剑宗，心在青云，这才是真正的去剑就宗啊！家师虽然举止颇有不拘，言谈无忌，但是家师是师公定下的青云掌门，请残剑前辈勿要辱及家师。眼看杨春雪俏脸浮现一抹寒意，楚河担心自家师姐的话会让残剑老祖不满，只得出来开口解围。残剑前辈，若见灵根入剑阁是斩天前辈一命，只要仙门允许，楚河愿意去。青云当真好福气，青云老鬼泉下有知，也足为平生了。罢了，先去那劳神子弟子交流会吧。弟子交流会？什么弟子交流会？七尺道人见状，拿出了那张盖有陈家家主印记的会晤书。楚河暗道要糟，如此关键时刻，陈千帆居然不在，自己都没法甩锅给他。小计儿，残剑，你剑宗后人哄骗我家小楚签下此书，想暗中攻入积雷山，就是为了挑拨小楚与我陈家的关系吧？我当时有想那么多吗？不是单纯报个仇，然后接回圣子继承宗主，横扫8大仙门这么简单吗？到底是瞒不过老前辈啊！我既不成，哪天命也。
我操！笑2下就完了，这可是私放剑宗大能入击雷山，意图进行卑鄙的以多打少啊！列祖对小楚是不是有些溺爱了？这就是炉鼎仙体之威吗？陈花海陷入了沉思之中，而此时换我真君所在的非洲一间客房内，我就是看那个小子不顺眼，你马上跟我回青州。爹爹，此人正是不远万里赶赴京城，悄悄掳走了自家夺女，引得上面2只无头苍蝇心惊胆战的罪魁祸首，宁家当代家主宁文采。不用多说了，女儿你才多大，怎么能和这样的人混在一起呢？师兄不是那样的人，爹爹你不要这么说师兄。还不是这样的人，见您跟渣男与你们青云多少女修不清不楚，还是淫邪母体，夜遇千女，坐过他坐的椅子都会有孕。你跟在这样的家伙身后，能有什么好？人的名数的影，楚河之威名传遍九州，自然也有不少不实谣言传播开来，其中就有不少是某陈姓之灵根当年在青云山上传出去的。宁文采缓缓闭眼，仿佛看见了未来的画面，自己那子小甜甜叫着爹爹拔自己胡子的乖女儿，大着肚子走进宁家，身后的楚河前呼后拥，左拥右抱搂着其他女人，开口就是：老登，我非洲停在你院子里安全不？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准你去见那淫魔。我觉得还不错，丫头喜欢你管这么多干什么？成不成的让小姨辈自己慢慢走着看呗。不行，女儿太小了，不能这么早接触男女之事。瞎说，你18岁那年就自己坐非洲去找雨儿她娘，那个时候怎么不说自己年纪太小了？爱女心切的宁文采顿时一阵语塞，没想到自家奶奶会背刺自己。你爹的事不用管，你也是大姑娘了，告诉祖奶奶你喜不喜欢楚河呀？祖奶奶为你做主。祖奶奶难得来一趟，雨儿一直说那楚河对你如何如何好，就让祖奶奶亲眼看一眼吧。只看南平锦一点多面，一枚无法追查的传信法宝飞出，落在了正在满非洲找人的张三和换了真君手中。这下完犊子了，还真是渡劫大能出手啊！画面一转，张三急切地把事情给众人说了一遍。防不胜防啊，这又是一个冲我来的呀！诸位前辈，我师妹被妖人捉走，能否请诸位前辈出手？和圣子亲近的机会来了。好说圣子一句话的事。宁家3人所在的客房内挤满人和神力，南平锦惊的是目瞪口呆，连忙把来龙去脉解释清楚，生怕下一秒就被2尊九州绝代大能擒去邀功。容我想想，最好快点想，小楚已经拿出一长串传送玉符，准备开掰了。那要不算了吧，其实老身觉得楚河人还是挺不错的。别急，正好看看圣子的心性。不错，做家主的就要庇护好每一个族人。青云的女娃有兴趣嫁入我陈家吗？没兴趣。我的意思就是嫁给小楚。老夫听说你们在青云关系很好。啊！这些前辈说话真是太玄奥了，我怎么完全听不懂呢？嫁入陈家怎么和师兄有了关联的呢？小楚别急，容老夫和剑宗的人找先。你也等等。没想到我如此天衣无缝的伪装都被发现了。不过为什么要阻止我摇人？不对劲啊，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这才是主角中的天花板。面对心爱之人被绑，楚老六要人有九州顶级大能，要钱有九州第一商会。放眼九州，又谁有炉鼎王这种面子？胡前辈，我可能要预支一些零食，不知胡前辈能否行个方便？好说，天机阁可以给你提供1亿零食的贷款，如果不够，还可以再商量。至于凶手的情报，我马上派人去查，价钱之后再说。陈叔叔，貔貅商会那边能否拜托陈叔叔联系一下？无需联系了，天机阁都拿出1个亿，老夫说个数，10亿。如果不够，从老夫的家底里继续拿。陈破觉得豪气干云，狠狠刷了一波楚河的好感度，全是忘记了他的神念。现在正和绑匪站在一起，刚好被残剑老祖赶出来的7尺道人自然不甘示弱。圣子剑宗的家底比不上他陈家，但是只要圣子需要，把我剑宗的12口仙剑都卖了也行。镇魔司和刑部的人也已经在路上了。要么说靠山石呢，关键时刻还是陈家与剑宗靠得住。当然，仙琴和天机阁也挺靠得住。反正除了自家青云，九州还是好人多呀。很快，5大势力全部开动了起来。陈爷爷，如果不行，我想试试我的那一招。在积雷山新悟出的那一招吗？老江湖不愧是老江湖，陈破杰迅速假装思考起其中的凶险，实际上在非洲客房内的神念微微动摇。诸位，我觉得不用考验了，小楚有一个新的绝招，他移起了这个心思，这场戏也差不多该停下了。什么意思？他楚河一个金丹期还能翻了天不成？诸位前辈，就算袒护也用不着这样吧。其他人不好说，但是小楚如果抱着玩命的心思，能把你斩了，多的不说了，撤。
正在这时，一直站在楚河身边沉默不语的杨春雪动。龟龟合体破渡劫，当真是大事要来了，正是做陈家下任家主夫人的上上之选啊！到时候杨春雪接任青云掌门，楚河接任剑宗宗主，然后二人一起入陈家做下任家主与家主夫人。用千帆这小子说的口头禅就是，到时候造反都行啊！在陈破杰的意淫加持之下，下一刻非洲客房的一枚雪花落下，南平姐的手段被彻底攻破，杨春雪从雪花中飞出，眼中散发着寒意的看着宁家三人。您是宁家的南平景前辈，南前辈能否给我个解释？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一刻，宁如雨知道再也没人能阻止自己见师兄了，连忙蹦蹦跳跳的跑到了楚河面前。师兄，乖，没事就好。让师兄担心了。师兄，虽然没有什么要说的，但是能这样向师兄撒娇，宁如雨就感觉异常开心。对了，陈师兄呢？他没来吗？老陈把陈家先祖的灵位砸碎了，估计还在祖祠磕头呢。哎，也是我管教不严。哪里，师兄是心太软了，而且陈师兄性子贪玩，在山上也常常犯些小错，被杨师姐惩罚的。在连续喊了13声师兄后，宁师妹终于想起还有我了，也不枉费我刚才打算摇人去救援。只是当初的3人小队，只怕很快就会背着我看夕阳、望日出、逛街景、尝美食，而我只能一个人留在山上，孤零零的和龟大爷为伴。仙道渺渺，无道独孤，真可恶啊！好家伙，就在刚刚发生了刚刚要发生的事。楚师弟，这是一个误会，是这位南前辈和你开了一个玩笑。杨春雪随即向楚河介绍起了两人的身份。依照南平锦的说法，他太久没见重孙女了，起了捉弄的心思，结果才弄出了这么一出。南前辈叫什么前辈？叫祖奶奶。祖奶奶！一声祖奶奶叫的南平锦开怀大笑，连忙拿出一麻袋宝物和传送玉符递给楚河。大招唤师楚河的摇人大法，终于连超品势力也不放过了。宁叔叔，我不是你叔叔，那是叫什么叔叔？直接叫岳父。什么岳父？我没岳父。老爷他不是，我有岳父，他没岳父。反正我不同意。能同时召唤5大仙门势力，还反手御借了10数亿灵石来救援，更不用说身怀炉鼎仙体，已经代表了九州容貌气质的顶点。这样的人，这天下那个女子遇见这样的师兄，能不动心啊？那老身也回去了，小楚回了青州，记得来您家看看。此时，一队人马自天边袭来，在村城修士一律不准御空，除了拥有特别允许的9大仙门掌门外，没有人执法修士能御空飞行。南前辈，事情本王已经知道了，你虽为掳人勒赎，但依旧触犯先秦律法，还请留步。大皇兄，你们几个去处理一下南前辈的事。没事，只是罚些灵石而已。青云楚河，陈家代理家主，这些剑宗前辈都是你叫来京城的。大皇子，此事乃我剑宗之事，我剑宗自会给你一个交代。杨师侄，拜托你了。杨春雪无奈上前和迎人带来的刑部官员论法，主要剑宗对于这方面也确实不太擅长，还得请出未来副宗主。迎人，你什么意思？在老夫面前耍脾气？七尺前辈，晚辈不是对你。楚河，听说你和陈家那孽障亲如兄弟，关系莫逆。绝无此事，纯属谣言。巧言令色，谁不知道你们的关系？青州之豹鹰，青云之双臂，天机阁买你的情报，都会附赠那孽障的消息。两人同吃同住，简直恨不得穿一条裤子。我说老陈的岳父怎么老有一种看我不顺眼的眼神？想来也是，人家爱女貌美如花，短短时间修成渡劫大女，反观老陈牛头马面，还毫无羞耻之心，明明差了3000岁，还敢图谋人家公主殿下，就连我这样的老实人都看不下去了。皇子殿下，你这样说晚辈就太委屈了，九州人心怎能坏到这个地步，如此重伤于我，请殿下明鉴。九州传言，你楚河7步之内必有陈千帆，大孽障是你自己出来，还是本王把你揪出来？这位大皇子殿下真有些锋芒啊，还7步之内必有陈千帆，怎么我是什么蛇毒解药啊？就在这时，陈家护卫中的一道身影慢悠悠地摇晃了过来，仪容法宝解下，陈千帆的身影缓缓浮现了出来。迎叔叔，我不是你叔叔。这一刻，楚河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既视感，冥冥之中仿佛有天命催促他说出那句台词。那是叫什么叔叔？直接叫岳父。那是叫什么叔叔？直接叫皇妹。哎呀，这刘影珠好像坏掉了，楚师弟，你快来看看。
陈千帆，总之你与青瑶的婚事，本王是不会同意的。娶不娶也不是你说了算的，反正陛下和小青瑶同意。陈前辈，你叫我什么？三叔叔。三叔叔，总之这事我是不会同意的。青瑶还是个孩子，谈婚论嫁太早了些。3600多岁还小呢？那这样，我现在把小青瑶叫回来，问问她的想法。好家伙，就在刚刚，成熟稳重的大皇子要被宠后玩坏。3600多岁还小呢？那这样，我现在把小青瑶叫回来，问问她的想法。不必了吧？这辈子头一次见老陈跑这么快，这就是爱的力量啊！二人同时怒视楚河，尽显翁婿之气。真是奇了怪了，老陈一直想软饭硬吃，阻止很正常，但是这位大皇子又为什么这么怕那位青瑶公主？这种感觉好像有些熟悉啊！搞定了，剑宗之事他们赖不到你的头上。杨师姐威武，不愧是我青云的定海神针。楚河连忙一顿马屁拍上，因为他感觉没了杨师姐，青云迟早要完。随即，楚河明白了这种熟悉感的来源。可恶啊！没想到先秦皇室连我青云正派核心杨师姐都要抄袭，当真无耻，不得不防。你看叫小青瑶回来，你们又不敢。既然如此，那婚约是陛下和家主签下的，你们有本事去找陛下啊！当年我要是敢和父皇闹腾，也就不会这么容易定下婚约了。皇子殿下，楚家主同意弟子交流会晤，导致剑宗大能涌入，但错不在他。臣建议朝廷派人对剑宗进行劝导，以防再次发生此类情况。楚家主，我怎么忘了这茬了？楚家主，你现在是陈家代理家主，取消这份婚约。老楚，一世人两兄弟，楚河当然知道自家兄弟的狗叫是什么意思，只能是义不容辞的替兄弟站了出来。殿下请坐。所以你想让我家那小子离开你的女儿？这是1000万灵石，让你家那个孽障离开本王的女儿。对位了，对位了！要不说人家是大皇子呢，反应就是快。这是10枚合体真君的传送玉符，价值难以估量。只要你离开你的女儿，她就是你的。大皇子殿下，我刚才被夺舍，冒犯冒犯。因几次想要发作，却只能忍着脾气坐了回去。倒不是他是什么善良之辈，只是一旁在看热闹的陈破杰与残剑在场。面对这2位九州的泰山北斗，如果对方不看向他，他都不能去主动打招呼，否则就是叨扰。他不明白这2位为何会如此厚爱楚河。你说吧，灵石宝物只要我拿得出来，绝无二价。要不先拿个100亿灵石出来？寻常炼虚强者一生累积不过1亿灵石，这还是包括了宝物和各类天材地宝的情况下。你小子是真敢开口啊！好，这是老夫答应了。然后合体道器也拿个10件吧。好。然后仙器、丹药、天材地宝吗？你差不多行了。哦，晚辈是想说，就算大皇子殿下拿出这么多宝物来，晚辈也不会解除婚约的。这还差不多。你说什么？不解除婚约？不解除啊。那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就表达一下立场，顺便有点好奇老陈能卖多少钱。当然主要是9州没有退婚流，想见识一下了。不错不错，果然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家主好品性啊！特娘的，我堂堂先秦大皇子，在天子脚下的京城被人说这种话，还有剑宗那几10个废老鬼子的都快成传染病了，到底是谁在威武不能屈？大皇子殿下，此婚约是陈叔叔所签，晚辈作为代理家主，唯有对陈叔叔的决议无限的支持，所以除非陈千帆死了，否则这婚约本家主绝不会退。小楚可真是个坏种啊！侄女婿一旦嫁过去，还不得天天和大皇兄打得满地是血，掏心掏肺，而且还得当着大侄女的面装出一副和睦的样子，一边背后捅刀，一边相视而笑，好期待啊！不过晚辈还作为陈千帆的师兄，可以向大皇子殿下立个保证，如果有一天青瑶公主本人不满意这婚事要来退婚，他陈千帆但凡敢死缠烂打，我必狠狠教训他。大皇子殿下尽可放心。我放心个屁！虽然本家主无法解除婚约，那不如我们可以签一个补充约定，让陈千帆入赘改为银尘氏，如何？滚！那婚约什么时候举行啊？是我们陈家出场地，还是先秦出场地？我说滚！要不大皇子殿下等下一起回陈家用膳，修复一下您和本家主内部争气孽障的关系。你再多说一句，本王就算违法也要拿你下狱。那没事了，散会吧。最终2方家长交谈以不欢而散告终。望着陈家与剑宗人马离开的背影，隐忍上次有这么大的情绪波动还是上次。青州之报应，青云之双璧。
两个有着相同敌人、相同目的的父亲目光交汇，这一刻无需言语也能理解对方的意思。青云双臂最大的敌人正是联合在了一起。九州四大决心之一，不愿女儿出嫁的父亲大人正是出的。还是换回自己的衣服说话。怎么了，老陈？真想废了婚约？那咋了？想我帮你出面修复一下你和大皇子殿下的关系？放心吧，做兄弟在心中，不给你们整得鸡飞狗跳的，就愧对了我二人的兄弟情啊！我怕你趁着我不再跟杨师姐说我坏话，不是，是怕你在京城出什么意外，所以偷偷跑出来的。然后五爷爷说他替我去祖祠磕头，让我放心的去救市。结果刚才五爷爷传信说他暴露了，那些叔叔伯伯爷爷奶奶让五爷爷问我是喜欢麻绳还是铁链。要么说人家是志玲跟青州之豹呢，我偶尔死照听亮一亮就怕成这样。陈大少却通过自己的努力，每天都处于相死之人的状态之中，确实厉害啊！堂兄说的有些片面了，我爷爷不是替你去磕头，是装成你去磕头被识破的。哦，你这个确实提醒到我了。真的吗？我就知道老楚你一定会救兄弟的。不是救你，是你提醒了我，我忘记向杨师姐告状了。同一时间，一向硬汉的陈三才和陈武行正在被剑宗的大能们团团包围。如果我把二哥叫回来，你们能保证和我1对1吗？三哥一个人可能叫不动，但是我哥俩说话，二哥肯定回来。陈家家学渊源归里，出师子孝，胸有地功。而队伍的末尾，迎谢兰正拉着宁儿雨介绍他的传家秘籍。这是斩男秘法100种，这是抓住他的心，先要抓住他的胃，这是做剑修无法拒绝的女人。很好很好，国泰民安，九州一片祥和，百姓安居乐业。小主，你过来一下。好家伙，就在刚刚，如何把好兄弟陈千帆给忽悠惨了？这是你让花海那孙子给你找的东西，不过事关重大，你只能在这看。二代家主手记，对，他是陈远先祖的远房子侄，也是我们这一脉的直系先祖。哦。叔父今天与银前辈外出游州，回来后颇为高兴，让我陪他小酌几杯。酒过3巡后，叔父眯着眼自言自语道：“老天爷当真无情，连那家伙的名字都不准留下。不过我灵机一动，把他的墓碑改成了狗东西之墓，居然成了。我真不愧是九州第2智灵根。”之后叔父又一直在喝酒，过了许久才接着说：“可惜老营不同意，我最后给他改了个猫南北之名，老营没听懂就同意了。”叔父那天喝了好多酒，最后只是看着窗外自喃道：“山海有相逢，你我终会见。”怎么没有了？与猫南北相关的记载仅此一段。陈爷爷，那陈远前辈还有其他书信留下吗？陈远先祖只留下了一个陈家，再无其他。讨厌画像的小莹，张口就是孽障的青云老祖，还有被食言的剑宗斩天道人，现在又多了个陈家先祖，事情越发扑朔迷离了呀！难道在10万年前的我是死了，或者是直接消失了？所以老陈这龟孙才给我立的墓，看来得想办法多套话，也不知道老陈这个转世身有没有前世记忆。陈爷爷，这其实是老陈拜托我查找的，能否给老陈看看？他娘的老楚，你小子又坑我！老陈，你让兄弟问的是有着落了。这笔账早晚要和你算，不过这件事算你小子还记得。就这3几句话没了，那能知道什么？总归是个线索嘛。不过这猫南北在先秦建立之前就死了，你怎么会和他有仇呢？我也不知道啊。散会吧，我还要回去听训呢。这样看来，这位猫南北与陈远前辈、始皇陛下都是好友，而且也只有这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看着好兄弟这么上心的帮自己分析总结，陈千帆一时间心中感动。老楚，你今天的出卖，我原谅你了。这位猫南北与陈远前辈、始皇陛下都是好友。不是吧？先祖给我留下的任务是痛殴与猫南北有关之人，而始皇却阻止先祖给其改名狗东西，可见二人关系是不错的。对上了，都对上了，笃定我打不死对方，然后境界名字不知。可不嘛，人家10万年前就是仙人了，现在过去这么久，说他能重开地火风水，换个九州我都信啊。最后不提名字，只说有关之人，想来也是怕我当场翻脸改姓。怎么了，老陈？一脸虚汗。老楚，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到域外天魔时，和我们用法宝说话的那位前辈吗？记得呀。怎么了？如果有一天我要痛殴那位前辈一顿，你帮不帮兄弟？阿珍，你来真的呀？连老楚都怕了，不行，还是算了。也不知道大皇子走了没，没走的话，今天我就入赘，改姓迎陈氏，然后供出陈远先祖对始皇陛下的不臣之心，再砸了我才亲手做好的灵位，最后大家一拍手，包顿饺子，这是就此翻篇了。如果你必须要做的话，啊，
老楚，老楚，有你这个兄弟，我陈千帆这辈子没白活啊！以后我龙肝凤胆都给你，我去吃大肠刺身。咱们兄弟说这些就见外了呀。显然，楚河刚才的好心分析已经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别怪兄弟不当人，实在是我一个人对付始皇扛不住啊。但是你自己说要去殴打不动如山的始皇陛下，我也不好拦着。这就叫尊重他人命运，放弃助人情节，都是为了成全你的一片孝心。毕竟是先祖一命啊。没事，老陈，到时候兄弟帮你弄他。老楚，你真是我异父异母的好兄弟。陈千帆、智灵根同时开动，开始畅想着楚河应今世明日复明日之剑，和始皇陛下报了之后，自己护送伤重的始皇陛下回到他忠诚的陈家。从此之后，挟始皇以灵仙门，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像楚师兄与陈师兄这样的好兄弟，怕是不会再有了。耀兄把我抛弃，已经和李李完全苟合在一起，这就是男三的待遇吗？我只能在边上混个马夫的身份。这件事就拜托你了，老楚。我先去找找资料，看有没有那位前辈的破绽。好说，我也回去研究一下办法。到时候你我兄弟齐心，又有何惧？大侄，说完了就乖乖上路吧，让那么多叔叔伯伯等着不好。各位前辈，鞭打智灵根乃9州奇观，不可不看。感兴趣的前辈可随陈叔叔去祖祠围观。看戏就算了，各位师叔师伯、师公师爷，咱们先去积雷山和陈家好好交流交流。完美结局，收工吃饭。不急，先办正事。这不是镇魔司的修士吗？楚师弟的新魔剑既然能反向魔考，就抓紧利用上，也不用太过勉强。自今天起，楚师弟每天甄别20只域外天魔就好。不是吧？域外天魔那是什么？是我辈修士的宿敌。你们眼下不过刚突破金丹，仙门并不强求你们去对付。如果想知道，镇魔司的前辈会告诉你们；若是不想，我也可以帮你们暂封这段记忆。很吓人吗？是挺吓人的，这东西一直图谋着占有楚师弟的身子，不过还未得手罢了。那我要知道。我还是算了吧，反正天塌下来有楚师兄站在陈师兄肩膀上顶着呢，我一个小小单修就不要掺和了。就这点胆子也敢做楚师兄的同门？想当年老子跟着楚师兄打域外天魔时，你小子火灵根都没长全呢。哼，真是狼子野心啊，居然想争我南三的位置。我也要知道，我们青云可没有懦夫。接下来要辛苦你了，这次十通天秘境里抓获的6000余名妖修，还有各州各宗门的冰封修士，也要拜托楚师弟。等一下，这妖修还好说，不过这冰封的修士是不是有点多？诚实都打不住啊。你也知道，我镇魔司的手段一向是连带宿主一起嘎掉，而有些人是不好处理的。之后镇魔司会在陈家暂住1年，这是契约。赢前辈，镇魔司租地我没意见，但是这个租金1毛没有。一般来说，不给租金的租地俗称割地。小楚呀，你上位先是放剑宗入积雷山，然后又签下割地契约，你这家主也算是当到头了。